你敢信？眼前这个女人，只因她等了60年，还没有等到投胎的名额，一怒之下，把负责安排投胎的鬼差给绑了。慑于他的慈威，鬼差告诉他有一个可以不用排队借尸还魂的机会。有这好事儿，他当然不会放过。于是他们就飞到了这栋房子里。3个女人，一个冷，一个冰，一个窝囊废，哪个他都没相中。然而竟然是最丑的那个。嘤，这年头鬼差也难当。让你退婚你就退，废什么话？李小红柳眉倒竖一巴掌扇在季姐脸上，嚣张跋扈地指着她鼻子命令。对这个季姐怕到骨头里，她不敢反抗，不敢说不字。李小红瞪眼，她都怕到发抖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德行，还想赖着国胜哥？丑八怪！国胜哥说看着你这张脸都吃不下去饭，他才不会要你呢。李小红过去揪住小燕的头发，逼着她仰视自己，指着她脸骂。看到小燕痛不欲生，她感觉畅快极了。燕儿，你也别怪小红，是你长得太丑了，国胜看不上你。强扭的瓜不甜，小红已经怀了国胜的孩子，你何必硬赖着他不放呢？听妈的话去把婚退了，你也不用担心退了婚之后没人娶你。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妈当然得为你着想了。你大春哥不嫌弃你丑，愿意娶你，他可是吃公粮的，嫁给他，你吃香的喝辣的，就剩下享福了。继母张赛花嘴上说的好听，看小燕的眼神却透着怨毒。女儿已经跟王国胜睡了，再不解决就得把孩子生在娘家。妈，我求你了，那是老爷给我订的婚，我不能退。刚才还装慈母的张赛花一巴掌扇倒继母，横眉立目的骂她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东西，你以为能由着你吗？我只是来通知你，不是和你商量。她这一巴掌力气可不小，小燕被打得摔倒在地，嘴角流出鲜血，她哭着往后退，吓得瑟瑟发抖，不敢说话，只是拼命摇头，卑微的抗拒着。丑八怪，让你退婚你不退，嫁给我表哥有的你苦头吃。妈，他不肯退婚怎么办呢？再过1个月我的肚子就瞒不住了。那可由不得他，我已经告诉你表哥过来了，一会儿让他把这个死丫头睡了，咱们带人来抓奸，到时候生米煮成熟饭，不嫁也得嫁。啊，你好聪明。他不怀好意的斜了小燕一眼，迫不及待想看他被表哥打得满地打滚，跪地求饶。全村人都看着你被我表哥睡，以后你名声就和臭咸鱼一样臭，走到哪都会被人指指点点。我表哥要是不要你，你还得被挂着破鞋游街，怎么样？这待遇不错吧？他描绘的画面太可怕，小燕惊惧地看着他，像是突然回过神似的，从地上爬起来就往门外跑。妈，快拦着他，别让这个贱人跑了！张赛花怕他跑出去坏事，急忙追出去。小燕怕死了，拼命地跑，眼看着要跑出院儿了，大门口进来一个歪脖子男人。大春抓住他！张大春听到大姑喊，一把抓住他。小燕像是疯了一样挣扎，却根本不是身高体壮的张大春对手，又被抓回屋里，扔到了地上。妈，你放过我吧，放过我吧，以后我给你当牛做马，我一定孝敬你。他的哭求也没让铁石心肠的张赛花心软，反而让他得意，把先房的儿女踩在脚下，任他搓磨打骂，无力反抗。他太喜欢这种高高在上，像皇太后一样的感觉了。张赛花就站在那，看着小燕磕头。大春还等什么？把他抱回柴房去，等一会儿我带人回来，你就弄出动静，我带人进屋抓奸。张大春嫌弃地看了眼小燕，这张脸实在是……大春，弄个毛巾把他脸盖上不就得了？死丫头没被毒蜂咬之前挺俊的，等结婚了，你花点钱给治治，保证是个水灵灵的美人。怕侄子打退堂鼓，张赛花忙给侄子出主意。行吧，为了小红我就牺牲一把。大姑，你答应我的手表可不许反悔。行，大姑亏不了你，快去吧。张赛花推着侄子，他们就像是讨论牲口一样，谁都没把小燕当人。张大春过去抓住他手腕，往屋外拽。丑丫头和他那个死弟弟住在柴房，通奸就得在他自己的房间。张大春拖着小燕，就像拖一条死狗一样往外走。等结婚后，先狠狠打小燕一顿，让给自己下跪，就像刚才那样痛哭哀求。他越想越兴奋的光，有些迫不及待了。小燕拼命挣扎，死死抓着门框，被张大春扛了起来。他恨极了，死死咬住张大春的肩膀。张大春疼得受不了，把小燕重重摔在地上。小燕摔倒不动了，一缕魂魄从地上爬起来。薛灵燕指着地上的尸体问他：还要吗？不要了。好，等我给你报仇。薛灵燕点头，飞向地上小可怜的尸体。张大春把小燕摔在地上后，气得过去踢他。娘的，敢咬老子！薛灵燕抬手抓住他的脚，一脚踹过去。张大春被踹了个大劈胯，惨叫坐到地上。张赛花过来也愣住了，死丫头，这是什么眼神？怎么这么瘆人？打贱皮子，打老实就听话了。薛灵燕面无表情地睥睨着他们，浑身透着可怕的杀气。张大春吓得吞了口唾沫，惊觉自己竟然被一个窝囊废吓住了。死丫头，你那是什么眼神？吓唬我呢？以为我是吓大的？
他还没喊完，就被薛灵燕掐着脖子从地上拎起来，挤在半空中按在墙上。他惊恐地瞪大眼睛，两腿踢踏，拼命地挣扎，喉咙里发出呜呜的求救声，脸色渐渐由红转紫。世界不能杀人。薛灵燕嫌弃地皱了下眉，什么破世界，都不能杀人。他把张大春摔在地上，张大春被摔得腾了一声，骨头像是断了一样剧疼，宛如煮熟的大虾一样弓着身体，双手捂着嗓子好一顿咳嗽。他哀求地看着他，浑身像打摆子一样发抖。不要，别打我，是我大姑逼我的。薛灵燕懒得听他声音，一脚踢在他下巴上。下一刻，张大春就发不出声音了，疼得满脸泪，祈求地看着薛灵燕。张赛花反应过来，拉着女儿想偷偷地溜出。等着，燕，妈是和你开玩笑呢。你不愿意退婚就不退，妈不逼你。薛灵燕嘲讽地看着他，刚刚高高在上，现在伏低作小，还真是能屈能伸。张赛花被他嘲讽的目光看得很愤，但好汉不吃眼前亏，这丫头可能是中邪了，先哄住她，等过后再找他算账。他的想法刚冒出来，就看见薛灵燕掰断了张大春的手指。张大春疼得额头青筋暴起，眼珠使劲冒着，眼泪狂飙，整张脸都扭曲了。李小红尖叫着躲到他妈身后，不敢想象一会儿小燕会怎么对付他们。张赛花不想坐以待毙，悄悄拿起地上的板凳，朝着薛灵燕的后脑勺狠狠地砸下去。去死吧！薛灵燕早在他去拿板凳的时候就看到了，板凳砸下来，他迅速转身飞起，一脚踹在张赛花肚子上，动作又狠又厉害，把张赛花踹得凌空飞起，直接撞到墙上，又重重地摔在地上。李小红捂着脑袋尖叫，眼看着他妈像断线风筝一样摔在地上。别打我，别打我！薛灵燕面无表情走到尖叫的李小红面前，在他惊恐的目光中揪住他的头发。我的脸难看吗？李小红满脸泪水，头皮像是撕裂一样疼，她不得不使劲仰着头，看着在自己眼前放大的长满恐怖红疙瘩的脸，吓得说不出话。求求你不要打我，以后我给你做牛做马，你让我干啥都行。薛灵燕冷笑抬手，在李小红恐惧的眼神中打下来，一连串的耳光把李小红扇懵，耳朵嗡嗡的响，眼前漆黑一片，好半天才反应过来，凄厉的哭声震天。现在你还敢说老子丑不？不敢了。收拾完这对恶毒的母女，薛灵燕脸上笑容一收，大马金刀的坐到椅子上，一双闪着寒光的眼睛扫过地上哀嚎的三个人。这个世界不能杀人，打人冒死也不行，他得想个办法，既让他们生不如死，又不会被人怀疑自己。薛灵燕眉峰一挑站了起来，在几人惊恐的目光中抓起张大春，像拖死狗一样拖出。按我的命令去做，否则要你的命。冰冷的菜刀架在脖子上，张大春吓得头皮都麻了，不敢动，只得拼命的点头，眼泪鼻涕流了满脸。薛灵燕站起来踢上他的下巴。等下你这样做。薛灵燕面无表情的发布命令。张大春听了就命，但看到薛灵燕眼神猛然凌厉起来，他吓得浑身一抖，急忙保证：我一定照办，一定照办，求你别打我了。薛灵燕沉着脸，嘴角挂着一抹似有似无的冷笑，看着张大春的眼睛，把手中的柴刀朝着他两腿之间砍下去。张大春吓得脸色惨白，大叫一声，闭上眼睛，浑身抖得像筛糠。完了，他不能给老张家传宗接代了。不听话，下次我可就不能保证手有没有准了。张大春睁开眼睛，看到那把生锈的柴刀关在他双腿之间，离着重要部位只有半拳的距离。张大春吓出一身冷汗，惊恐地看着面前的女杀神，他哪里还敢不听话？既然占了小燕的身体，就帮她报仇吧。凭着脑袋里小燕原有的记忆，他朝着大队部方向走去。他根本不怕赵大春不听话。贱人，打老娘，打雷劈死你这个畜生！大春，快进屋扶大姑一下。哎呀，那个小贱人把我的肠子劈断了，等他爹回来的，我非让他抽死这个死丫头！哎呦，可疼死我了！屋外的张大春像是突然惊醒似的，猛地从地上跳起来。女杀星没在，赶紧跑！脚刚迈出去，断指疼得钻心，他迈出的脚步停住了，提醒他小燕的心狠手辣，根本没有胆子走。大春，快进来扶大姑一下，咱们去找你姑父和大壮，今天非拆他骨头，扒他的皮不可。屋里张赛花见侄子没进来，又喊了一遍。张大春听到姑姑的喊声，想到自己这么惨都是他害的，咬咬牙，迈着怒气冲冲的步子冲进屋。大春，你说你怎么连小贱人都打不过，傻站着干啥？还不快点把大姑扶起来！薛灵燕一路打量着自己以后要生活的小山村里，风景很美，但也真的很穷。这具身体实在是太差了，等走到大队部门口，他就已经累得不行，手扶着墙大口喘着气。一辆车开进村子，朝着大队部开过来。因为薛灵燕等到路了，司机不耐烦地按响了喇叭。当看清楚坐在副驾驶位置男人的长相时，他笑了，他也穿过来了。这不就是前世他唯一动过抢回去做压寨夫君念头的男人，民国的少帅莫凌渊吗？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是不是聋子？别按了，把车停到路边。你没事吧？我有事，伤得很重。上辈子不能抢你回去做压寨夫君，这辈子
老子要定你了！顾明恒浓眉微蹙，眸色深深地看了他一眼。小姑娘看着羸弱，眼睛却亮得出奇，里面好似有一簇火焰在跳动，看他的目光像是狼看到肉。小安，去找大队长。薛灵燕眉眼飞扬，不急，老子先把手头的事处理完，变美后再去找你。是厂长。小安迈步往大地走去，路过薛灵燕的时候，多看了他一眼，胳膊上的汗毛都炸起来了，这张脸看得人浑身发冷。干活没养功，放工了一个个跑得比兔子都快。大队长郑建设不满地骂着，嗓门大得很，从地头就传到村里。被骂的人也不在乎，又不是给自己干活，傻狍子才往死里干呢。哟，小燕，你这是咋整的？孙翠红这一喊，放工的社员就都围了过来。王国胜也看到薛灵燕满脸是血，却装没看见，扛着锄头往家里走。国胜哥，救命啊！放手，丑八怪！薛灵燕在他打过来的时候，突然抽回手，王国胜打在他自己的胳膊上，啪的一声又脆又响，疼得紧。国胜哥，张大春不知道发什么疯往死里打小红和我娘，都快把他们打死了。听到心上人被打，王国胜哪里还顾得上别的，扔下锄头，撒腿就往薛家跑。王国胜的爹王树人皱了下眉，不满地看着儿子焦急奔跑的身影。傻小子，太沉不住气了，让别人看出来怎么办？小燕，咋回事啊？张大春说小红水性杨花，怀着他的孩子，还想嫁给别人，然后就发疯一样打他打我娘。我去拉架，他又打我。王树人在听到他的话后，脸色一下子就黑了。孩子不是国胜的，这他娘的也太恶心人了！不行，他得把子拉回来。大队长，快救命啊！张大春要杀人了！村里人围着看热闹，顾明恒和小安被挤在人群外。他饶有兴趣地看着薛灵燕，小姑娘听着好像哭得挺凄惨，脸上一滴眼泪都没有。看看去。大队长看到薛灵燕满脸血，哪里还稳得住，马上带人往薛家跑。还想在年终的时候平先进村呢，出了杀人案，还凭什么先进？虽然大伙都饿着肚子，却一个个双眼放光的跟着大队跑身后。这种热闹可不是经常能看到的，不看白不看。小红，你怀着我的孩子还想嫁给这个小白脸，臭不要脸的，我打死你！李小红被张大春打懵了，等听到表哥喊的话后才如梦初醒。他喊的啥呀？谁怀了他的孩子？国胜哥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表哥疯了，胡说八道，孩子是你的，真是你的呀！跟来看热闹的人都激动的搓手，这简直是红星村今年最大的新闻，大伙饭都顾不得吃了，嘻嘻哈哈的围在薛家门口，对着李小红和王国胜指指点点。大春，你得了失心疯吗？瞎咧咧啥？张大春被张赛花揪住厮打，眼中划过一丝内疚，毕竟大姑一直对他不错，他这么做是有点对不住他们。国胜哥，我心里只有你，你要相信我。张大春纠结的功夫，李小红扑过去抱着王国胜的腿，痛哭流涕。王国胜对他是真喜欢，眼看着就有些犹豫。跟我回家。国胜哥，相信我。李小红抱紧他的腿不撒手，说什么都不能放他走。现在村里人都知道他没结婚就大肚子了，如果王国胜不认，那他以后怎么见人？放手，挺大个姑娘不要脸，和别人滚出孩子还想赖上我儿子，别败坏我儿子的名声，他才不会要你这个破货呢。李小红被揪着头发，感觉头皮都快被拽掉了，疼得大声惨叫，眼泪狂飙，还不敢和未来婆婆动手，被拖着在地上走，看着有点惨。你儿子找大我闺蜜肚子，还想不承认？好，我去公社告王国胜耍流氓，谁也别想好。围观的人已经在指指点点，谁都不是傻子。李小红要是和王国胜啥关系都没，王国胜能一听说他出事就往这边。再说全村那么多小伙子呢，李小红咋不咬别人？眼看着媳妇和张赛花滚打在一起，王树人狠狠地瞪了儿子一眼，招惹谁不行，偏招惹李小红，还敢心疼那个贱人。薛灵燕轻飘飘地看了张大春一眼，瞬间打个腿软，拉起李小红继续打，又重复起刚才的话。怀着我的孩子还敢跟这个小白脸勾勾搭搭，我打死你！张大春怕薛灵燕责怪他不卖力，打的是真狠，一巴掌就把李小红扇得鼻血横流，重重地摔在地上。这条狗还真听话。国胜哥，我肚子好疼，快救救咱们的孩子！王国胜被他爹拽着，眼神复杂地看着李小红，他满脸的血，手捂着肚子，看起来很痛苦。国胜，别犯糊涂，今天你若是认下了，以后咱们家在红星村就没脸见人了，别弄回家一个野种。王树人见压制住儿子，就想把他带离这个是非之地，结果他想得美，一道人影风一般从他眼前飘过，手下一空儿子被人抢走了。禽兽不如！王国胜还没看清楚咋回事呢，就被他扇得眼冒金星，鼻血糊的冒出来。丑八怪，你敢打我？打的就是你，臭流氓敢害我姐姐，我和你拼了！薛灵燕眼神一厉，从地上揪起王国胜，紧接着又是一顿大瓜子，把王国胜扇得满嘴喷血，一下手都没还上，都被打懵。丑八怪敢打我儿子！王国胜的妈江彩莲一看儿子被薛灵燕打了，气得撸胳膊挽袖子，骂骂滋滋过来就想打他，还没等他看清楚呢，就被儿子撞得摔在地上。王国胜100多斤的重量一点不浪费，全砸在他身上。哎呦，我的腰啊，可砸死我了！王树人狠狠瞪了媳妇一眼，这回没工夫管他，先去安抚薛灵燕。小燕啊，
别听李小红瞎说，国胜和他啥事都没有。你没听到他怀的是张大春的孩子吗？我看李小红是嫉妒你能嫁给国胜，故意陷害他恶心你，咱可不能上当。薛灵燕打量着小燕这个前公公，不得不说真够老奸巨猾的，一句话把儿子摘得溜干净，还挑拨了他和李小红的关系，最后一个咱字想把自己拉到他的阵营。这个丑八怪实在不行，为了老王家的名声就让儿子娶了他，他不得感恩戴德，老老实实听话。姐，国胜是我的未婚夫，你竟然为了嫉妒我陷害他，果然还是蠢的，能跟着自己的指挥棒走。大队长，你要给我做主啊！他哭的是悲悲戚戚，可可怜怜，把一个窝囊废演绎得淋漓尽致。大队长郑建设最膈应这种男盗女娼的事，他眼里如入了沙子，气得脸都黑了，阴沉的目光锁在李小红身上，琢磨着是不是送到公社批斗去。大队长，大伙都听到张大春喊啥了？李小红和他表哥做了丢人的事，还诬陷国胜不能轻饶他，拉到公社批斗去，留在村里脏了咱们村的风水。他这一脚踩得可够狠了，不只把责任推给李小红，还要把他整死，这不是逼着狗急跳墙吗？王树人狠狠瞪了媳妇一眼，败家娘们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你放屁！你这个屁某某不会把门的女人，只会张嘴到处乱喷。明明是你儿子强睡了我闺女，还敢倒打一耙。好，既然你们不仁，我就不义。大队长，把王国胜抓起来，他欺负了我闺女，还不想负责，我要告他。王家想把责任都推小红身上，没门，大不了鱼死网破，谁都别想好。小红别怕，娘在这呢，他们别想害了你。王树人的脸色刷的就惨白一片，贼咬一口入骨三分。何况国胜并不是无辜的，他是真跟李小红睡过。薛灵燕满意的看着这些蠢货，都不用他煽风点火，他们就自己狗咬狗了。都带走，送公社去。郑建设见他们互相咬，没心情打他们这肮脏的官司，干脆都送到公社去算了，省得他们影响生产。这是咋地了？都围我家门口干啥？李铁锤扛着锄头，一脸懵逼的看着堵在他家门口看热闹的村民。他家有啥热闹，值得这些人午饭不吃，午觉不睡跑来看？李铁锤，你快进去看看吧，王国胜把你继女睡了，还搞大了肚子。孙翠红一脸幸灾乐祸的对李铁锤说，巴不得他家的事闹得再大一点。啊！李铁锤愣了下，这事他们咋知道了？杜奶奶一看就明白了，李铁锤这是知道李小红和王国胜的苟且事，亲爹不给自己闺女做主，反倒默许那娘俩欺负他，真不是人。铁锤，那个李小红不是个东西，我看到好几次他跟王国胜眉来眼去，明知道他是小燕的未婚夫，他还勾搭，是亲爹就快去给你闺女做主。李铁锤咧咧嘴，一脸苦涩，他咋做主？小燕自己长得丑，人家国胜看不上他，能怪小红吗？这是咋地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哎呀，快走，咱去卫生所看看，可别感染了，那可就要命了。和对薛灵燕的冷漠不同，对张赛花关怀备至，薛灵燕差点没气吐血了。这是什么狗爹？亲闺女满脸写他视而不见，张赛花只不过有点挠伤他，就像是天塌了一样，急得不得了。娘的，老子手真痒！大锤，我可不能活了，小燕也不知道发什么疯。你看把我们3个打的，他还逼着大春往小红身上泼脏水，大春不答应，他就把他手指头给掰断了。你说我有啥对不起他的？好吃好喝伺候了6年，他怎么这么害我们呢？薛灵燕挑眉，这娘们还挺聪明，这么快就想明白了。小燕，你咋打你娘呢？还往小红身上泼脏水，她可是你姐姐，你太让爹失望了。过来跪下，给你娘和小红赔礼道歉，告诉大队长是你诬陷小红和国胜的，不然我打死你这个小畜生！太不像话了，这是亲爹嘛！李铁锤，你小心死了，没人给你送终。大伙早就知道李铁锤的尿性，可还是愤怒的很。虽然说有后妈就有后爹，可他也太过分了。猪油蒙了心吗？张赛花说啥他信啥？小燕能打得过他们3个人？傻子都不信。李铁锤，你眼睛瞎了吗？小燕能打得过他们3个吗？太不像话了，为了个外来的娘们儿欺负自己的亲闺女。李铁锤听着的大伙的骂声，眼神阴鸷，不敢惹村里人。他是入赘的女婿外来户，这些人都是本村本土的，他一个都惹不起，但不敢惹他们。闺女是自己生的，就算把他打死，谁都管不着。小燕，给你娘跪下！薛灵燕忍无可忍，这狗爹，老子先打了再说。爹，别打我姐！没等薛灵燕动手，一个瘦小的男孩冲过来，张开胳膊挡在他前面。他明明很害怕，身体在不停的发抖，可还是坚定的护着薛灵燕。你给我起开！李铁锤打定了揍薛灵燕的主意，不给张赛花出这口气，晚上他就不会让自己碰他。爹，别打姐姐，别打姐姐！小婷，薛灵燕看到小婷的模样如遭雷击，一把将她搂进怀里抱紧。小婷就是她前世的弟弟，小小年纪惨死，成了薛灵燕心里永远的痛。李铁锤，你他娘的还是不是人？李铁锤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们薛家没人了？今天你敢打小燕试试？薛家在红星村虽然不是最大的姓氏，但人口也不少。男丁们一起站出来，吼声也是震天震地。刚刚还耀武扬威的李铁锤马上就怂了，耷拉着头，缩着膀子装鹌鹑。小燕，直觉告诉他，小燕今天不一样了。
他不会再惯着自己这个爹。该认怂的时候，他比谁都会装可怜。以前这套对小燕特别管用，他总会顾及父女之情。大队长，薛家的爷爷叔叔、大爷们，请给我们姐弟做主。好，小燕，叔给你做主。郑建设本就是正直的人，以前薛灵燕被虐待，从不曾去告状。张赛花在外面又会装腔作势，好像对他们姐弟多好似的。民不举，官不究，小燕都不说，他自然不会去管薛家的事。今天小燕既然找他做主，那这是他搞定了。孩子，你说不管啥事，咱们薛家都给你做主。二爷公是薛家年纪最高的长辈，也是最有权威的。他开口给薛灵燕撑腰，就等于整个薛家给他撑腰了。混蛋！厂长咋有这种爹？气得我想打人。他和厂长过来找大队长，没想到看到这种渣爹，小伙子气死了。顾明恒一向冷情冷性，本来这种热闹他是不会来看的，但今天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就鬼使神差的跟来了。结果却听到这姑娘这么可怜的身世。小燕，你有什么要求就说。按照村里的习俗，媳妇死后倒插门，女婿再娶就不能留在薛家，请大队长和二爷公做主，让他们走，给我和弟弟一条生路。再被他们虐待，我们会死的。他们身上新伤旧伤叠在一起，触目惊心，一道一道控诉着这对姐弟非人的遭遇，在场的人一片唏嘘声。我的天，这是白毛女吗？太可怜了吧！什么狗爹，太不是人了。小燕，我是你爹，你大逆不道啊！薛灵燕阴冷地看了他一眼，目光像是一把刀子一般冰冷无温。李铁锤愣了一下，这么绝情的目光让他害怕，想到要被扫地出门无家可归，他怂了。小燕，爹知道你委屈，你放心，爹会给你做主了。咱别闹了，让大家看笑话，哪有闺女把爹往外撵的？郑建设没想到薛灵燕会做得这么决绝，他愣了一下，没有马上答应。行，二叔公给你做主，老大老二把李铁锤和张赛花他们丢出去。张赛花彻底慌了，真被赶出去，他们娘三去哪住？小燕，你狼心狗肺，我伺候了你们姐俩6年，你要把我扫地出门？哎呀，我不能活了，老天爷呀，打个雷劈死他吧！啊，疼死我了！地上还有刚才张赛花撞碎玻璃的碎片，他这么一拍，玻璃碴子深深扎进肉中，他哭得更气愤。咋不扎死你们？李铁锤过去心疼的扶他，张赛花把一肚子气全撒到他身上。窝囊废，我咋找你这么个窝囊废？李铁锤蹲在地上抱着头让他打，那一副窝囊的样子，把村里人看得唾弃不已。李小红懵了，不知道事情咋变成这样，他要无家可归了吗？国胜哥，我肚子好疼，你送我去医院吧。王国胜低头看他，李小红现在的模样简直没法看。王国胜心里那点心疼没了，想到他给自己戴绿帽子，牙一咬就狠下心把他推开。国胜哥，你要是不要我，我就只能去死了。滚蛋！大队长，我要告他，他强。王树人吓坏了，真让李小红喊出了儿子强，他就完了。你和国胜的师叔给做主，可不能乱喊，他抓起来你也好不了，知道不？李小红只求能嫁给王国胜，既然王树人答应了，他委委屈屈的。还有一件事求二爷公做主，王国胜不知廉耻，和李小红勾搭成奸，这种下作小人配不上我，求二爷公做主，我和他退婚。王树人难堪极了，虽然他原本打主意让小燕主动退婚，但不是这种当众打脸的退婚法啊。好，小燕你要啥说法？当年我姥爷救了王叔的命，还借给他钱治腿，这笔钱王叔一直没还过，算起来有10来年时间了。我希望他把这笔钱加利息还回来。另外，王国胜的所作所为对我造成的伤害，大家必须给个说法。岳灵燕的话等于当众扇王树人的耳光，借救命恩人的钱不还，以后谁还敢和他家来往？王树人恨得咬牙切齿，死丫头这是想搞臭王家，钱的事说什么都不能承认，不然以后王家在村里就会威望扫地，他一辈子好名声也毁在他手里。小燕，你被气糊涂了才瞎说，叔不怪你。他那模样就好像在看一个不懂事的孩子，不忍心责备。王叔，你的意思是没借过我姥爷的钱？没有，我没借过你姥爷的钱。小燕，王叔知道你是怕以后日子过不下才胡编乱造的，你放心，以后你和小婷真有困难，王叔不会不管你们。那件事只有他和薛老头知道，薛老头已经死了，死无对证，死丫头没有证据，翻不起大浪。如果我拿出证据呢？薛灵燕知道这老小子打的什么主意，顺着他的话说，装作愤愤不甘的样子。如果没有证据，我就不追究这对狗男女的丑事，但如果有证据，你不止要3倍还钱，还必须大义灭亲，亲自把他们2个送到公社，让全公社的人批判。王树人有些吃不准地看着他，又仔细想了一遍，除非他手里有自己当年写的欠条。二爷公是一个精明的人，他看到王树人眼珠咕噜噜的乱转，就已经怀疑了。如果心里没鬼，为啥不敢回答？什么以大欺小的，凶狠地去抓他的胳膊。王树人，真欠钱就还给孩子吧，老三咋说也就过你的命，不要让他寒心。二叔，我真欠薛叔的钱肯定还，问题是我没欠，所以这钱我不能给，但孩子以后有困难我肯定管。那王叔是答应大义灭亲了？薛灵燕马上接他话茬，不给他蒙混过去的机会。王树人，好，叔答应你，真拿出证据证明我借过你家钱，我亲自把国胜押到公社去。好，我这就去拿证据。薛灵燕笑了，那一抹邪魅的笑把王树人看得心惊胆跳。
下意识的就想把话收回去，但被全村人看着，他不能拉屎，还往回坐。没想到薛灵燕真拿出了一个箱子，当众打开。王叔，这张欠条上写着你欠我家58块钱，这张欠条上写着你欠我家50斤苞米，3斤小米，还钱吧。王树人，刚刚你自己亲口说的，找到欠条3倍还钱，马上兑现吧。王树人脸色涨红，像是吞了个苍蝇似的，有苦说不出。话是他自己说的，想不认账都不行。王叔，别忘了把这畜生送公社去。我想起来了，当年是借过你老爷的钱和粮食，不过已经还了。我当的是自己人就没有欠条，你老爷咋还留着？王树人也算是反应快，一副懊恼的样子看着薛灵燕，好像是被坑了很憋气似的。王树人给自己留点脸呗。王树人背对的面红耳赤，羞恼的瞪了眼郑建设，落井下石的小人，你是在报复我？王树人，你在赖账就别怪我们薛家不客气，亲自上门讨债。王树人一副被逼无奈的样子，回家拿钱拿粮。江采莲抱着儿子哭起来，我的儿子啊，你被那个丑八怪坑死了。王国胜阴狠地瞪着薛灵燕，咬牙切齿，面部扭曲，像是要吃了他似的。国胜哥，我害怕。李小红过来拉王国胜的胳膊，想想在台上挂着破烂鞋的画面，他就想哭。贱蹄子，没事管不住自己的裤裆，发骚发浪坑死我儿子了。李小红不说话，江采莲还没工夫开口，这一开口，江采莲把一肚子火气全撒他身上，扑上去又撕又打，恨不得打死李小红，下手就没轻重。李小红开始还能惨叫，后面就双眼一翻死过去了，地上流了一滩血。哎呀，打死人了！这下连郑建设都害怕了，也顾不得犯错误了。真死人他们村别想评先进，自己这个大队长也干到头了。赶快把人抬到牛棚去。小叶，别害怕，有什么事二爷公都给你做主。谢谢二爷公。薛灵燕感激的点头，他是睚眦必报的性格，同时也是有恩必报的性情中人。老人家是真心帮他，以后有能力了他一定会回报。人群散开，几个王家的小伙子扯着褥子抬着李小红出来。李小红现在的样子看着真是惨极了。小红啊！张赛花跟着后面哭喊。江采莲被妇女主任控制起来，看着地上的一滩血吓得瑟瑟发抖。国胜，娘打死人了，娘打死李小红了吗？王国胜整个人都是懵的，眼前不停的浮现那些被审判的画面，早就吓得六神无主了，哪里有功夫安慰他娘？把他们押到村支部去。大队长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故意的，不要抓我。只是这回可由不得他了，几个小伙子过来架着他们娘俩，像是压着小鸡一样，他们带着钱。王树人带着钱回来，发现薛家门口一个人都没有，眼珠一转就动了歪心思。王树人掏出钱，查出58块后，剩下的被他放回兜里，这才推门走进薛家的院子。小婷，过来把衣服换下来，饿了吧？先吃蛋糕，一会儿姐姐给你做饭吃。小婷，姐来了，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，姐会永远保护你的。小姑娘家家说话别这么粗鲁，你这样谁家敢要你？王树人皱眉走进屋，一进门就端出长辈的架子，教训薛灵燕。我光明磊落，比某些道貌岸然的人好。王树人很不喜欢这种感觉，更生气他骂自己是伪君子，嘴头上一点便宜没占到，还被对得一肚子火。小燕，说话还是别这么损的好，做人留一步，日后好相见。子不教父之过，王国胜做出那种寡廉鲜耻的丑事，和你的教育脱不开关系。你与其在叨逼的教训我，还不如回家好好教育你儿子，让他别出来丢人现眼。哦，对了，你背信弃义，道貌岸然也没资格教王国胜，只能说你们父子是蛇鼠一窝，都不是东西。气死人不偿命，这招好，兵不血刃。王树人瞪着薛灵燕，呼哧呼哧的喘粗气，太阳穴上的青筋咚咚的狂跳，快被气得蹦血了。小燕，我看在你老爷的面子上，不和你一般见识，给你钱，把欠条给我。王叔，早说还钱不就完了，非说些没用的废话。等着，我过完数不差再给你欠条。王树人狠狠地瞪着薛灵燕，本来想趁着薛家人不在，哄着薛灵燕把欠条还给自己，只要欠条拿到手，他再想要钱门都没有。可没想到这个死丫头拿到钱也不肯把欠条给他，还要查一遍，这一查不就露馅了吗？借你家的钱都还过了，我这是又给你一次，已经仁至义尽，赶紧把欠条给我，没时间跟你瞎耽误。不行，怕你耍鬼。虽然他的确是动了手脚，但被他这么直白的说出来，就像是被狠狠的抽了一巴掌似的。王叔，少了2倍啊，是想趁着没人把欠条骗回去，然后再赖账是吧？你是觉得我傻呢，还是你太蠢了？小燕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谁能证明我没给够你钱？识相的赶紧把欠条给我，不然以后你别想在红星村好过。说得好，说得太对了。薛灵燕不怒反笑，那丝笑容透着坏，她不紧不慢地把钱揣进兜里。王树人看到她的笑，再看到她揣钱的动作，心中有股不好的预感。王叔，谁能证明你还钱了呢？王树人往后倒退了一步，手捂着心脏，瞪着薛灵燕，眼角都快瞪裂了，再也顾不得什么以大欺小了，凶狠地去抓她的胳膊，想靠武力把钱抢回去。还没等他的手碰到薛灵燕呢，就被他捏住手腕。王树人就感觉半边身体都麻了，
被他捏着的位置真扎人。你放开我！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日子，处处受制，没了夫人又折兵，这辈子都没这么憋屈。王叔，别再耽误时间了，赶紧回去筹钱，我会和二叔公一起去你家要账，3倍还钱少1分都不行。你！王叔，别打歪主意了，现在村里还有人信你吗？不过他说的没错，赖账的事让他在村里的威信一落千丈，他的话没人信，把人重重的往地上一扔。狗东西，白天便宜你了，你还敢来？猪，忘了恭喜你了，婶子马上就是杀人犯了，老王家很快就会臭名远扬。你什么意思啊？王树人像是看杀父仇人一样瞪着他，死丫头，这是在诅咒他家吗？你媳妇真凶猛，把我姐打得大出血，现在只剩下一口气吊着呢。哦不，估计这回那口气都没了。王树人看到院子里的血，吓得手脚冰凉，眼前就是一杯，差点就背过气去，当下也顾不得钱了，转身就往门外跑。祁红星，快别干了，过来救人。顾明鹏对着他微微摇头。祁红星眸光一凝，自己现在是戴罪改造的身份，就算把李小红治好了，也属于非法行医，更别说他死了，自己的下场会多惨。想明白这里面的厉害后，祁红星马上又恢复老实呆滞的模样，对郑建设摇头。大队长，我不会看妇科，你还是快把他送医院吧，晚了人就活不了了。小红啊，你可别吓妈呀！套车送医院。郑建设咬咬牙，祁红星说治不了，自己硬逼着治，人死了自己也担不起责任。毛驴车那么慢，到医院人还不得断气了。小安啧了一声，摇头叹息。顾明恒淡淡的看了他一眼，幽沉的目光带着一分威压。小安急忙站直身体，擦了把冷汗，自己今天话太多了。走，回去，不是茶包米的长事了。大队长，毛驴车太慢了，我看村部那停着一辆汽车，那玩意比毛驴车快多了，咱去求求司机，让他送李小红去医院吧。你怎么不早说？郑建设正发愁呢，听到他的话，眼前一亮，瞪了他一眼，就往村部门口跑。等他跑到村部门口，只看到吉普车的车屁股，车轮带卡的灰尘把他的眼睛都迷了。同志，停一下，把车停一下。郑建设见小汽车绝尘而去，无奈摇头，要是有大喇叭就好了，自己的声音还是不够嘹亮，不然人家同志听到了能不停车吗？完了，老王家彻底完了。王主任，你还在这看热闹，赶紧回家拿钱送李小红去医院，人真死了，你们家就摊大事了。村里是不会给垫这个钱的，当然得找罪魁祸首要。啊，我带着钱呢，我兜里有钱，赶紧送医院吧。王树人听到人还没死，也来了精神，这会儿也不怕花钱了，只要把李小红的命保下，他家的天就塌不下来。张赛花看到王树人来了，就像是看到了仇人似的，扑过来又撕又挠，王树人都不敢还手，就用手护着脸，狼狈不堪。都是你这个窝囊废，连个闺女都管不住，坑死我们娘俩了。小红要有个好歹，我就不跟你过了。他边那边，李铁锤人在地上，他不怪张赛花打，但恨闺女不听话，只在下。媳妇，你等着，我去把那个逆旅打死，给你出气。那个死丫头今天有点邪性，你从小婷身上下手，她是薛家的男丁，她不说赶咱们走，死丫头说没有用。还是媳妇聪明。张赛花白了他一眼，窝囊废，要不是自己带着一对儿女，别人都嫌弃负担重不愿意娶自己，能便宜他？要长相没长相，要个头没个头，畏畏缩缩没个男人样，不是看他听话，早把他踹了。他干啥去？借钱去了。郑建设狐疑的看着他，李铁锤能去哪里借钱？老李家把他倒插门出来，就是丢出去一个包袱。李铁锤回娘家，连口饭都吃不上。姐，这衣服烧了，可惜了。别舍不得，这破衣服上都是虱子，只要犯花子都不穿。可那是他唯一的衣服，烧了他穿什么？薛灵燕看出弟弟的想法，心疼极了，把破衣服烧完，拿着之前找出来的李大壮的衣服丢给弟弟。穿这件。小婷抱着衣服不敢往身上穿，薛灵燕看不下去了，扯过他胳膊套上。畜生！带着怒火的身影，像是一阵狂风刮进屋里。在小婷的惊呼声中，李铁锤扬手越过薛灵燕的脸上，狠狠扇过去。薛灵燕随手拿起刚刚缝补的针扎过去，配合的实在太默契了。李铁锤扇下来的力气不小，薛灵燕扎针的速度也不慢，针深深的扎进李铁锤的手心中。怕李铁锤叫出声引来村民看热闹，影响自己收拾他。薛灵燕快速点了李铁锤的哑穴，把他的惨叫封在嘴里。男人膝下有黄金，不许下跪。小婷，你看家，我出去和他谈谈。走吧，咱们出去谈。别吓到小婷。薛灵燕对着李铁锤笑了，那笑容被没有跳跃的光照的有几分阴森。薛家住在山脚下，这倒是方便薛灵燕收拾狗爹，拖死狗让，或者他进入里把人重重的往地上一扔。狗东西，白天便宜你还敢来？他手脚并用的往前爬，后腰上被踹了一脚，来了一个狗吃屎，嘴唇被牙齿割破满嘴的血。李铁锤怕极了，顾不得疼痛爬起来反跑，被薛灵燕又是一脚踹飞了出去。今天让你尝尝挫骨巴筋的滋味，以后再赶回薛家，不要你的狗命。在李铁锤精致的目光中，薛灵燕面无表情地点了几处穴位，挫骨分金手能让他疼够2个时辰，还不会留下伤。李铁锤指着的身上是谁乱疼得他在地上翻滚，恨不得撞他死掉。
大张着嘴发不出声音，眼泪狂飙。听，这狼好像是很饿，能被狼吃了，还算你有点用处。他的话无疑是雪上加霜。李铁锤又疼又怕，想爬起来离开树林，但手脚仿佛都不是他的似的，哪里站得起来？狼叫声仿佛追命符一般，叫声好似就在他耳边。救命啊！狼，有狼！他这一股子急劲还真喊出来了，同时感觉到身上的剧痛也消失了。李铁锤急中生智，手脚并用爬上身边的大树。刚爬上一半，2只狼就奔到，看到他上树了，2只狼跳起来去咬他。李铁锤的鞋都被咬掉了，幸亏他抱着一根树干爬了上去，才不至于被狼拽下树。李铁锤的脸上被挠出深深2道血痕，惊慌之下，下面的2只狼又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谁来救救我啊！李铁锤精神高度紧张，死亡的威胁让他发挥了无限潜能，愣是坚持到天亮。这边的薛灵燕到家准备舒舒服服睡上一觉的时候，半空中突然飘着一颗圆珠，像夜明珠一样光芒四射，狭小的房间被照得宛如白昼。这不是从鬼差手里抢过来的珠子吗？重生后没想到珠子也跟着过来了，嘿嘿。鬼差那么宝贝的东西应该是件好物件，就算不能换钱，晚上用来照亮也不错。正想着，珠子的光就灭了，屋里重新恢复黑暗。什么破东西！薛灵燕索性也不管了，吹灭煤油灯睡觉，明天还要起早进山打猎。刚闭上眼睛躺到枕头上，就感觉身体一轻，被吸进一个空间中，发现自己所在的地方像是一个世外桃源。有人吗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自己怎么进来的？老子要出去！喊声刚落，他人就已经躺在炕上了。薛灵燕是一个有事情必须弄明白的人，老子要进去！惊奇的发现自己又回到了空间。薛灵燕摸着下巴乐，这1亩3分地他要了。他连着试了几次，确定这空间只属于自己，就把钱和贵重物品都放进空中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背着被篓进山，在树上躲了一夜的李铁锤正哆哆嗦嗦的往树下爬，一个姿势保持久了，手脚都僵硬了。下树的时候，一个没抱稳，直接摔了出去。这一下摔得骨头都快散架了。李铁锤躺在地上哼唧半天都没爬起来。听到又有声音响起来，他吓得起来就往树上爬。透过树叶的间隙，看到了背着背篓进山的薛灵燕。李铁锤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被他发现了，再品尝一次生不如死的体验。死丫头出来了，家里不就没人了？李铁锤眼中闪过恨意，不留下，不等就这么走了，赶紧朝薛家跑去。厂长，我去地里喊大队长。等会儿去，把这给昨天那个姑娘。送医院那个吗？小安接过药，下意识想的就是大出血的李小红，不明白厂长怎么对他发善心。脸上长疙瘩的。昨天回去，他眼前就总是出现那姑娘满脸血，孤立无援站在那的样子，倔强又柔弱。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回事，竟然会担心他的伤口感染。他们厂长面冷心热，这是同情那个可怜的姑娘呢。小安恍然大悟，高高兴兴的拿着药往薛灵燕家走。齐叔，明恒你来了。昨天幸亏明恒提醒自己，不然会沾惹上大麻烦，晚上睡觉还后怕呢。明恒，太危险了，以后你还是不要来了。顾明恒不愿意多说，打开帆布包，把里面的东西一样样的拿出来。鸡蛋都是煮熟的，这些膏药是按照您给的药方做的，都藏好了，别让人发现了。我有一个好地方。齐红星笑了，搬开木床，扒开浮土，挪开木板，露出一个半米见方的四方洞穴，东西放进去，再放好木板，用土盖上，床一挪，谁都发现不了。这可是齐红星挖了小半个月才做好的，他有点小骄傲。男人鬼鬼祟祟的探出头来，有一件事想麻烦您。你怎么，这是包在我身上？齐红星听完，狐疑的看了眼顾明恒，见他的神情依然是那么淡漠，就点头答应了。顾明恒说完，事情就出来了。见小安还没回来，就在外面等会。这时，一个穿着粗布衫、身形瘦弱的男人，背着一大袋粮食，胳膊上挎着一个大行李包，手上还拎着2只芦花老母鸡。男人鬼鬼祟祟的探出头来，发现顾明恒后，眼神紧张起来。李铁锤看清楚不是本村人后，悬着的心才放下，便不再顾忌顾明恒，低着头匆匆的往村口走，恨不得自己长8条腿、3个肩膀。这些东西实在太重了，想走快点都难。这不是那个可怜孤凉的狗爹吗？那女人不是求长辈做主，把他逐出家门了。顾明恒的目光落在李铁锤拿的那些东西上，一下子就明白这个男人想干什么。在李铁锤路过他身边的时候，顾明恒抬脚踹在他后腰上，受过训练的人一脚的力气，即便是收着劲，也是一般人受不了。李铁锤连人带东西直接飞了出去，装了几10斤重的银袋子，重重打在他的背上。你干啥？李铁锤想忍气吞声，顾明恒却没想放过他，过去抓着他的胳膊给他来个滚蛋。李铁锤又重重的摔在地上。领导，你打我干啥？李铁锤都想哭了，自己怎么这么倒霉？昨晚被狼追，今天被人打，本想趁着村里没人把东西绑盘中，怎么就碰上这个煞神了？领导，求求你了，我家人病了，这些东西是拿去换钱救命的。硬的不行，李铁锤就来软的，哭得鼻涕眼泪流满脸，一副舔犊情深的模样。可他发现自己说完，领导身上的寒意更重。厂长，不是人的狗东西，想饿死自己的家人吗？小安真是气坏了，
他刚才去薛家的路上遇到李铁锤了，只是李铁锤低着头，小安也没注意他的长相，急着给薛灵燕送药，也就没多管闲事。等他快到薛家门口的时候，就看到小婷哭着追出来，显然是挨过打，脸颊汤肿，嘴角鼻子里都流血了。去找大队长，告诉他咱们抓住了一个贼。领导，我不是贼，这是我自己家的东西，不能让村里人知道啊，否则他啥都带不走。可他还没站稳呢，又被顾明恒撂倒在地上，这次摔得比刚才还好。领导，断了，胳膊断了，求求你，我不动了。小安崇拜地看着强长，太帅了，这招好，抓贼打死都可以的。还不快去！哦，马上去。李铁锤哭丧着脸，完了，全完了。薛灵燕可不知道自己心心念念的想抢回家的男人帮了他一个大忙。薛灵燕这边收获了好些猎物，惦记着家里没有恋战，随便采了点野菜装样子。野兔都丢进空间，就拎着2只野鸡匆匆出山。等他回到家，发现大门开着，院子里的地上还散落着苞米。薛灵燕眼神一凛，大步流星地走进屋里，东西屋都被翻得乱七八糟，满是的狼狈，像是刚刚被打劫过。薛灵燕顿时火冒三丈，狗东西，昨晚给他的教训还不够，还敢来！小燕，快去看看吧，李铁锤那个狗东西打伤了人，抢走了你家的粮食。孙翠红跑来喊薛灵燕，拉着她就往大队部跑。她是借着史盾跑到大队部看热闹的，怕大队长息事宁人，才来喊薛灵燕。李铁锤呀，李铁锤，你让我说一点什么好呢？那可是你自己家人，你把粮食都拿走了，是想饿死他们吗？郑建设一肚子火气，瞪着李铁锤骂，这2天净处理他家的破事，昨天回到家都后半夜了。那我不是也得活着吗？那你就不让他们活了，你是个什么东西？郑建设气的一脚把他踹倒，都说虎不食子，这他娘的还不如牲口。小红在医院抢救，我没钱啊，不拿粮食换钱咋办？张赛花给他下了死命令，拿不回去钱就不和他过了，没媳妇咋活啊？你放屁！小红的抢救费不是王树人掏的吗？郑建设火眼金睛，哪会被他糊弄过去？昨天他可是一直陪到晚上，啥不清楚。不过现在生产才最重要，不能为了他家的破事瞎耽误功夫。也就是因为这点，他息事宁人，害了李铁锤一脚。赶紧滚！李铁锤像是得到特赦一般爬起来，嬉皮笑脸的对大队长点头哈腰。是我滚，我这就滚。吴厂长，你来视察田菜地的情况吧，真不好意思让你看笑话了。李铁锤感觉到他看过来的目光就是一缩脖又恢复受气的鹌鹑样。顾明恒反感的移开目光，没想到大队长会这么轻描淡写的处理李铁锤。大队长就这么放过他了？小同志，你是不知道，从5月到现在一滴雨都没下，地都干得裂开了，我生产都抓不过来，哪有时间整天处理他家的破事？郑建设不高兴地看了小安一眼，对顾明恒他尊重，那是因为他是领导，小安就是个司机，竟然敢对自己村里的事指手画脚。薛灵燕过来的时候，正好看到李铁锤去跟老母鸡，一双凤眼瞬间布满煞气，奔着李铁锤冲过去。李铁锤发现薛灵燕，又想起昨晚那锥心透骨的疼，瞬间脸色煞白，老母鸡也不敢抓了撒丫子就跑，腿倒腾的还挺快，风一样冲出村。薛灵燕沉着脸去追，打定主意要把这老小子抽筋扒骨，拼命挣扎。当脖子靠近腰带里时，他心中的恐惧比较大。顾厂长，咱们去地里吧，边走边说，你不来我也得去找你，再这么下去，秋天交任务要够呛啊！大队长的声音像是一剂冷却剂一般，把薛灵燕的火气浇灭了一半。他现在还不能露馅，貌似这个世界成精都不让，更何况借尸还魂呢？感觉到一道幽深的目光，薛灵燕迎着看过去。当看到是顾明恒的时候，眼中闪过惊喜。你咋才回来？你那个不是人的爹把你家粮食都拿走了，还打伤了你家人。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和我们厂长帮你把东西抢回来了。姐姐，我拦了，没拦住。男孩子流血不流泪，不许哭。小燕，顾厂长已经帮你把东西都接下来，快收拾一下带回去吧。还有我也帮忙打你爸了。他帮着抢回来的，那自己可得好好谢谢他。请给我个报答你的机会。莫少帅，救命之恩以身相许，怎么样？不需要。姐，哥哥送的药。大哥哥真好，又给姐姐送药，又帮着抢回来粮食。他希望姐姐别只谢那个冷冰冰的叔叔，忽略了善良的大哥哥。大恩不言谢，以后有事你说话，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不，谢错人了，这是我们厂长给你买的药，我只是送过去而已，要谢你得谢我们厂长。是吗？薛灵燕的眼睛又是瞬间闪亮的看着顾明恒，眼中的光芒璀璨如烟花绽放。顾明恒挑眉，后退了一步，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，防止他给自己来一个大大的拥抱，表示感谢。我姥爷说过，什么都可以欠，只有恩情不能欠。你帮我们抢下粮食，对我们姐弟是救命之恩，现在又赠要救命，是恩上加恩。你若是不给我报答的机会，那我也不能要你的药。薛灵燕神情肃然的胡说八道，然后大步上前拉住了顾明恒的手，无比自然的把药放到他手心里。哈哈，总算是摸到心上人的手了。厂长不是最讨厌女人的碰触吗？太阳也没从西边出来啊。顾明恒眼中染上寒意，正要甩开时，
他就已经松开手，还后退了2步，看向了大队长。叔，昨天多亏你和二爷帮助我们姐弟才保住命，为了表达我的感激，中午想请你和二爷公还有顾厂长和这位小哥哥吃一顿便饭，不然的话老爷会说我们知恩不报，不配是老薛家后人。小燕，不用了，你们姐弟也不容易，饭不吃，叔领你的情谊了。叔，刚才我进山运气好捡到2只野鸡，如果你不去吃饭，那我就把野鸡送你家去。薛灵燕这是将了郑建设一军，别的生产队大队长私底下是会偷偷收礼的，但郑建设是一个正直的人，他从来都不收礼，所以他就只能选择去他家吃饭。好吧，既然你这孩子有心了，一会放工我就和你二爷公过去。顾厂长，你看孩子一番心意，反正中午也要吃饭，不如就一起去吧。他还能说不去吗？下乡每个大队都会派饭，这是再正常不过了，不去倒显得自己矫情了。好，那要包1个内服，1个外敷，伤口别碰水。谢谢大队长，咱们走吧。哦，对，咱们赶紧去地里吧。我是天天派人挑水浇地，可到底不如老天下一场暴雨，可愁死我了。姐姐，咱们把粮食收回去吧。小婷，你先慢慢收，姐姐有点事要去做。李铁锤被薛灵燕吓得落荒而逃，刚开始的时候凭着一股急劲倒是跑得挺快，他实在是跑不动了，双手拄着膝盖回头看，见没人追自己，才松了口气。死丫头，打老子！天打雷劈了你！他也不敢休息太长时间，缓过一口气就站起来，突然感觉头皮发麻，他惊恐地回头，看到薛灵燕阴沉着脸飞奔过来。小燕，爸错了，你放过我吧。我昨晚怎么对你说的？我再也不敢了，真的，你放过我吧，我保证再也不回薛家了。薛灵燕懒得和他废话，既然昨晚给的教训不够，今天就来点好。先点了李铁锤的哑穴，像拖死狗一样把他往林子里拽。李铁锤惊恐的眼珠都快瞪出来了。又来了，我又说不出话了。你不长记性，我得帮你长记性。薛灵燕弯腰找了个绳子，扬手扔到树枝上，系了个死扣。李铁锤开始还不知道他想干啥，等看到他把腰带系好了，突然悔悟，这是要弄死自己啊！他呜呜哭着，看到薛灵燕冷着脸朝自己走过来，腿一软跪在地上，咚咚的磕头。薛灵燕皱眉躲开，迷信说长辈给我一磕是要折晚辈寿。李铁锤拼命挣扎，当脖子靠近腰带里时，他心中的恐惧已经到了极点，使劲对着薛灵燕摇头，用眼神祈求她不想死。李铁锤用力点头，哭得鼻涕眼泪流满脸，他是真怕这个。这是你最后一次机会，还不长记性，我就把你吊在这风干了。薛灵燕目的达到，也没真想杀人，吓唬完就照着做好套餐给他错骨吞金。李铁锤疼得青筋暴起在地上翻滚，但总算松了口气，命保住了。薛灵燕收拾完李铁锤，走出树林，看到地上的行李包，她弯腰捡起来就回家了。薛灵燕回到家后，就急急忙忙地做了一大桌可口饭菜，4道菜做的色香味俱佳，看着就让人吞口水。小婷，到大队部门口等着，务必把大队长和二爷公还有今天那2个哥哥都请来。顾明恒看了地里甜菜的长势，眉头一直紧皱着。再这么旱下去，秋收的时候甜菜也长不到要求的个头，出糖率也不会高，就完不成国家给的任务。大队长，能不能开条水渠把水引过来？我也想过，只是我们大队没有这笔资金。郑建设一脸苦涩，顾明恒一个门外汉都能想到的事，他会想不到吗？爸，这是哪来的领导啊？这是县喽糖厂的顾厂长，顾厂长她是我闺女郑美娇。郑建设对这个闺女那是宠爱有加，看到她脸上就扬起笑意，还特意给顾明恒介绍一下。你好，我叫郑美娇，代表大严家村欢迎你。郑队长，既然您这有事，那我先自己去看一下吧。他说完就走，一个眼神都没给郑美娇。郑美娇伸出去的手就那么尴尬的停留在半空中。郑建设感觉出闺女的不开心，他叹了口气，自己的闺女自己最清楚。他巴巴的跑过来，又那么主动的和顾明恒搭话，很明显是相中他了。干活去，上工时间乱跑啥？我找你有事。郑美娇在顾明恒那受了委屈，见爸爸还吼他，就更不开心，嘴撅的都快能挂香油瓶了。啥事？王局想问问，可不可以先把他娘放回去？不行，事情还没处理完，不能放。大队长，我娘病了，再关下去她会死的。爸，王国胜和李小红都订婚了，早晚是一家人，婆婆打儿媳妇2下也不犯法啊。你也别太较真了，就让婶子先回去吧，还能给队里节省粮食。郑美娇仗义的帮王局说话，咋说王局也是他的一条听话的走狗，让狗听话得给点甜头。你懂什么？去，干活去。郑建设瞪了闺女一眼，啥叫早晚是一家人？李小红虽然捡回来一条命，但医生说她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。老王家是独苗苗，能要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吗？你怎么这样？被郑建设宠惯了，被这么当面拒绝，他觉得没面子。郑建设也没工夫哄她，原则问题不能由着孩子胡闹。他沉着脸瞪了王局一眼，这丫头黏黏的心眼贼多，就知道背后撺掇美娇。回去干活。小安，你从河边量到地边，看有多少距离？
好。小安痛快地答应着，从河边开始迈着大步丈量距离。顾明恒就在一旁看着，一步大概有1米左右。小安走了200多步，才200多米不算太远，也就是说，从河边隐去到地头的想法可行。顾厂长，咱们先去吃饭，吃完饭再详谈。好。爸，我妈回去做饭了，请领导去咱家吃饭吧。为了接近顾明恒，郑美娇也是花了心思的，想着城里的领导来，村里视察都要派饭，她推着妈回去准备，势在必得把顾明恒请回家。不用了，中午我们去小燕家吃，回去告诉你妈别准备了。他家有啥呀？穷的丁道小，怎么能让领导去他家？郑美娇语气里有毫不掩饰的轻蔑，神情也带出来了，撇着嘴满脸嫌弃。顾明恒浓眉紧蹙，淡淡的看了眼郑建设，虽然他没说话，却把郑建设看得心中烈。大队长，您闺女这是瞧不起人吧？主席说了人人平等，咋地？你们生产队还把人分成3、6、9等吗？你说啥呢？会说话不？郑建设脸色更不好看了。小安这话帽子扣的可太大了，一不小心这可是政治错误了。闺女还在这和人家吵，真闹起来自己的乌纱帽都得丢了。回去。你打我，我怎么了你就打我？郑队长还是先处理好家里是吧？顾明恒懒得看这个矫揉做作的姑娘，连带着对郑建设都没那么尊重了，沉着脸迈步就往的外走。郑建设脸上更挂不住了，这不是说他教女不严吗？滚回去！顾厂长，真对不起，没教也没恶意，就是以前对上来人了，都是在我家排饭，他怕给小燕家添麻烦。郑建设觉得心好累，这个年轻人怎么一点面子都不给人留？郑建设看到小燕的二爷公扛着锄头在前面走，他像是找到救星一样，忙过去喊住他。二叔公，中午小燕请吃饭，让我务必把您请过去。嗨，那孩子有心了，我就不去了，孩子也不容易。二爷公眼神欣慰，小燕那孩子是个懂事的，不过他是真不忍心吃他家的饭，孩子太难了。小燕说有恩不报谢了国义，还搬出了他姥爷。二叔公孩子的一点心意，咱不去伤了他的心。郑建设怕二叔公不去，自己单独和顾明恒一起吃饭尴尬，就搬出了小燕的姥爷劝他。哎，我就是帮着说句话而已，这孩子。二爷公眼圈有点红，堂弟死得早，自己家里人口多粮食有限，实在是没办法收留小燕姐弟，让他们受了那么多年的苦，不过是帮着说了2句话，孩子就当恩情了，他实在是愧对老三啊。郑美娇跟在后面听到他们的谈话，眼中闪着恨意，狗屁报恩啊！郑美娇愤愤地想，薛小燕还不是看顾厂长长得帅想勾引他，也不看看自己长什么丑样子，看他那张脸，谁能吃进去饭？王国胜都不要他，还想攀顾厂长的高枝。二爷公、大队长、大哥哥，姐姐让我过来请你们。好，二爷公这就去。本来老爷子还有点犹豫，看到小婷这么可爱，心情大了，牵着孩子的小手朗声大笑。小燕这是忙着找下家了，可她也不想想，我弟弟都看不上她，人家大厂长能看上她那个鬼样子？王菊看到郑美娇的反应，眼底闪过一种嘲讽，不过走到郑美娇身边时，就是满脸为她抱不平。大队长也是的，顾厂长和你这么般配，他咋不帮你介绍呢？他这话就像是火上浇油，郑美娇更生气了，杏眼云睁，咬牙切齿。薛小燕，你给我等着！你郑美娇也没比小燕高贵到哪里去，还不是发骚惦记人家顾厂长。不过顾厂长真帅啊，看一眼就忘不了那种。娶妻娶贤，像郑美娇这种只有模样好看，啥活都不会干的女人，娶回家能干啥？我可是啥都会，屋里外面一把手，会做饭，会做针线活，会种地，会收拾屋子，保证把她伺候得舒舒服服的。王菊这边心思飘到顾明恒身上，那边郑美娇觉得他说的对自己心思，也肯给他好脸色了，特意许给他一点甜头。中午我拿钥匙，你给你妈和你弟弟送点吃的吧。好，美娇你对我真好。你放心，我会让我妈劝我爸的，到时候大事化小，把你妈和你弟放回去。那我可就全靠你了。姐，我把他们请来了。薛灵燕站起来迎出去，当土匪豪迈惯了，她双手抱拳，一套江湖话就那么顺溜的冒出。欢迎，列位光临，让小寨蓬荜生辉，鄙人满心欢喜。一句话冒出来，她才恍然自己说错了话，美眸扫了一圈，见刚走进院子的几个人都诧异的看着她。不说不笑不热闹，欢迎，快请进。哈哈，对，不说不笑不热闹。女侠贸然造访，打扰了。顾明恒淡淡看了他一眼，小安忙收敛笑容，放下手，看着厂长讪讪的挠挠头。完了，在厂长面前得意忘形了，嘿嘿。年轻人就是好。郑建设到现在心里还不舒服呢，但毕竟是招待贵客，还是神情尴尬的附和一句，缓和一下气氛。快请进，饭菜都做好了，酒也烫好了，就等贵客来呢。等几个人进屋一看，桌上摆着4道菜，有肉有蛋，还有2盒面的大馒，这也太隆重了吧。小燕，你太客气了，我们也没帮你啥大忙，你这比过年都丰盛。叔，我今天运气好，进山就看到荆棘中缠着2只野鸡，倒是让我捡了便宜，剩下的都是家里有的菜。那你这运气的确不错。郑建设被他的笑容感染，
之前心里的那点不愉快消失不见，也笑着打趣了一句：“顾厂长，快请坐，咱喝2盅呀！瞧我这脑袋，有酒没酒盅啊？小婷，快去杜奶奶家借酒盅。”小婷进屋就盯着那盆野鸡吞口水，姐姐的话都没听到。小馋猫，陪好客人，姐姐去借酒盅。她在厨房里给杜奶奶揉了一碗野鸡肉和炒鸡蛋，还有2个馒头，她端着去了隔壁。杜奶奶，小燕来了，快进屋，奶奶给你煮鸡蛋吃。杜奶奶，给您带了1碗野鸡肉和2个馒头，中午您就别做饭了。我不要，你们留着吃吧。杜奶奶，以前都是您偷偷关照我和小婷，以后就让我和小婷孝敬你好不好？杜奶奶听了薛灵燕的话，眼圈都红了。她一个孤老婆子，要的不是好吃好穿，要的是亲情。孩子这番话，好似春风吹开冰冻的江面，暖了她的心。奶奶，以后咱们3个相依为命吧。好，相依为命。你们就是奶奶的亲孙女、亲孙子。老太太哭着笑出来。以后她再也不是孤老婆子了，她也是有孙子孙女的人了。那既然我是您孙女，那孙女的孝敬奶奶不能推辞啊。好，我大孙女的孝敬，奶奶吃。奶奶有酒盅没？家里只有1个酒盅，请客不够用。有，要几个？4个。好，奶奶给你拿去。奶奶，晚上我来和您学做鞋。好，我等你。薛灵燕借了酒盅回来，还没进屋就听到顾明恒的声音，她放慢了脚步，眼眸中浮现笑意。她看中的男人连声音都这么好听。大队长，我初步算了下，修水渠最少需要600块钱，您看这样好不好？咱们分头行动，您去和公社申请资金，我回去和局里申请。领导没批准之前，可以先派重劳力先挖水渠，这个可以让村民出义务工，不用资金。好，明天我去公社申请，但现在是农忙时候，分不出太多劳力。糖厂方面能不能派人过来出点义务工？郑建设以为自己这是给顾明恒出难题了，就算他是厂长，但这么年轻，一定不是一把手，不是一把手，派人这方面就没权利。可以，明天我派10个人过来。顾明恒回答的干脆利落，一点掏都没打。郑建设为难顾明恒的心思没了。他有一种感觉，只要这个年轻人想做事，就没有干不成的事。好，10个人的伙食，我们村落想办法解决。明天我就去公社，有顾厂长这么鼎力帮助，公社的领导也会重视的。不用，农村粮食紧张，他们的伙食我们厂里自行解决，不给村里添麻烦。薛灵燕走进屋里，敬佩地看了眼顾明恒。最初见到他的时候，只想着把人抢回家，那时候是因为他的颜值，他的气质。现在对他有了深一层的了解，更觉得这个男人好了。只要他没媳妇，不管是用抢、用骗、用拐，他都要定他。来，喝酒，边吃边聊。我开车不能喝，上班时间不喝酒，除非你沾酒就醉，不然这一杯不是像喝水一样。激将法是啊，就喝一杯，不会影响工作的。年轻人，喝点吧，爷们喝酒联络感情，好说话。好，那就喝一杯。二爷公、大队长，感谢你们昨天帮我们姐弟夺回薛家，还让王树人不敢再赖账，这恩情我铭记于心，以后有能力一定报答。好孩子，有这新二爷公就高兴了，不用你报答。二爷公有个错觉，咋感觉在小燕身上看到了三堂弟的豪迈影子呢？孩子，不用谢我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以后你们姐弟俩有什么困难就和叔说，只要不违反政策，叔都会帮你。郑建设有些惭愧，张赛花打骂小燕姐弟不是1天2天了。自己不愿意掺和家务事就没管，说起来也算他的失职，当不起人家孩子的谢。叔还真有事要求您呢，我想让小婷读书，得麻烦您给开一封介绍信。这是好事啊，行，没问题。只是现在就剩下你们姐弟2个人了，你能供得起小婷念书吗？靠我自己赚工分，肯定供不起小婷。但王叔家不是还欠我家174块钱和粮食吗？麻烦大队长和二叔公帮着主持公道，不然王叔赖账，我们姐弟拿他没办法。薛灵燕顺着话茬把这件事提出来。凭借自己的武力值，倒是很容易就能把钱拿回来，但他现在还不想暴露，不能一上来就改变态度。行，这是二爷公给你做主，王树人别想赖账。放心吧，这是全村人都看着呢，王树人不敢不还。我们姐弟就全靠二爷公和叔做主了。薛灵燕感谢完他们，又给自己满上，对着顾明恒举起酒杯。顾厂长，感谢您帮我和小婷抢回来救命粮，还有赠药的恩情，大恩不言谢，我先干为敬。他咚咚咚又喝光一杯，顾明恒微微蹙眉，2两的酒杯一口就干了。连着干了2杯，还面不改色。小姑娘，这是有千杯不醉的海量吗？这边推杯换盏，喝酒吃肉，宾主言欢。村口躲躲闪闪的走进来一个男人，李王国胜和江采莲双目无神，眼巴巴的看着窗外。2天时间，他们就像是过了2年一样漫长。村里1天只给送一顿饭。王树人造的是真叫惨，一向梳的溜光铮亮的头发像蒿草一样乱七八糟，脸上深一道浅一道的伤疤交错着，被张赛花挠毁了。一向要面子的王树人可不想被村里人看到他这副狼狈样。偷偷摸摸和做贼一样，躲着人往家里跑。哎，王树人，李小红咋样了？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是不是张赛花那个娘们？王树人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。
捂着脸往家里跑。哎，王树人，你跑啥呀？没脸见人了！孙翠红的大嗓门把村里的人喊出来大半。王树人看到村里人都朝着他家过来，也顾不得和孙翠红生气了，钻进屋里把门一插躲起来。老三，把门开开，我是你大哥。大哥，老三，快点想办法吧！我听大队长的意思，明天就想把弟妹和国胜送到公社去，是要闹到公社，可就没有转圜余地了。啊！郑建设落井下石，他们的不是人！王树人气得跺脚大骂，恨不得把郑建设的祖宗八代都骂一遍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猩红的眼珠像是要吃人一样可怕。老三，现在可不是得罪郑建设的时候，弟妹和国胜可都在他手里捏着呢，只要他嘴一歪歪，弟妹和国胜可就得蹲监狱，到时候丢脸的可不是你家，咱们整个老王家都跟着没脸见人。我知道，就是憋着一口气，骂2句痛快一下。老三，你冷静点，听我说，现在当务之急。大哥，你说，我听着。张赛花那个娘们不好斗，你得先把她安抚住。咋安抚？她逼着国胜娶李小红。哎，那就娶吧，谁让国胜管不住自己？村里那么多姑娘，碰谁不行？偏碰李小红，你都不知道村里人怎么议论呢？说他是流氓，可这一家姐妹祸害。这个臭小子！王树人也生气儿子做下的荒唐事，他早就知道儿子看不上小燕，拖了这么久不迎娶小燕，就是找机会帮儿子退婚。你听大哥的，让国胜和李小红结婚，堵住张赛花的嘴，只要他们不追究，弟妹和国胜就能安然无恙。李小红和他表哥不清不楚，全村人可都看到了，国胜娶了她就是戴了一顶绿油油的绿帽子，光这点打碎牙也就忍了。可医生说李小红不能生育了，我家可只有国胜一个独苗苗，娶一个不会下蛋的老母鸡回来，怎么传宗接代？那不行，多给他们点钱。昨天抢救，我带去的100块钱都花光了，医生说至少还要交200押金，没钱就得出院。我又让小燕讹了100多，家里哪里还能拿出钱了？王树人使劲捶了捶心口，想到要花的钱，心里像是滴血一样。别人不知道你家，我还不知道吗？这时候就不要再心疼钱了。难道你真想让国胜和弟妹坐牢吗？或者说你真想让国胜娶一个不能生孩子的女人？王树强恨铁不成钢的看着弟弟，现在就怕张赛花不肯要钱，只要他肯要钱，就啥都好办了。都是小燕，这死丫头也不知道中什么邪了。以前那么老实听话，昨天你看看她，咄咄逼人，那嘴像刀子一样，还挑拨离间。她不挑拨你弟妹，能去打李小红吗？都是这个丧门星，我们老王家有啥对不起她的地方？干啥这么害我家？门突然被推开，王树人的骂声戛然而止，紧张地看向门口。爸，你可回来了！王树人本来就心烦，见王菊进门就哭一肚子气，全撒到他身上。好丧呐，我还没死呢。王菊，咋回事？我妈说她要死了，让我爸快点想办法把她和国胜救出来。让他去死，他死了，我找大姑娘。娘的，老子存点钱容易吗？都让他给败了。王菊这话像是点燃炮竹的火星，王树人顿时又炸，双手叉腰在地上跳着脚骂。行了，说的那是啥话？不怕被人笑话？大哥，我憋屈啊！农村存点钱容易吗？那可都是从牙缝里省出来的，一天时间都让他们给败了，我这心啊，疼死了。这边王树人心疼的要死要活，大队部里王国胜和江采莲双目无神，眼巴巴地看着窗外。2天时间，他们就像是过了2年一样漫长。村里一天只给送一顿饭，还是掺了野菜的苞米粥，稀得像水一样，透着一股难闻的砂锅水味，都不如他家喂猪的猪食。李小红可千万不要死啊！看到儿子埋怨的目光，江采莲也生气，他为了谁啊？还不是为了他。他们娘俩在大队部诚惶诚恐地等待审判。薛灵燕这边请客已经接近尾声，酒足饭饱，人的心情就好。大队长，我想要点小麦种子，咱大队有没有？你要小麦种子干啥？我想种点小麦给小婷吃，她身体太弱了，白面养人。种子都是每年春耕的时候公社统一发下来的，咱大队没有种小麦的任务，根本不会对咱发，我没地方弄去。咱农村人粗粮大饭就养人，白面是城里金贵人吃的，小麦产量低还难伺候，你别种那玩意。顾明恒抬眸看了薛灵燕一眼，小姑娘眼睛里光芒都暗淡，不知道为什么她不想看薛灵燕失望的样子。要的不多的话，我帮你找一点。太好了，谢谢你，你帮我要种子，我还请你吃野鸡，不，还有野兔。不用，我先回去了。顾明恒看了他一眼，才收回目光，这笑容太有感染性了。小姑娘很容易满足，一点小事都能这么开心。顾厂长，我送你。顾明恒没有拦着他，对薛灵燕点了下头，饭告辞，又和二爷公告别，才迈步走出薛家。薛灵燕紧跟在后面送他，看着他高大笔直的背影，心里有点空落落的。这就走了？要死要活，把张赛花做的头昏脑胀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哄睡了。还没等他问问顾明恒哪天再来，孙翠红一溜烟的跑进他家院子，进门就喊：小燕，小燕，快点，王树人回来了，赶紧拿着欠条要账去。看到大队长也在薛家，孙翠红的声音戛然而止。
讪讪地看着郑建设。大队长，你咋在小燕家呢？咋地？我还得和你汇报行踪。郑建设没好气地瞪了他一眼，这就是一个唯恐天下不乱的人。现在去和王树人要账，那不是逼人去死吗？小燕，二爷公帮你要账去。二爷公没有郑建设那么多顾虑，欠债还钱天经地义。人孩子今天好酒好肉的招待自己，不帮他做点啥说不过去。好，谢谢二爷公。老爷子要去，郑建设也不能不跟着，正好也想问问李小红的情况。王树人在家没？来要账了。老爷子没给王树人留脸面，就当着全村人的面朝着屋里喊，身后跟着薛家的子孙，呼啦啦一大帮10几个壮汉，威风凛凛，气势逼人。这个老棺材瓤子欺人太甚。老三，听个话，把钱还了吧。老薛头可不好惹，别因小失大。我是咽不下去这口气，小燕已经要去58块钱了，还想再要174块钱，这不是欺人太甚吗？王树人咬着牙根咯吱咯吱的响，眼珠瞪得血红的，心里的恨直往外冒，实在是不甘心被小燕这个他一直看不上的窝囊沸腾。咋要去的？王树强一听也挺生气，他一点不怀疑自己弟弟，如果没有这事，他也不会气成这样。王树人有苦说不出，就算对方是他亲哥哥，他也没脸说出想骗薛灵燕欠条的事。算了，先把他们安抚住吧。我看老薛头是势在必得，带着一帮人来要账，咱们硬碰不起，赶紧给钱吧。王树人没出来，他嫌弃丢人，王树强帮他出来还钱，他比弟弟城府还深一顿好话说的冠冕堂皇。老爷子，树人特地从县里赶回来，就是为了还钱的。您看大热天的还让您跑了一趟，真过意不去。是吗？算他小子还有点良心，那就快还钱吧。您进屋坐会吧。不了，赶紧还钱，完了我还要回家睡会呢。小燕，欠条带来了吗？咱还是一手还钱，一手还欠条的好，别到时候我们钱还了，你不认账。带了，我可不像王叔，活那么大岁数都白活了，连文人的钱都赖着不还。只要你们不耍花招，老实还钱，我自然讲信用。王树强磨牙，眼神阴鸷地看着薛灵燕，不怪老三憋屈，这死丫头一张嘴像刀子一样锋利，骂人都不用脏字。钱还了，他还要败坏老三的名声，太不是东西了。屋里传出摔东西的声音，稀里哗啦，听得还没少摔。王叔在家呢，是不是知道自己做的事不光彩，不好意思出了？小燕，虽然你和国胜没缘分，但在一个屯子里抬头不见低头见，咋说你王叔也是长辈，你这么不尊重老人，以后谁家敢娶你？他这话说的也够缺德了，农村还是挺注重孝道的，谁家也不愿意娶一个不尊重老人的儿媳妇。他这是给薛灵燕挖坑呢，败坏她的名声，让她嫁不出去。小燕一没做出男盗女娼的丑事，二没有赖账不还，你还是担心自己家的孩子受王国胜影响，不好找对象吧？我们家小燕就不用你操心了。王树强被杜奶奶的话气得面红耳赤，男盗女娼，这名声传出去，影响可大了。行了，别吵了，赶紧算账，该给钱给钱，该给粮给粮。郑建设见越吵越不像话，皱眉打断他们，让王树强快点给钱。这次王树强也不敢再逞口舌之威了，老老实实的查钱地址。小燕，多查2遍。钱对了，还有粮食呢。粮食先给你一半，剩下的一半等秋收分粮后再给你。小燕，我看就这样吧，剩下一半粮食，等秋收队长会帮你把粮食扣下来的。郑建设没等薛灵燕想反对，先帮他做主了。行，我听大队长的，不过欠条得等还清粮食后再给他。屋里的王树人听得火冒三丈，再也忍不住了，蹭的一下窜出屋。爸，来日方长。王树人瞪着血红的眼珠，看到王局赶拦着他，一巴掌扇过去，把他打得重重摔在地上，迈步就要往门外走。王局顾不得自己被打得鼻孔出血，扑过来抱住他爸的腿，焦急地对他喊：爸，外面的人都等着看咱家笑话呢。王树人理智回来了，但心里的火气没地方发泄，都撒到王局身上，一脚把他踹翻。薛小燕，你把我家害这么惨，我不会让你好过的。二爷公派自己的孙子帮小燕把粮食送回家，看热闹的人见没啥热闹看了，又被郑建设赶着，就都走了。王树强松了口气，转身回到屋里，看到侄女满脸血的可怜模样，也只是眸光闪了下，连一句安慰都没有，就走进东屋。见自己的弟弟一脸怒气地坐在床上，他可是心疼了。老三，要我说还是国胜有眼光，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？人丑心不善，不要小燕就对了。真若是让他进你门，才是家无宁日呢。死丫头，这笔账我早晚和他算。先别管这些了，村里算是安抚好了。我觉得对张赛花，咱得讲点策略。王树强压低声音给弟弟出主意。王树人听完，脸上的怒意消失，如释重负。还是大哥有主意，我就这么办了。医院，李小红知道自己再不能生孩子了，又哭又闹，要死要活，把张赛花做得头昏脑胀，好不容易才把他哄睡了。医生又来催促交押金。窝囊废，回家一趟1分钱都没拿过来，你咋有脸回来？滚出去！赛花，别哭了，哭得我心疼。王树人不是回去拿钱了吗？他家打坏小红，他家就得给治。那个王八蛋走了1天了，到现在也没回来，谁知道他是不是街友跑了？起来，地上粮。你也不是好东西，你们男人没好东西，玩完了就不负责。李铁锤被打得眼前冒金星，
捂着脸蹲在地上，委屈巴拉的看着他。我负责了。滚！看你就恶心。张赛花狠狠瞪了他一眼，自己从地上爬起来。他们这么吵闹，把李小红吵醒了，又开始哭起来。妈，我不能生孩子了，国胜哥还能要我吗？他敢不要，王国胜敢不要你，妈就让他蹲大牢。张赛花话音刚落，门口传来王树人阴冷的声音。薛灵燕一个转身，干净利落的把李大壮踹飞。妈，丑八怪打我！李小红肚子里的孩子是张大春的，全村人都能证明，你凭啥赖上我家国胜？你说啥？张赛花像是点燃的炮竹一般炸，扑过来就想挠王树人。可这一次王树人没惯着他，直接把他推了一个跟头。你闺女和张大春滚出孩子，世人皆知。再敢诬陷我儿子，我就去告你。王树人，你不是人。好，我这就去公安局告状，告你媳妇要杀死我闺女。疯婆子，李小红是被张大春打的，你去告吧。我已经找好证人了，证明李小红是被张大春打流了的。你们自己家的事讹我价钱，我也告你。他现在有恃无恐。李小红没死，江采莲最多被带去教育一顿，再差一点也就是判3年2年的，只要不是杀人犯，其他的他都不在乎。王国胜耍流氓那个小红，我带小红去告他，让他把牢底坐穿。谁看到了？谁能证明？有什么证据？你红口白牙一说，人家公安就能信吗？想诬陷我儿子，那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，要坐大牢的是你。王树人冷笑。张赛花越听心越凉，病床上的李小红更是惶恐。我不活了，小红。张赛花扑过去抢下刀，心中恨意涌动，咬牙切齿看着一副看热闹一样的王树人，拿着刀对着他刺过去。我要你的命！王树人一个没躲开被铡到，他吓得转身就跑。张赛花举着在后面追。你站住！我要你的命！王树人狼狈不堪地从楼梯上滚了下去，摔断了腿，再也跑不动了。眼看着张赛花举着刀冲下来打自己，慌神。别！我让国胜娶小红，我让他娶还不行吗？医院这边闹得不可开交，薛灵燕家却是一片欢天喜地，高高兴兴地找杜奶奶唠嗑去。奶奶，小燕来了，快点坐，渴不渴？先把红糖水喝了，这还有鸡蛋，奶奶给你包了吃。杜老太太热情地招呼薛灵燕，又是红糖水又是鸡蛋，怕她不吃，还帮她把鸡蛋皮包了。薛灵燕喝着甜甜的红糖水，感觉幸福极了。前世爸妈还活着的时候，她也是这样被宠着，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一出来，被她偷偷地擦掉。奶奶，您知道哪有能治我脸的医生吗？她现在手里有钱了，就想马上把自己的脸治好。顶着这张令人毛骨悚然的脸，怎么把少帅拐回家？听说县里的好医生都被下放劳动改造了，现在医院里都是些二五子，别到时候治不好再给治坏了。这样啊。薛灵燕眼中的光芒暗淡了，她还以为自己有钱了就能把脸治好，谁知道还是不行。杜奶奶看到她失望的样子心疼了，努力想哪里有医生能治好孩子的脸。突然她眼睛一亮，拍着巴掌。我咋把他给忘了？谁呀？咱村蹲牛棚改造的齐红星，我听说他以前在县里大医院上班，是个很有名气的医生呢。那我去找他。薛灵燕一刻都不想等，马上就往外走，被杜老太太一把拉住。你去，齐红星也不能给你治，他现在的身份是臭老九，是来红星村下放改造的。昨天李小红快死了，他都没管，就是怕担责任。村里也不是没人找他看过病，都被拒绝了。他若是不肯给治，咱也不能硬按着人脑袋吧。那就算了。薛灵燕打消了马上去找齐红星的念头，打定主意先和齐红星联络感情，等他对自己没戒心的时候，再让他帮自己看病。奶奶，您先教我做鞋吧。好，这做鞋需要几个步骤：先糊鞋底，然后耐鞋底，针脚越密实越好。鞋底耐好了，再上鞋帮。姐姐，救命啊！隔壁传来小婷惊恐的呼救声，薛灵燕眼神一凛，扔掉针线，冲出杜奶奶屋里。身高体胖的李大壮正骑在瘦弱的身上，握着2只拳头，轮番对着小婷挥。小逼崽子，谁给你的狗胆穿我的衣服？别打了，救命啊！薛灵燕疯了2只，揪着李大壮的衣领，他朝着墙。李大壮头撞到墙上，当即头破血流，惨叫着摔在地上。丑八怪，你敢打我，我打死你！薛灵燕一个转身，干净利落的把李大壮踹飞。妈，丑八怪打我！薛灵燕面冷如冰，小心的把小婷放到床上，帮她把脸上的血擦掉。别怕，看我怎么帮你报仇。等他站起来时，他拿起放在柜上的鸡毛掸子。这把鸡毛掸子是张赛花打他们的工具，打断了就换个新的，6年时间换了10几个。鸡毛掸子带着凌厉的风声狠狠抽在他背上，李大壮发出一声惨叫，每一下都像是要把他的骨头和肉抽得分离开一样，疼得彻骨钻心。以前看他妈打小燕2个，他觉得爽极了，等亲自尝到被打的滋味，他才知道有多难以承受。小燕，奶奶，他打小婷都分家了，还会来欺负我们。打得对，让他老欺负你们，给奶奶帮你们出气。老太太看到小婷脸上的血，也来了火气，从薛灵燕手中抢下鸡毛掸子，对着李大壮劈头盖脸的打。
让你欺负我两心肝，打死你个狗东西！他打的没薛灵燕力气大，鸡毛掸子落下来的速度也慢多了。李大壮想趁机撸子，被薛灵燕踩住脚后跟动弹不得。弟，还不是孤老婆子一个？妈，我要吃肉肉，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隔壁的孙翠红两口子和附近住的村民都跑来看热闹。以往听到的都是小燕姐弟惨境，今天这叫声不对劲，大都想看看是谁。以为我们老薛家没人了吗？打死你个狗养的！再敢回来欺负小燕他们，打碎你骨头渣！李大壮被打得躺在地上动弹不得，浑身没有一个地方不疼，脑袋肿得跟猪头似的，惊恐地看着四周的人。他不明白自己就1星期没回来，家里发生啥事了？他被这么多人围着打，妈后爹他们都去哪了？咋没一个人来救他？咋回事？连着2天了，咋就没有个小婷伺候？大队长，李大壮回来把小婷打伤了。李大壮，都分家了，你咋还回来？郑建设听了杜老太太告状，再看到小婷的惨状，顿时火，大着嗓门开骂。等李大壮可怜巴巴地从地上爬起来，郑建设的骂声戛然而止。这咋看着李大壮比小婷惨多了？大队长，他们打我！该打死你都活该！都分家了，还回来作威作福，赶紧滚蛋！郑建设没好气地骂了他一句，只要没打死他才不管这破事呢。李大壮这是第2遍听到分家2个字了，第1遍是薛家人喊的，当时他光顾着护着脑袋没听仔细，还以为自己被打出幻听了。分啥家？李大壮傻傻地看着郑建设，怪不得自己被打得这么惨，妈和姐都没出来管。可也不对啊，就算是分家，也应该在这个村子里，听到他被打不会不管的呀。李铁锤是入赘老薛家的倒插门女婿，再找媳妇就不得住在薛家，他都没资格住，你一个拖油瓶就更没资格住了。李大壮都要哭了，那不是说以后他都没家了？那我妈和我姐呢？他们都在县里医院呢。李大壮势单力孤，着急找他妈和李铁锤帮忙，也没细问，拖着疼痛难忍的身体离开薛家。李大壮怎么窝火都不关薛灵燕的事。他送走了大队长和二叔公，关上门时脸上布满寒霜。明天开始，姐教你学武功，谁敢欺负你，自己打回去。小燕，你是不是受刺激了？奶奶，老爷活着的时候怕我受欺负，教过我武功。以前就想着一家人要和和美美，我和弟弟受点委屈也忍了，但他们欺人太甚，再忍下去我就不配做老爷的孙女。早晚也要面对怀疑。薛灵燕找了一个最好的借口，记忆中老爷的确教过小燕武功，只是他太懦弱了，直到死都不知道奋起反击。对，我想起来了，你这孩子既然会武功，最开始被欺负的时候就该反抗，厉害一点。张赛花咋敢欺负你和小婷？是，以前我太懦弱，以后不会再让任何人欺负我们。薛灵燕眼中凝结着寒意，渣渣们等着他一个一个的算账吧。小婷，姐给你上药。看着小婷睡着后，薛灵燕才离开西屋，心里怒火沸腾，根本睡不着。他就拎着水桶去了后院，从空间里拎水浇园子，1亩地大的园子浇水也是一项大工程。第2天，孙翠红洗澡做饭，闻到香喷喷的炖肉香味，探出脖子朝窗外猛吸鼻子。谁家起大早就炖肉啊？不知道，老杜太太有抚恤金，羡慕不来的。谁羡慕他呀？有钱能咋地？还不是孤老婆子一个。妈，我要吃肉肉，吃吃吃，就知道吃。孙翠红自己也馋得难受，听到儿子要肉，就没好气地骂他一句：我要吃肉，我要吃肉，呜呜。孙翠红生了2个闺女，才得了这个儿子，平时宝贝的和眼珠子似的。看到儿子哭，他心疼的去哄，却怎么都哄不好，气得他直骂杜老太太。杜老太太不干好事，一大早的炖哪门子肉？炖肉也不说给孩子2块，惹得孩子哭。薛灵燕不知道自己炖肉害得奶奶还骂，听到大锅里发出滋滋的声音，就把火往外撤了去，掀开锅盖，肉香味直冲进鼻子。她端着1碗兔肉，2个大饼子出屋，正好碰上领着孩子想去找杜老太太要肉的孙翠红。小燕，你家炖的肉啊，看把像羊馋的，哭了一早晨了。话里的意思再明白不过，我家孩子都馋哭了，你不给2块吗？薛灵燕看了眼满脸眼泪的江向阳，记忆中这孩子虽然骄纵，但对小婷不错，有时候也会偷偷给小婷点吃的。昨天孙翠红也算是帮了自己，给几块肉倒不算啥，就给了向阳2块。这是要给谁送啊？给我奶奶。你奶奶？孙翠红皱眉问薛灵燕，李铁锤的娘家在胜利大队，离着红星村老远了。再说小燕和李铁锤闹得那么僵，还能大老远巴巴的给奶奶送兔肉去？看到薛灵燕端着碗走进了杜奶奶家，心里的嫉妒就泛滥开了，冲着薛灵燕就喊：小燕，你啥时候认的奶奶啊？昨天奶奶拼命护着我们姐弟的时候，早知道我也护着了。妈，真好吃，也不说给我2块。孙翠红瞪了儿子一眼，舔了舔唇，吞下泛滥的口水，不高兴的嘟囔：你可得了，给2块就不错了，咋那么贪心？江伯祥瞪了媳妇一眼，眼皮下潜，人家孩子好不容易炖点肉，给2块就不错了，咋还得寸进尺呢？小燕，正好你来了，我给小婷蒸的鸡蛋羹你给端回去吧。老太太惦记小婷的伤，一大早就起来给她蒸鸡蛋羹，是真把他们当亲孙子亲孙女疼吗？好香啊，谢谢奶奶。奶奶点了香油，能不香吗？快趁热端回去给和小婷一起吃。
杜奶奶看到薛灵燕小馋猫的模样，笑容更加慈祥了。奶，我炖了点兔肉，还贴了饼子，您尝尝好吃不？奶奶不要，你和小婷留着吃，正常身体的时候多吃点肉，能长大个。奶奶，你要是不要就是没把我当孙女，那这鸡蛋羹我也不要了。行，奶奶吃还不行吗？那我先回去了。奶奶，今天您要是有时间就帮我照顾一下小婷，我得去上工了。薛灵燕笑了，这才又端起鸡蛋羹，临走的时候求奶奶帮着照顾小婷。姑娘，你帮我喊人吧，我坐在这等。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毕竟你还没嫁人，人言可畏。孙翠红一直没死心，就趴在墙头朝杜家看着，见薛灵燕又端着碗出来了，脖子抻得赶上长颈鹿了。小燕，你杜奶奶没说她吃不了那么多肉吗？没有。薛灵燕冷淡的回答，端着鸡蛋羹走回自家院子。孙翠红见她端着一小盆鸡蛋羹，眼睛又直了。这不得4个鸡蛋啊！这么多鸡蛋羹，他们姐弟能吃了吗？也不说给向阳挖一半。奶奶说小婷受伤了得补补。小婷，奶奶给你蒸的鸡蛋羹，快起来吃。姐，真香，还有肉呢。姐姐，教我武功吧。她太崇拜姐姐了，连李大壮都被她打得起不来。好，吃饱饭姐姐就教你。薛灵燕就让她先从扎马步开始练，小婷也听话，马步扎得像模像样的。杜奶奶吃过饭就带着鞋帮鞋底过来了，看到小婷在堂屋里扎马步，把老太太乐得眉开眼笑。我大孙子真厉害。奶奶，我上工去了，锅里炖着梨，等好了您和小婷一起吃。去吧，奶奶在这没人敢欺负小婷。杜奶奶笑着点头。薛灵燕没有了后顾之忧，就去大队部门口报道。穿过来2天了，就忙着收拾那些杂碎。今天还是她第一次上工。大队长，我伤还没好，想去打猪草可以吗？打猪草才3个工分，去地里除草给6个工，除草也不太累。郑建设好心提醒他，毕竟他现在也是顶门过日子，打猪草都是半大孩子去干的活，去地里除草怎么进行自己的计划？薛灵燕假装虚弱，我伤了头，低头会晕，不想拖队里后腿。那也好，你先打猪草，好好养养身体。谢谢大队长。呵，懒就说懒的了。薛灵燕瞥了他一眼，看在郑建设的面子上，没搭理这个被灌到不知道天高地厚的丫头。薛灵燕快步来到牛棚，她算准这个时间过来。现在牛棚里只有齐红星一个人。薛灵燕刚走到牛棚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出痛苦的呻吟。哎呀，你怎么了？我摔了一跤，腿和胳膊好像都断了，起不来了。我扶你。别，我身上都是牛粪。没事，农村人还怕牛粪吗？我背你吧。但齐红星是这个时代的人，深深懂得人言可畏4个字的可怕，他不能让薛灵燕背自己，怕影响他名声。薛灵燕笑着摇头，不怪人家说有学问的人都迂腐，还真是。行，那我先给你看一下，如果只是扭伤，就帮你正过来。你会正骨？齐红星满眼惊讶地看着薛灵燕，心里又想起顾明恒和他说过的话，能让那个冷冰冰的臭小子关心的人，果然与众不同，没有一般小姑娘的矫揉造作，有一种女中豪杰的豪迈劲。会一点，忍着点，胳膊脱臼，脚踝骨断了。他说着话，手上动作快如闪电。齐红星发出一声惨叫。好了，胳膊我已经给你端回去了，动一下胳膊试试。齐红星擦了把冷汗，试着活动了一下手臂，脸上露出惊喜的神情。真不疼了？脚踝骨断的挺严重，正完骨后还要找东西固定，100日内不能着地，不然会落残疾的。齐红星的身份没资格敬仰，他微微眯起眼沉思，得想办法把他的病情夸大，这样大队长才能让他休息。哎，我哪有资格敬仰？这样啊，好。齐红星听完愣了一下，为了能得到休息，也只能这么做了。薛灵燕得到他同意后，左右看看没有人，一脚踹在齐红星腿上，直接把他的腿踹得撇开了。齐红星就算已经有准备，还是疼得惨叫一声。薛灵燕过来搀扶的时候，在他昏厥穴上按了一下，齐红星眼睛一翻昏了过去。放心，只是给你踹脱臼了，我负责治好你。薛灵燕轻轻把他放到地上，转身就朝牛棚外走。他刚走出牛棚，迎面就看到大队长一脸急色的跑过来。出什么事了？大队长，齐红星摔倒晕过去了。这咋都赶到一块了？薛灵燕眸光一闪，还有谁晕过去了？行，一个羊也是干，2个羊也是放，一起送公社卫生所吧。小燕，你帮我看着点齐红星，我去找老周套车。郑建设说完，也不等薛灵燕答应，就往牲口棚里跑。大队长，牛棚不能没有人打扫，我暂时代替齐红星收拾牛棚吧。薛灵燕追上郑建设寝室，一副很为公家着想的样子。郑建设深深地看了一眼薛灵燕，眼底闪着欣慰。这活可是又脏又累，1天才8个工分。8个工分就不少了。薛灵燕笑得没心没肺，好像这是多好的工作似的。周把市级的只给他使眼色，傻孩子，谁家大姑娘干这活？行，那就交给你了。郑建设还急着送人去卫生所，见薛灵燕自己愿意，也就没再深劝。老周，快走吧，还得去大队不接江采莲呢。江采莲？薛灵燕一挑眉，这女人又装什么鬼？薛灵燕不动声色的在郑建设后面跟着，适当的时候得揭露江采莲，不能让他蒙混过关。他这边刚命令完，
那边王国胜从毛驴车上跳下去，撒腿就过去。大队部屋里光线昏暗，但薛灵燕还是看到地上躺着一个人，旁边还坐在一个人。王国胜哭哭啼啼的声音传出来：“妈，你可不要死啊！你死了我可怎么办啊？”王国胜，人还没死好啥，赶紧起来帮着抬你妈。郑建设没好气的骂他，不因为他管不住裤裆，江采莲也没这飞来的横货，惹出事装孝子，什么东西？好。王国胜被骂得浑身一激灵，也顾不得再装哭了，急忙从地上爬起来。可他被五花大绑，坐在地上这么半天，腿脚又压麻了，刚站起来就来了个狗吃屎，重重的摔在江采莲身上。躺在地上装晕的江采莲被砸得闷哼了一声，眼珠都快瞪出来了。不过他也是能忍，赶忙又把眼睛闭上，继续装死。你说你还有点啥用？干啥不行，整那些歪事呢？能奶奶，你们把他抬出来。旁人没注意到江采莲睁眼睛，薛灵燕可是发现了，扬了下眉，嘴角挑起一抹邪魅的坏笑。呀，婶子晕了，我来帮忙。郑建设感慨地看着薛灵燕，傻闺女，王家都不要你了，还上赶着去关心她。婶子，你快醒醒啊！周彩玲心疼地看着薛灵燕，这么好的儿媳妇，王家咋就不珍惜呢？薛灵燕晃够了，手指在江采莲的痛穴上一按，江采莲眼珠疼得瞪圆了，嗷一声惨叫响彻云霄，冲着薛灵燕破口大骂：“啊，疼死我了！死丫头，你对我做啥了？婶子，你可醒了！”她一副没心没肺傻丫头的样子，好像没听到江采莲骂自己似的，还在那关心江采莲呢。江采莲真有你的，你以为你装晕就能躲过去吗？郑建设多精明的人，马上就明白江采莲在这装晕呢，把郑建设气的脸都青了，指着江采莲大骂：“你这样只能罪加一等！来人，把他们母子押着送公社去法办。”大队长，我不是装晕，是真晕了。哎呀，我不行了，我要吐，我恶心。江采莲捂着心口哦哦的坐，这次郑建设才不会被他骗了，黑着脸命令：“主子还等什么？抓人！”不要，大队长，等等！王国胜急的嗓子直冒烟。昨天大伯让王局传话，告诉他们今天无论如何都要拖延时间。爸爸那边已经想办法让李小红和张赛花撤销控告了，真被拉去公社，可就没有回转余地了。等个屁，等着看你们装神弄鬼吗？带走！柱子是村里的民兵，他也是铁面无私的人，听了大队长命令，马上过来抓起王国胜，丢到毛驴车上，又去抓江采莲。啊，柱子，你耍流氓，你摸我胸了！柱子是没结婚的大小伙子，被他这么死不要脸的一不敢动手，郑建设肺都气炸了，治不了他还完了呢。周彩玲，你过去抓他。周彩玲，你闺女的对象还是我让大闺女给介绍的，你不能恩将仇报啊！周彩玲面色尴尬，为难的看了眼大队长，见郑建设阴沉着脸瞅自己，也顾不得面子了，使劲把江采莲拉起来。嫂子，对不住，这是我的工作，你还是配合一下吧。哎呀，可不能活了，我啥事都没干，凭啥抓我？江采莲撒泼耍赖，使劲撞开周彩莲，往地上一坐，两脚踢踏，又哭又嚎的闹起来。江采莲，你尽管闹，你不配合工作罪加一等。现在闹得越凶，判你就越重。江采莲被震慑住了，哭声嘎的停住，可怜巴巴的求郑建设：“大队长，咱都是一个屯子住的，抬头不见低头见。李小红不是没死吗？别把我们送到公社去，在队里处理不行吗？求求你了！”不行。郑建设瞪了他一眼，本来还可以通融一下，就冲他刚才撒泼耍赖，必须严惩到底。啊，可不能活了，这不是逼死人吗？见郑建设不通融，江采莲又开始撒泼。郑建设面沉似铁，过去拎着他胳膊，把人甩毛驴车，对着周把式命令：“走！”他这边刚命令完，那边王国胜从毛驴车上跳下去，撒腿就。薛灵燕看到了，嘴角扬起一抹邪气的笑，把脚尖前的土克拉踢出去。土克拉正中王国胜的后腿弯，他身体一个踉跄，大头朝下栽在地上，啃了母子的腿。为了防止他们母子再出幺蛾子，郑建设命令拿一根粗麻绳把他俩捆在一起。走，去公社。大队长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王树强从地头跑过来，跑得气喘吁吁，老远就招手喊郑建设。郑建设一肚子火，就算是王树强来了也没用，别理他。走，郑建设，你太不近人情了。薛灵燕瞥了眼气急败坏的王树强，微微眯起眼，难道他和王树人还有啥花招？小燕，你别得意的太早。王树强，你冲小燕发什么火？没等薛灵燕骂王树强呢，周彩玲皱眉走过来，她是妇女队长，不能看着小燕受欺负。她不是个东西，你别被她骗了。小燕骗什么了？国胜和李小红做下的丢人事，全村人都看到了。明明是你们老王家对不起人家小燕，还败坏孩子名声。王树强，做个人吧，你也有闺女，未来女婿这么对你闺女，你咋想？王树强被问得哑口无言，他还有一个没嫁人的闺女，未来姑爷要是这么对闺女，他非宰了姑爷不可。小燕，回去干活吧，有人欺负你，告诉婶子，婶子帮你做主。好，多谢婶子。薛灵燕看完热闹，回到牛棚，完成戚风兴没完成的工作，清理牛粪。中午总算把牛棚清洗干净了，趁着午休时间回家吃饭，进门就闻到饭菜香味。小燕累不累？奶奶给你准备了水，快洗洗吃饭吧。奶奶你真好。薛灵燕挽着奶奶胳膊，把脑袋搭在她肩膀上撒娇，心里幸福满满。快去洗洗吧。好，姐姐，我会扎马步了。哈哈，不错，
姿势正确。薛灵燕笑着把毛巾放到脸盆架子上表扬弟弟，一道人影风一样跑进屋，进门拉着薛灵燕就往外跑。婶子，啥事啊？你去看看就知道了。孙翠红故意卖关子，非拉着薛灵燕去看热闹部。3个人来到大队部的时候，就看到大队部门口停着一辆毛驴车，车上铺着褥子，褥子上躺着一个满脸淤青挠痕的女人，竟然是李小红。江采莲面色得意地坐在毛驴车帮上，王国胜面色复杂地看着车上的李小红。李小红对着他哭的那叫一个梨花带雨。李小红，你确定吗？打伤我的是我表哥，孩子也是我表哥的，是我诬陷国胜哥，他和我没有关系。李小红绝望了，眼泪大滴的往下落。他身败名裂成全王国胜，他竟然一点感动都没有，对自己也没有半点怜惜。曾经他情到浓时抱着自己，说他可以为自己去死，现在却连一句有担当的话都不肯说。太不像话了，自己不正经还诬陷国胜，什么东西？这种不正经的女人过去就得进猪笼，大队长把她送去公社去教育去，不能让她败坏咱们村的风气。李小红精神已经崩溃了，捂着耳朵大声哭泣，恨不得马上就死去，免得受这种侮辱和糟践。一帮人捡来土克拉，朝着毛驴车上丢。李小红被打得啊啊的惨叫，捂着脑袋就顾不上身体，差点从毛驴车上滚下去。行了，都别打了，打死了拉你们去偿命。这句话很有震慑力，围观的人马上恼。你确定不是他打的你？这是最后一次问你，你可要想清楚再回答。大队长，你什么意思啊？李小红都说不是我了，你咋还问起来没完？哦，我知道了。是不是因为当初选大队长的时候，我们家老王和你竞争，你就故意给我家穿小鞋？你放屁！大伙都听了吧？大队长骂人了。大队长，你看李小红都已经说清楚了，是不是把国胜和我弟妹放的呀？王树强的媳妇郑大华夫唱妇随，也跟着逼郑建设。对呀，大队长，我们国胜平白的受了大冤枉，已经够倒霉的了。既然不关国胜的事，就放人吧。郑大华和江采莲这2个妯娌并不是很和睦。甚至郑大华很烦江采莲，但毕竟一笔写不出2个王字，江采莲和王国胜真被带去公社批斗，也会耽误自己家孩子的婚事，所以这个时候还是得一致对外。大队长还问什么？放人吧！郑建设冷着脸扫了一圈，今天这人若是放了，他是真憋屈。王树人到底是用什么威胁李小红改口的？肯定不是王国胜娶她的事。李小红今天这番话说完，王国胜和他就再没有半点关系，想嫁进王家门都没有，能让李小红不顾自己名声，明知道这样的后果是他被万人唾骂，走路都走不了，坐着毛驴车都要回来给江采莲他们洗脱罪名。李铁锤和李大壮都神情焦急地劝李小红，好像很怕他反悔。最关心李小红、最能帮他出头的张赛花不见踪影，王树人也没跟回来。李小红以后都不能生孩子了，凭着张赛花护犊子的性格，他就是做翻天也得逼老王家娶了她，可他偏偏没回来。哼，我知道了，大队长这事不用问李小红啊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我们大家亲眼看到江采莲把李小红打流产的，广大无产阶级可不能让坏人逍遥法外。他们想颠倒黑白，也得看咱们答不答应。大队长您秉公执法，我们支持您。对，我们大伙都看到了，就是江采莲把李小红打伤的。孙翠红也跟着薛灵燕站出来，她纯粹是看不得江采莲好，能踩死江采莲才乐呢。大队长，我老太太也可以作证。那些和老王家有仇的都站出来，这么多人作证，那可就是铁证如山。薛小燕，国胜不要你，你就这么落井下石吗？非要害得我们老王家家破人亡，你才高兴？眼瞅着板上钉钉能把江采莲和王国胜放了的事，就这么被他搅和。嘿，明明是我不要王国胜这个寡廉鲜耻的东西，你是瞎还是聋？我站出来作证，是因为看不惯你们家的仗势欺人。李小红虽然对我不好，但我也看不得她受这么大的委屈。王国胜始乱终弃，江采莲把李小红打得不能生育，这种人不受惩罚，天理不容。李小红不敢相信地看着薛灵燕，没想到在这个时候站出来帮自己说话的会是她，可她还是恨透了薛灵燕。明明2天前自己和国胜哥还柔情蜜意，2人一起期盼着孩子的到来。小燕说的对，当时我也在场，亲眼看到江采莲把李小红打成重伤，这次可不是你们自己私了就行，把人打成重伤是犯法了，必须交到公社去处理。郑建设有了大伙的支持，气势马上就凌厉起来，不容分说的让人把江采莲押上车。至于王国胜，李小红都说和他没关系了，只得把他放了。不要啊，别抓我，不是我打的。带走。大哥，大哥救我啊！王树强皱眉，他现在也没办法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江采莲被带走。小燕，你是想让我们家破人亡吗？大队长，我们不告了，快把江采莲放回来啊！你这是干啥？起来！大队长，你要是不把江采莲放回来，王树人就不放过赛花啊！我不能没有他，孩子们也不能没有妈，求求你了，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。李铁锤不光不起来，还咚咚地给郑建设磕起头来，一把鼻涕一把泪，哭得真叫肝肠寸断，像死了妈一样。咋回事？你别哭哭啼啼，好好说。李铁锤，你别胡说八道。薛灵燕看到李铁锤的反应，证实自己的猜想，果然是王树人拿着张赛花威胁李小红的。大队长，肯定是王树人把张赛花绑走，逼着李小红来帮他们脱罪。这么卑鄙无耻的行为，咱们红星村可不能姑息。
你别血口喷人！你喊什么？李铁锤那话说的就让人警觉，抓走的是江采莲，他家咋就家破人亡了？你赶紧让王树人把张彩华放回来，不然别怪我不顾情面。大队长，张彩华可不是老三抓去的，他是犯法被警察抓走的，你想要人去找警察呀？王树强见今天无论如何也救不了江采莲，索性对证件社耍起无赖了。警察抓他干啥？犯法了呗，想知道问警察去。王树强卖关子不告诉证件社，丢下一句转身就走。临走拉了把阅读瞪着薛灵燕的侄子。结婚我娶你，结婚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还不行吗？你想得美，我会要你这只癞蛤蟆。李大壮，你说咋回事？王树人耍赖不肯掏钱给我姐治病，还不让她进王家门，我妈气不过就用刀追他，他自己掉下楼梯摔断腿，硬说是我妈要杀他，警察就把我妈抓走了。王树人说要想我妈回来，就必须让我姐承认孩子是我表哥的，还让他说是我表哥把他打伤了，不然就让我妈吃枪子。李大壮到底是岁数小，以为证件社说给出头就真能把他妈救回来，像是看到救星一样，对着他一五一十全说了。好啊，好啊，王树人还真是胆大包天，你们跟我走吧，这件事我帮你们和公社书记反映一下。证件社把李铁锤和李大壮叫上，用毛驴车拉着江采莲和李小红公社去报应。该老天有眼不放过坏人，让他们狗咬狗，没一个好东西。哈哈，奶奶你真可爱。薛灵燕回家吃过午饭后又去上工了，上午收拾完牛棚，下午还要去收拾牲口棚。突然一道阴影挡住了牛棚外的阳光，朝着他走过来。该死的丑八怪只配和牛粪在一起。来了。丑八怪，没想到我会这么快找你算账吧？别废话，进来。阴暗的牛棚里，薛灵燕那抹笑太恐怖了，不像是人，倒像是勾魂的厉鬼。丑八怪，这回村里一个人没有，我就是打死你都没人知道。他的拳头都没碰到薛灵燕就被他抓住，然后脚底下被绊了一下，自己就飞了出去。飞去的方向正是薛灵燕刚刚清理好的牛粪声，他想躲开，哪怕是摔在地上也比扎进这堆牛粪里强。可这已经不是他想怎样就怎样了，他精准无比的扎进牛粪筐里，整张脸都和牛粪来了一个亲密无间的接触。热乎乎刚出炉的牛粪把他脑袋整个埋进去，扑鼻的恶臭熏得他想去死。薛灵燕看到他挣扎开始无力后，才把人拎起来。王国胜得以呼吸，也顾不得嘴里的牛粪了，像是缺氧的鱼一样张大嘴拼命喘气。这一呼吸，牛粪就吸进肺里，中午吃的饭全喷出来，呛得他剧烈的咳嗽起来，几乎把肺都给咳出来。我求你，饶了你啊！就这么饶了你，也太便宜你了。薛灵燕眼神冷厉下来，小燕死得那么惨，她只受这么一点报应哪够？小燕，不要啊！看在咱们以往的情分上，不要杀我，咱们结婚，我娶你，结婚后你让我干啥我就干啥，还不行吗？你想得美，我会要你这只癞蛤蟆。目光扫到正在悠闲吃草料的老牛，薛灵燕唇边笑意更浓，她已经想好怎么收拾王国胜。看你的命了，该死那就死了。王国胜瞬间明白他啥意思，这是要杀人灭口。薛灵燕对着老黄牛屁股拍了一脚，吃了痛的老黄牛暴跳如雷的追出牛棚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王国胜玩命的跑，老黄牛哞哞叫着在后面紧追不舍，上演了一场人牛追杀大戏。快来人啊！王国胜破坏生产，把老黄牛放跑了。4个蹄子踩也比他2只脚跑得快，王国胜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了，还是被老牛追上。大黄一击不中，更加暴躁，头一低，哞哞叫着再次朝着他顶过去，眼看就要顶上，一道身影像闪电一样冲过来，也不知道他丢了什么东西过去，正好挡住了老牛的牛角，给王国胜逃走的机会。他爬起来，滋溜钻进老吕家仓房，关上门躲起来。谁呀？多管闲事，这都整不嘎王国胜，真是赖人活千年。郑世杰用行李包挡住了老牛，看着把人救下来之后，就想去拉老牛的缰绳，可他不知道愤怒的老牛有多恐怖。郑世杰想躲开，一眼瞥到正在旁边的薛灵燕，快闪开！薛灵燕没动，看了他一眼，本来满肚子我想看他热闹，但因为郑世杰这一份善念，他决定帮这个二愣子一下，怕牛伤及无辜。他拉着郑世杰朝后山跑去，两个合力把老牛安抚好后，薛灵燕准备扔下这个二愣子回去告王国胜黑状。你是谁家的姑娘？怎么救命之恩想以身相许？郑世杰没想到这姑娘这么大胆，顿时愣住。郑世杰不由仔细看着姑娘容貌，那一脸可怕的红疙瘩，看得人毛骨悚然。这是嫁不出去，想赖上自己。二愣子，我对你没兴趣。二愣子，愣子，我堂堂一个排长，虽然退伍了，但哪里像二愣子？刚想问清楚，就见薛灵燕已经洒脱离开，把他扔下了。郑世杰看他走后，也回家了。世杰，你回来了。大哥，世杰，你刚回村就立了大功，等爸回来我告诉他，让他去公社给你请功。不用了，有功也只是救了那个被牛追的男人，他自己还是被那个长满红疙瘩的丑丫头救了呢。大哥，刚刚回去喊你们的那个姑娘是谁家的？脸上长满红疙瘩那个？是，叫啥名？老薛头的孙女薛小燕，你咋还能不认识？小时候你不是总往薛家跑吗？怎么可能是他？记忆中的小燕胆小懦弱，
看到人话都不敢说。你走后不久，老薛头就死了，没过多久，小燕的妈妈也死了，李铁锤又娶了个女人回家。郑世明看到弟弟回家高兴，听弟弟问薛灵念情况，他就打开了话匣子，把发生在小燕身上的事跟弟弟说。小燕，你说王国胜去牛棚里打你，还把牛放开是吗？是，他说要报复我。你胡说，薛小燕，你害我！这一喊牛粪就进了嘴里，恶心的他蹲在地上。我害你？那你和大伙说说，为啥趁着村里没人的时候到牛棚？王国胜，你在村里没人的时候去牛棚干啥？以为我们大家都是傻子吗？会说不如会听，大伙都知道王国胜有多恨薛小燕。带走，先关到大队部，等大队长回来处置。不要啊，是小燕害我的，她要杀了我，牛也是她放跑的，不要关我，不要再把我关起来了。听到又要把自己关起来，王国胜哭着的喊起，被关押那2天地狱一般的经历，他可不想再经历一次。带走，弟弟活那么忙，你不上工还搞破坏。叔，我弟弟说是小燕要杀他，国胜不说谎的。你看小燕一点伤都没有，我弟弟满身的伤，一定是他恨我弟弟，不要他想杀了他报复。王局，王国胜不说谎，咋不承认和李小红的事？王局被噎得脸色涨红，他很想说弟弟和李小红啥事都没，但这话说出来他自己都不信，村里人就更不会信了。小燕，你就是在恨国胜，也不能这么害他啊！快告诉叔实话，你这样胡说会害死他的。你让我说什么？他跑来打我，还把牛放跑了害我，你还让我给他求情？王局，你们老王家人还能再卑鄙一点吗？王树强心疼地看着侄子，这傻孩子咋就不能等2天再去找小燕麻烦？这次好像谁也救不了他。叔，咋也得让我弟弟洗洗啊！你们俩看着他洗澡，洗完了就关起来。人散了之后，王局满眼恨意地看向薛灵燕，薛灵燕对着他勾起嘴角，笑得邪气清纯。这边的郑建设晚上才回来，跟着毛驴车一起回来的还有齐红星和民兵柱子。齐红星，你也别怪我，大队没这笔资金给你治病，你得退就听天由命吧。郑建设眸光复杂的对齐红星说，不敢对他表现出太大的同情。我已经把你的情况和公社说了，这1个月你不用再干活，至于口粮只能按平时的1半给，你没啥意见吧？没有，谢谢大队长。他们回到村里已经是半夜了，郑建设和柱子把齐红星抬回牛棚，就各自回家了。第2天一早，薛灵燕早早的来到牛棚。你回来了，比我想象的早1天。是啊，我是臭老九，大队长能带我去看病已经是仁至义尽了，不过给我放了1个月的假。才1个月？我这身份给1个月假就不错了。没遇到好医生，遇到的是仇人。最疼爱的徒弟洪亮，却是要置他于死地的人，说出来真是笑话。只因为洪亮想要自己祖上传下来的珍贵医书，自己不给，他就告黑状，让自己被打成臭老九。这次还故意把自己的矫治错位，可不就是仇人吗？我看也是，来吧，我给你治。他也没告诉齐红星忍着点，简单粗暴直接上手。好了，你做什么了？人家这么恨你。我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什么了，教徒弟教出仇人，我也算开天辟地头一人。那你看人的眼光有点差。行了，咱们继续。我得把接错的骨头再给你掰开，会很疼，忍得住吗？齐红星打了一个冷战，他硬着头皮点点头。哈，算了，我帮你一下吧。齐红星没明白他啥意思，就被薛灵燕按在昏厥穴，点晕了齐红星。薛灵燕利落地掰断他错位的骨头，然后重新接骨。接好后，薛灵燕就听到有人走进牛棚。薛灵燕从屋里走出来，就看到昨天那个二愣子站在牛棚里，东张西望的找。你来干啥？我来找你。找我？我跟你很熟吗？郑世杰愣住了，这姑娘说话是不是太不留情面了？想问问昨天到底是不是他放牛追王国胜，又陷害他的？潜意识里，他不希望小燕是那种工于心计的女人。牛棚不许外人随便进，出去。哦。郑世杰老实的答应，真就转身出去了。咦，我怎么就出来了？我还一句话没问呢。正在纠结到底要不要返回去，一道柔柔的声音响起：“郑大哥，谢谢你昨天救了我弟弟。”没事，为人民服务。国胜说了，没有你，他昨天就被牛顶死了。你是我弟弟的救命恩人，也是我们全家的恩人，真不知道怎么报答你好。王菊那双眼睛含着春水看着郑世杰，要不说老王家人都够冷漠无情的了。江采莲已经在公社关押着，王树人断了腿，在医院治病。王国胜一大早就被郑建设派柱子送去公社，破坏生产的大罪名，下场好不了。王菊竟然还有心思想他的婚姻大事，不需要。郑世杰觉得王家老的卑鄙无耻，小的始乱终弃，简直没一个好东西。怎么这么不近人情，连一句客气话都没有？那我不是白请假跑出来了吗？郑大哥，中午上工时间，你怎么跑回来啊？王菊慌了，他是请假跑出来的，万一郑世杰去告状，那自己的公分就没了。我这就回去。王菊走后，郑世杰又回头看向牛棚，看到薛灵燕拿着工具在干活，他眼前一亮，转身大步朝牛棚走回去。咋又来了？我是来感谢你救了我。谢我？怎么谢？郑世杰被他这么目光灼灼地看着，又想起昨天他那句大胆的话：救命之恩，以身相许。除了以身，你少打歪主意，老子已经有心上人了。
对你没兴趣。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那句我已经有心上人了，像是一把利剑，嗖的一声扎在他心上。给你个机会报答我救命之恩。你说，把牛棚和牲口棚的粪便清理干净，然后再用水刷一遍，咋地？劳动光荣知道不？不想干就出去。不是，心里有点后悔，早知道小燕让自己收拾牛粪，他就换一身脏衣服再来。郑世杰这边干着活，那边薛灵燕还不满意。你脱离劳动人民太久了，干活都没个干活的样。绣花呢？照你这么干，啥时候能把牛棚收拾干净？薛灵燕当了会监工，见他干得像模像样后，转身走了。他干啥去呢？奶奶，后来呢？后来呀，后来土匪就被你姥爷用大鞭子抽得满地打滚，再也不敢来咱们红星村了。杜奶奶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，慈爱的看着小天，这一幕是那么的温馨，那么的幸福。姐姐，小燕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又是捡的野鸡吗？奶奶都觉得奇怪，啥时候山里满地都是小动物，随手就能捡到了？啊，是郑世杰给的。薛灵燕差点又说是自己捡的，但一个借口不能反复用，他就把郑世杰搬出来挡雷。他为啥给你？为啥要给小燕送野鸡？难道是……小燕，世杰那孩子是不是喜欢你？太好了，奶奶就说你这么好的姑娘，怎么可能没好命呢？这不是苦尽甘来了，走了王国胜那个坏东西，来了一个有出息的世杰，奶奶给你们做媒人，一定把你风风光光的嫁到郑家去。奶奶您想多了，这是他为了报答救命之恩送给我的。啥救命之恩？就是昨天王国胜跑牛棚里，郑世杰自己没能耐，还非要逞能，差点被老牛顶死，还是我侠肝义胆救了他。这不是早晨就送来2只野鸡报答我。杜奶奶咋都觉得不对劲，但看到薛灵燕一脸嫌弃的样子，就没再问。奶奶中午您熬点鸡汤，我给齐红星送点去。另外，郑世杰给咱们送野鸡的事，不要和外人说，大队长媳妇小心眼会骂他的。奶奶知道，小燕这是心里有世杰了，不然咋怕他挨骂？薛灵燕不知道老太太误会的这么彻底，安排好家里的事，就进了柴房，拿着东西去了后山打猎。顾明恒昨天去医院，无意间听到齐红星腿断的消息，很担心，一大早就开车过来，赶在村里没人的时候，想给他送点药。顾明恒刚走到牛棚门口，猛地停住脚步，看着牛棚中对着牛粪奋战的郑世杰。营长退伍了，就不要再喊在部队时候的称呼，叫我恒哥吧。见是郑世杰，顾明恒身上紧绷的寒意散去，淡淡一笑。对，那我喊你恒哥了。能喊偶像大哥，他太荣幸了，满心的骄傲。你怎么？这不是退伍等待分配吗？反正待着也没啥事，就过来义务劳动了。哦，以前不是有个下放的人在牛棚干活吗？是，他腿摔断了，后来就派薛小燕过来干活，他有事回家了，我帮会忙。小燕是老薛家的孙女，恒哥你认识？郑世杰目光落在他手里的挎包上，鼓鼓的，好像装了不少东西。郑世杰眼中闪过疑惑，恒哥这是给谁拿的？给小燕带了点东西。郑世杰更怀疑了，一个男人送一个小姑娘东西，这代表什么？郑世杰可不相信顾明恒会喜欢小燕，他那一脸恐怖的红疙瘩，看得人毛骨悚然。他很可怜，是很可怜，就算可怜，和你也没关系啊。自己咋不知道恒哥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热心了？既然他没在这，我去他家看看。没想到会遇到郑世杰，即便是对曾经的手下，人心复杂。恒哥，我陪你一起去。不用了，你继续劳动，我自己去。是。看这情况，恒哥不只是认识小燕，关系好像还挺亲近。顾明恒拎着包找到小燕家，杜奶奶听到响动出来看。宏志，你找谁？找小燕。小燕怎么会认识这样的人？她去山里采猪草了，你先进来坐会吧。老太太打量完，觉得是个不能得罪的大人物，赶紧把人往屋里带。奶，鸡汤熬好了吧？给我装一罐，我得赶紧回牛棚给齐红星送去。门口传来薛灵燕的声音。杜老太太看了眼顾明恒，脸色大变。小燕，家里有客人。杜老太太急忙冲门外喊。齐红星的身份，谁跟他沾上边都得倒霉。薛灵燕听到奶奶的话，心头一紧，她也知道事情的严重性，忙一步跨进屋，想看看是谁来她家了。一进门，薛灵燕悬着的心一下子就放了回去，对着他灿烂一笑。顾厂长啥时候来的？正好炖了鸡，中午在我家吃饭吧。小燕，奶奶没事，顾厂长是自己人。我怎么不知道咱们什么时候成自己人了？我刚才的话还望顾厂长烂在心里。我什么都没听到。上路。薛灵燕的手就那么华丽丽的拍在顾明恒肩膀上，笑容更加明媚，声音里带着赞许，总有被他占便宜的感觉。这次来是给你送小麦种子的，还有1年级的书本。哈，你还真是言而有信。好了，我还有事。真不留下吃饭？顾明恒没回答他的话，大不留心的离开。小燕，这人你在哪认识的？奶奶，你不认识他了？不认识。哦，我忘了，上次请顾厂长吃饭您没来。小燕，这男人不是你能想的，跟咱们是2个世界人。奶奶，不要妄自菲薄，他长一个脑袋，我也长一个脑袋，咋就不是我能想的？
见孙女真喜欢刚才那个冷冰冰的小伙子，杜奶奶忧心忡忡地看着她。小燕，他一看就不好接触，冷得像冰块一样，那一身气势不可能在农村找媳妇。你不要把心放在他身上，不然会痛苦的。哈，不说这个，鸡汤呢？我得赶紧回牛棚了。已经装好了。杜奶奶见她没听进去，只得叹了口气，以后有机会再慢慢劝吧。小燕，小心点，别让人看到。知道了。薛灵燕笑着点头，抱着鸡汤罐子放进装满猪草的筐里，把罐子上面盖上了一层猪草，谁都看不出来里面有什么。回到牛棚，看到郑世杰挥汗如雨，刚把牛棚清洗干净。看到薛灵燕回来了，郑世杰停下手中的工作，看向她，眼中有几分不淡定，很怕自己干的活不入这姑奶奶的眼，又看到她嫌弃的眼神。不错，你可以走了。我累了一身汗，是不是应该说声谢谢啊？就算不说谢，说声辛苦了也行啊。咋地？不走还等我请你吃饭？我是差那一口饭的人吗？郑世杰更加憋屈地看着他。你一个大男人咋这么磨叽呢？快走吧，等下工的人回来，看到你在这孤男寡女的，影响我名声。你这副模样，别人不会多想的。薛灵燕见郑世杰看着自己不动地方，像是听不懂话似的。还不走？郑世杰深吸了一口气，不生气，不生气，好男不和女斗，衣冠不整，不像话。郑世杰差点没气吐血了。不好意思，我刚才干活的时候怕弄身上。行了，快走吧。他不走，自己怎么把鸡汤给老七头？等一下，我有事问你，就几句话，是关于昨天王国胜的，别误会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他来是搞破坏的，为啥还弄了满头满脸的牛粪？顶着薛灵燕冻死人的目光，郑世杰硬着头皮说完。想知道很容易，现场演示不就行了？郑世杰没明白啥意思。薛灵燕对着他命令：过去解缰绳。郑世杰瞬间头皮发麻，又想起昨天被大黄追着撵了半个村子的事。去啊！不用了。王国胜来接大黄，被愤怒的大黄一脚踹进装满牛粪的筐里，然后被老牛追杀。看，都不用薛灵燕说，郑世杰自己就脑补出画面了。我先走了。见他不回答，郑世杰垂头丧气地离开牛棚。二愣子，看你还敢不敢问了？再一次被薛灵燕抓住，这次他没客气，使了点力气。顾厂长，快来帮帮我！醒了？把这个喝了，我去给你望风。鸡汤。齐红星闻到浓郁的香味，不敢相信地看向薛灵燕。是。薛灵燕笑着点头。我对你这么好，总该给我治脸了吧？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从被打倒那天开始到现在1年多了，尝尽了人间凄苦，让他不相信陌生人会无缘无故地帮自己。礼下于人，必有所求。薛灵燕看出来了，自己不说实话，他不敢喝这鸡汤，索性和他摊牌。你先说，看我能不能做到。我这脸您应该能治吧？很难受，像是盖了层盖子似的，痒得我想把脸皮撕下来。齐红星松了口气，原来是为了这个，太简单了。可以。那就行，只要你治好我的脸，从现在到你腿好为止，我把你照顾得舒舒服服的。你再提一个要求吧。齐红星听到薛灵燕的话，心里有点发虚。本来已经答应顾明恒帮薛灵燕治脸，这不算报答。不用了，其他的我用不着你，你也帮不上忙，我只要不顶着这张脸就行。本来你治好了我的腿，我治好你的脸是两相抵了，但之前已经有人找我帮你治脸，所以我还欠你一个人情。现在我是还不了你这个情，但以后有机会了，只要不是杀人犯法、违背道德良心的事，我都帮你做。有人找你帮我治脸，谁呀？齐红星惊觉自己说错话了，咋就把实话说出来了？你别管了，总之我答应你一件事，你记着就行。好，我记着了。薛灵燕笑了，老头不想说，他也没有刨根问底，转身去门外帮着望风了。这边的郑世杰郁闷地离开牛棚，走了一段路，才想起来要请顾明恒吃饭的事，想回去问问小燕又不。郑建设陪着顾明恒刚从大队部里走出来，就看到了郑世杰。四杰，你在这干啥呢？航哥，我正要去找你呢，你咋和我爸爸在一起呢？公事。爸，二哥。郑美娇脸色羞红地跑过来，一双眼睛快粘在顾明恒身上了。顾大哥你来了。我和郑队长聊点公事。他怎么这样？我上赶着和你说话，能不能有点礼貌？郑建设侧身挡住闺女，这丫头肆无忌惮地看顾厂长，实在太不矜持了。美娇，上工时间你怎么跑回来了？我肚子疼。郑美娇扯了句谎话，实际上她哪里是肚子疼啊？王局回来告诉她顾厂长来了，她特意跑回家梳妆打扮找顾明恒。先回去上工，下午若真疼的不行，就去公社卫生所看看。都快放工了，我还回去干啥？郑美娇不满地嘟囔，身为大队长的闺女还不能搞特殊。那我告诉刘会计，今天别给你记工了。郑建设见说不动闺女，索性黑下脸，公事公办。顾厂长，中午就到我家吃饭吧，我这就回去杀鸡，中午给你做小鸡炖蘑菇吃，我做饭可香了。是呀，航哥，中午在我家吃饭吧，咱们好久没在一起喝酒了。郑世杰这个直男一点没发现妹妹在发浪，还以为自己妹妹懂事了呢，跟着一起邀请顾明恒。不了，改天来城里我请你。顾明恒面无表情地拒绝了郑世杰，如果没有郑美娇，他还可能去郑家吃饭。别呀，都到我家了，
咋还能过门不进？营长，这可不是在部队时候了，咱们已经转业了，赏个光吧。是啊，公事还没聊完呢，咱边吃边聊。郑美娇脸颊娇红，热切地看着顾明恒，这下你没有拒绝的理由了吧？大队长，薛灵燕跑过来喊郑建设，及时的帮顾明恒解围。娇燕，啥事啊？丑八怪跑来嘚瑟啥？敢坏我好事，饶不了你！哼！不过红花需要绿叶衬，有这个丑八怪做对比，顾明恒一定会觉得我是天仙。齐红星想上厕所，能不能派个男的扶一下？啊，行，一会儿我派人过去。他憋不住了，我去看看。顾明恒正好想见齐红星，这是个机会，直接跟着薛灵燕走了。顾厂长，齐红星是臭老九，你怎么能去管他呢？爸，我过去看看。爸，你怎么不为我想想？想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别好高骛远。再说，你知道人家有没有媳妇？村里这么大年纪的男人，孩子都满地跑了，啥都不知道就剃头挑子一头热，没看出来人家不愿意搭理你们？不可能，他不可能结婚了！你不帮我，我找二哥。郑美娇恼羞成怒，朝着牛棚追过去。回来，你给我回来！没你这么当真的，不帮我还拦着我。这边父女俩闹得不可开交，那边顾明恒跟着薛灵燕来到牛棚，屋里齐红星已经快憋不住了，脸色涨红，使劲夹着腿，感觉随时都会尿裤子。齐红星，这是顾厂长，他来帮你。好，麻烦您了。不客气，我背你。齐红星也没扭捏，抬手去勾顾明恒的脖子，腿脚不便，动作就很吃力。我来吧。顾明恒只得站到一旁。薛灵燕瞅了眼郑世杰，不客气地把齐红星放在他背上。傻小子有力气，不用白不用。郑世杰刚背着齐红星去外边，门外冲进来一道红色的身影，气势汹汹。丑八怪，刚跟王国胜退婚，就来勾引顾厂长，真是个狐狸精。薛灵燕眼神一厉，抬手抓住郑美娇手腕。丑八怪，放手！你放手，疼死了！郑美娇气的又抬起另一只手朝薛灵燕脸上抽，再次被薛灵燕抓住。这次他没客气，使了点力气。顾厂长，快来帮帮我！顾明恒冷着脸站在一旁，仿佛没听到一样，朝着门外走去。顾厂长，顾厂长，不要脸的人是你！刚刚在顾厂长面前发浪，现在又像是一个豆腐一样跑到我这撒泼，我给你脸了！他的靠近让郑美娇打了一个寒战，那一脸恐怖的红疙瘩，可千万别传染给自己。滚开，别碰我！郑世杰背着齐红星回来，听到妹妹的尖叫声，急忙背着齐红星进屋。看到的画面是小燕和妹妹分开站着，也没咋地啊。二哥救我！我的脸，他传染我了！郑美娇哭得语泪纷飞，看到二哥像是看到救星一样，朝他喊：“没事，不传染。”薛灵燕见好就收，郑世杰进屋，他就松开了郑美娇，含着脸站在一旁。二哥，他打我，打他，打死他！丑八怪想勾引顾厂长，臭不要脸！郑世杰看到薛灵燕冰冷的眸子，被他误以为是因为妹妹伤害了薛灵燕了，他在自我保护。美娇，别胡闹！我没有胡闹，二哥，你不疼我了吗？他欺负我你都不管，我看到的是你欺负他。我哪有欺负他？你看我胳膊都快被他捏断了，他还说要把脸上的疙瘩传染给我，让我变得和他一样丑。他要打我耳光，我还不能拦着吗？谁看到我打你了？你胡说八道！我看到了。你干啥帮他？郑美娇被宠惯了，已经把顾明恒视作是他的对象。我出来了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害我叔家，还敢欺负郑美娇，今天不教训你我就不姓王。郑队长，您应该好好约束一下家属，不要给咱们的合作制造不必要的麻烦。这不就是说他教女不严吗？就差明说美娇没有家教了。一向注重脸面的郑建设狠狠瞪了眼闺女。美娇，回家去。我不，爸，这个丑八怪打我，他还勾引顾厂长，死狐狸精，臭不要脸！郑美娇看到爸爸来了，更感到胀腰了，不止不肯听郑建设的话，还指着薛灵燕骂：“爸，你告诉他，不许再勾引顾厂长。”郑队长，您真是好家教。郑建设老脸涨红，也觉得闺女实在太过分了，哪有小姑娘张嘴闭嘴的骂人狐狸精的？回家去。我不走，爸，你把丑八怪送到公社批判去，他是不要脸的狐狸精。滚回去！郑美娇被打了一个趔趄，朝着顾明恒怀里撞过去。顾明恒冷沉着脸闪开，郑美娇重重的摔在地上，捂着脸不敢相信的看着郑建设。爸，你打我，我告诉我奶去，我告诉我妈去，你打我，你为了这个丑八怪打我。航哥，真对不起，我妹妹被娇惯坏了。郑世杰，是营长。你接受组织教育这么多年，还如此不明是非，仗势欺人，污蔑造谣，败坏别人的名声，这是不懂事吗？这是道德败坏。是。郑建设很难堪，今天闺女把他的老脸都丢尽了。顾明恒这些话简直是在打他的脸，可谁让闺女说那些混账话呢？顾厂长，我以后一定好好约束美娇，不会再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了。您不用和我道歉，受委屈的是小燕。小燕受委屈了，叔给你赔个不是，等我回去教训美娇，一定让她给你道歉。叔，没事，我一个没爸没妈护着的孩子，被欺负已经习惯了，您不用和我道歉。演戏，咱是认真的，走小白莲的路，让小白莲无路可走。小燕，别这么说，以后美娇再敢欺负你，你就来找叔。郑建设看到小燕这被欺负了还不敢说的样子，更觉得闺女做的过分，忙拍着胸脯对她保证：“谢谢叔。”不管怎么说，大队长还是好人，一码是一码。薛灵燕不搞株连九族那一套，
顾明恒深深地看了薛灵燕一眼，他那双清澈的大眼睛湿漉漉的，有泪不敢流，很可怜。他会遭遇这无妄之灾是因为自己，他应该为他做点什么。小叶，你弟弟上学的事，我帮你联系学校。真的，谢谢顾厂长。等我消息。好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能用上我的地方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。薛灵燕一高兴，双手抱拳，又用上在前世当土匪的礼节。郑队长，咱们去水区看看，明天我就把技术人员派来，砖货水泥我来采购，剩下的就要郑队长多费心了。好。郑建设见顾明恒不再生气，瞬间松了口气，马上陪着笑脸点头。郑美娇哭着跑出牛棚，她委屈极了，使劲地擦着眼泪，头也不抬地往家里跑。美娇，你怎么哭了？谁欺负了你？告诉我，我给你出气。关你什么事？怎么不关我事？欺负你就是欺负大队长，就是欺负咱们红星村。王国平装得一脸正义凛，心里暗暗惋惜，刚才自己怎么没有抓紧这个机会。你真要帮我出气？真的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都在所不辞。好，你帮我教训一个人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我正好要找那个小贱人算账呢，一个丑八怪把我们老王家闹得鸡犬不宁，害了国胜和婶子被抓到公社。郑世杰刚离开牛棚，就看到妹妹和王国平不知道在说什么。郑世杰对王国平印象不好，他为人阴险，好狠斗勇，在村里名声不好。二哥，谁是你二哥？王国平吓得一缩脖，尴尬的陪着笑脸。回家去。呵，就知道欺负我。回去。我告诉奶奶去，你们都欺负我。郑世杰也没心情去哄他，瞪了一眼，还抻着脖子看郑美娇的王国平。别打美娇主意。二哥，你看你这说啥呢？滚蛋！王国平用力握了下拳头，换做别人敢这么和自己说话，早揍死他。为了郑美娇，这口气他忍下了，现在一肚子火马上朝牛棚走去。丑八怪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老爷子，我先把找事的赶走。小燕，别硬碰硬，吃亏。腿伤了，他连帮他去喊人的能力都没。没事，我出来了，你想怎么样？你害我叔家，还敢欺负郑美娇，今天不教训你，我就不姓王。王国平一脸凶光，拎着铁锹，恶狠狠地朝着薛灵燕头上挥过去。薛灵燕简单粗暴地抓住他的胳膊，把王国平朝大黄脚底下狠狠摔过去。既然是兄弟，待遇就得一样，一起品尝牛粪的芬芳吧。丑八怪，老子今天不打死你都不姓王。大黄回头看到撞到自己后腿的王国平，暴脾气的大黄哪里会惯着他，抬起有力的后蹄把王国平踢飞。王国平遭受重击，惨叫着落到地上，他在那半天都没爬起来。放工的钟声响了，村里人三三两两的我算你好运，不然今天非让你抽筋扒骨不可。王国平同样害怕，一是怕被大队长发现自己来找小燕麻烦，二是他现在满脸牛粪，被村里人看到他以后怎么见人。丑八怪，不许喊！救命啊！王国平要杀人了！他张开嘴，发出让王国平绝望的喊声，边喊边往外面跑。王国平急得往牛棚后面跑去，可他肋骨被老牛踢伤了，跑的速度就受了影响。老王家一个一个的没完没了，欺负我们老薛家没人吗？王树强，你给我出来！他也算是反应快，看到地上的铁锹，眼珠一转，马上帮儿子找到借口。小燕，你误会了，国平怕你辛苦，是来帮你干活的。你这孩子，国平帮你，你咋还乱喊呢？王树强眼中闪过得意，很满意自己扭转乾坤，改变舆论。叔，我又不是傻子，帮我干活还是打我，还能不清楚？王国平进来就喊我害了他叔家，今天不打死我都不姓王，都不容我说话就举着铁锹来打我，不是他自己脚滑摔的，这会我已经见阎王了。王树强被问得脸色一沉，没法辩解，拿着铁锹打人和帮人干活咋都编不到一块。王树强，你们老王家一次次的欺负小燕，是不是以为没有人护着她？我今天把话撂在这，欺负小燕就是欺负我们薛家。叔，没有，可能是国平被人挑唆了。小燕啊，叔给你赔礼，你别怪国平，我回去就打他给你出气。叔，光道歉就行吗？那我要是被杀死了，你一句道歉，我能活过来吗？小燕，杀人不过头点地，叔已经给你道歉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我想要公道。王树强被看得心里发凉，都没敢问他想要啥公道，就怕激怒他，说出一发不可收拾的话。都围着牛棚干啥呢？下工不回家吃饭。郑建设一眼看到心虚的王树强，以及满脸悲愤和决然的薛灵，怎么又是他？有一种心力交瘁的感觉。怎么回事？大队长，王国平要杀我，帮我报官吧。薛灵燕看到郑建设来了，眼泪刷一下就落了下来，看着是惊吓过度过后放松下来的崩溃。别呀，小燕，国平就是一时糊涂，报啥官啊？叔帮你出气，一定帮你教训那个混小子。郑建设看着他俩没说话，这2天村里出的事情已经够多了，心中对薛灵燕也有一点小意见，竟给自己出难题。建设，国平趁着牛棚没人拿着铁锹要打小燕，你看怎么处理吧？二叔公，现在是农忙季节，见水区都忙得我焦头烂额，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在村里解决行不？郑建设面色为难地对二叔公说，还搬出农业生产的大帽子，
王树强听到郑建设的话松了口气，只要不闹到公安局都好说。也行，我们就听大队长的。那你说怎么解决？王树强，你饺子不言也有错，说怎么补偿小燕？我给小燕10个鸡蛋做补偿行不？王树强知道不出血是不行了，只得咬牙说出他家的赔偿。小燕，你看呢？在郑建设看，这也就行了，毕竟小燕也没受伤，就是被吓了一跳而已。我不同意。小燕，差不多得了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咱都一个村住着，别闹得太过分。我怎么过分了？你们老王家是地主老财吗？命差点没了，还不许我反抗？好了，小燕，说你的要求。郑队长，这是杀人未遂的行善，不是邻里间的吵闹，大队不能私自处理。顾明恒迈着矫健的大步走进人群，冷沉的声音像是冰霜砸在王树强头上。你又不是我们村里人，别多管闲事。这事我管定了。薛灵燕双眼放光地看着顾明恒，这是他又一次帮自己了。咋觉得他像是齐天大圣孙悟空，每次在自己有难的时候，他都驾着筋斗云来救自己。顾厂长，现在生产的关键时刻，这种邻里打架的事都闹到公安局去，我们村落就甭干别的，一天就处理这些事得了。郑建设一时被他的气势压住了，尴尬地皱了下眉，感觉自己大队长的权威受到了挑战，可又不能对顾明恒表达不满，只能把怒气撒到王树强身上。你活该，谁让你不教好孩子？主子带人去抓王国平。别呀，大队长，别，小孩子不懂事，把他抓了不是毁了一辈子吗？王树强吓坏了，拦着郑建设说好话。郑建设黑着脸不理他。大队长，咱们红星村什么时候换大队长了？王树强阴阳怪气的话把郑建设气得满肚子，狠狠瞪了他一眼，心里也有些不舒服。之前在牛棚里，顾厂长就一点面子没给自己留。爸，这事不能私了，得给王国平一个教训，不能让他无法无天。主子还等什么？去抓人！郑建设瞪了儿子一眼，连他也跟自己唱反调，但至少儿子插话了，自己就不是被顾明恒命令着做事，心里舒服多了。柱子自己抓不住王国平，我跟着去。薛灵燕忍不住多看了他一眼，实力互媚的好哥哥。顾明恒见事情已经有结果了，就不再多停留。恒哥，这就走啊？有没有想去的单位？郑世杰眼前一亮，恒哥这是想帮自己找接收单位吗？我想还在您手下工作。好。顾明恒也没给他承诺，只说一句好就走了。郑世杰知道恒哥这是答应了，他兴高采烈的回去给爸爸报喜。你呀，还是当大队长的呢，连自己的闺女都不护着，就知道打自己家孩子。咋地？小燕是你亲闺女啊，你为她打娇娇，娇娇不哭，奶奶骂你爸爸给你出气哈。郑建设是孝子，被老妈骂也不敢还嘴，黑着脸坐在炕沿上，看着闺女脸上的巴掌印也心疼。建设，妈说的没错，哪有当爹的帮别人打自己闺女的？美娇长这么大，我们连一根手指都舍不得碰，你凭啥给打？妈，你错怪我爸，美娇自己口无遮拦，诬陷造谣，还不肯承认错误。爸身为大队长，秉公处理没有错。郑老太太虽然疼郑美娇，但最稀罕的还是郑世杰，认为他有出息，能给老郑家光宗耀祖，所以对他的态度和对儿子完全不一样。我乖孙子回来了，快来上奶奶身边坐。奶奶，爸爸当着丑八怪打我，我没脸见人了。好，一会儿奶奶再骂他。哎呦，好了，别哭了，再哭就不好看了。妈，美娇骂小燕狐狸精，还说她勾引顾厂长，这话是随便说的吗？这话是过分了啊！奶奶，美娇，你也是大姑娘了，这话咋能随便说？你以为是败坏小燕名声吗？其实是败坏你自己。外人只会说咱家没家教，再不许这么说了。郑美娇本来是想让奶奶给自己出气的，没想到她也跟着爸爸一起说自己，当下委屈的大哭。你们都欺负我，都欺负我！别哭了，女大不中留，赶紧给美娇找婆家。也对，美娇都19岁，再不找婆家就是咱们没正事了。行，我有喜欢的人了，除了他我谁都不要。郑美娇怕奶奶和妈妈胡乱给自己找一个男人嫁出去，急忙表明态度。美娇，你这是自不量力，追恒哥的漂亮姑娘有的是，他都没看上，能看上你？因为她是自己亲妹妹，才没说那句癞蛤蟆想吃天鹅肉。他们不如我。郑美娇一脸骄傲的扬起脸，被那些追求者捧的以为自己是天下第一的美女，根本没把二哥说的那些姑娘放在眼里。你别做梦了，顾厂长烦你都烦成啥样了，睁眼都不看你，还在这痴心妄想。郑建设听到闺女这不知羞耻的话气坏了，也没给闺女留脸面，直接骂起来。奶妈，你看我爸和我二哥，他们不帮我还骂我。你咋这么说娇娇？他顾厂长也不是皇帝老子，凭啥瞧不上咱美娇？牛不喝水，你还硬按着吗？咋地？美娇喜欢顾厂长，人家就得喜欢他，你这什么思想？哪有这么说自己家闺女的？奶奶，娇这件事奶奶也不能帮你。自古乡女配夫，讲的是门当户对，
不要想着去高攀别人，更不要人家看不上还硬贴上去。咱农村人就找一个农村小伙，你爸是大队长，他家还能高看你一眼。那种高门大户，你若是嫁进去，得仰着头看人家的脸色，日子不好过。郑建设见老娘看得通透，没有由着美娇的性子，松了口气。啥门当户对，那是风姿修的打倒。现在是新社会了，人人平等，咋就高攀了？我是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。那也得人家看上你才行啊。郑世杰没想到妹妹这么强词夺理，沉下脸不客气地点醒她。都是因为小燕，她勾引顾厂长，在她面前败坏我，顾厂长才生我气的。你再骂一句，你打我。打得对，你太不像话了。一会儿跟我去给小燕道歉。郑建设看到闺女苍肿的脸，也有点心疼，但还是硬下心肠命令她。郑美娇疯了一样大哭，捂着脸冲出去。这边郑家闹得不可开交，那边王树强和郑大华堵着薛灵燕不让她走。小燕，咱可都在一个屯子住，你真想和我家作对吗？薛家还能总护着你，叔劝你得饶人处且饶人，别不给自己留后路。威胁我？不是，只要你不告国平，以后我会约束他，不让他再找你麻烦。不可能，惹了我就别想好。王树强被气得要吐血，死丫头油盐不进，咋这么难斗？滚蛋！爸，柱子，这咋还滚上了？郑大华看到自己最稀罕的老儿子被五花大绑，心疼的眼泪都掉了下来，过去想给儿子解开，被柱子拦住。婶子，这可不行。见周把式把毛驴车赶过来了，就跟柱子俩把王国平往车上扔。别，轻点，别把孩子胳膊弄断了。薛灵燕眉梢一挑，冷着脸走过去，趁着他们在撕巴的功夫，点了王国平的穴。爸，救我！帮我叫大队长，我有话对他说，他听了就不会抓我了。王树强听了儿子的话愣了下，不过马上想到儿子这是想求郑建设，心里苦笑。郑建设现在是黑脸包公，自己去求他都没用，更不可能搭理国平了。你真不肯放我儿子？不放，有本事你就给老子使出来，别在这逼逼。叔，婶子，你们再干扰就是给王国平罪加一等。儿子，郑大华哭成了泪人，一声一声的喊儿子，就好像生离死别一样。小燕，你要想清楚。王叔，啥意思？威胁小燕呢？报案、询问、做笔录，忙活了将近1小时。小燕，到公安局你该怎么说就怎么说，别惯着他，谁敢欺负你，三哥第一个不答应他。好，三哥，今天我记住你了，以后只要你的事，我薛灵燕两肋插刀，在所不辞。就这样，在王树强心疼的目光和郑大华的哭嚎声，周把式挥舞手中的鞭子，赶着毛驴车走了。报案、询问、做笔录，忙活了将近1小时，只属于寻衅滋事。王国平就拘留15天，不能判刑。薛灵燕走出派出所的时候，一脸的懊悔。小燕，走，柱子哥请你吃馄饨去。柱子看到薛灵燕情绪低落，有些不忍心，走过来笑着对他说：“不了，谢谢柱子哥，应该我请你和周叔。”薛灵燕就开始找饭店，她看了这街面上只有这么一家饭馆，再就是街边的摊位了，没得选。周叔，柱子哥坐。干什么呢？谁让你们做的？柱子和老周屁股刚挨到长凳上，一个女服务员就冲了过来，声音尖利的好像被踩了尾巴的老猫。土包子，一身汗臭味，谁让你们进来的？你聋了？让你起来没听到？我听不到狗叫。你骂谁狗？起来，你给我滚出去！还没等他碰到薛灵燕，就被揪住手腕，感觉像是被针扎了一样。啊！丑八怪，放手！给我客气的说话。薛灵燕手上加了力道，女服务员疼的脸都白了，看到薛灵燕眼中的狠厉，吓得她不敢再骂，老实的点头。点菜，在这吃饭得有粮票和钱。服务员看着自己被攥红的手腕，到底没敢再嚣张，小心翼翼地对薛灵燕说：“狗眼看人低，钱、粮票还要啥？”一把钱里有好几张大团结和一沓花花绿绿的粮票，把服务员看愣了。这几个乡巴佬穿得破破烂烂，咋一下子能掏出这么多钱？够了，别瞧不起农村人，我们和你们一样都是劳动人民，没我们种地你得饿死。也别以为自己比别人高贵，主席说了人人平等，咋地？你连他老人家的话都不听了。薛灵燕四平八稳地坐在那，给他上了一课，教他做人。说得对，说得好。一个人精神炯炯，很有派头的老人家，很是赞同这个小姑娘的说法。服务员在大家的哄声中脸色涨红，尤其是看到老爷子那派头，一看就是大干部，他就算不高兴也不敢呛声，老老实实的去拿菜谱。老爷子不嫌弃，过来喝一杯。哈哈，好，喝点。老爷子也没扭捏，朗声大笑着走过来。他很欣赏薛灵燕，别看是农村的小姑娘，身上那股气势却让人不敢小觑，不卑不亢，胆大泼辣。柱子和老周面面相觑，刚刚那个气势凌人的小姑娘是他们认识的小燕吗？柱子哥，周叔，坐呀。柱子和老周这才敢小心翼翼地坐在凳子上，眼睛都不敢四下看，闻到阵阵肉香，肚子咕咕叫起来，两人脸都红了，窘迫死了。小姑娘叫什么名字？哪的人？我叫薛小燕，红星村人。红星村。顾颖川挑了下眉，眼眸微闪，嘴里重复了一遍。对，红星村，老爷子去过。去过，
山清水秀是个好地方。是啊，山清水秀，有空去我家坐坐，请你吃野鸡。人就怕对脾气，薛灵燕觉得这老爷子特别和她眼缘，就邀请老爷子到家里做客。哈哈，好，一定去。顾颖川太喜欢这个豪迈的小姑娘了，有一种遇到忘年之交的感觉，朗声大笑着答应了服务员，把菜谱递给薛灵燕，拿着个本子小声请她点菜。老爷子您点。哈哈，好，我点。小姑娘真有趣。老爷子已经看出薛灵燕不认字，却没有揭穿，拿起菜谱看了看，4个人点了4道菜：红烧鸡、溜肉段、椒汁鱼，再来一盘木耳炒大葱，3屉牛肉蒸饺。顾颖川说着，服务员记着，不时地偷看一眼薛灵燕。这一顿饭可不少钱啊，他舍得吗？这老头咋这样呢？说请客他就真不客气。小燕，柱子小声喊薛灵燕，他得提醒他别让人吃冤大头。薛灵燕看出柱子和周把是担心什么，他一摆手阻止柱子往下说：有肴无酒不叫请客。哈哈，好。越来越觉得这姑娘对自己脾气。服务员来2瓶2锅头。老周和柱子互相看了眼，眼神里都透着焦灼。很快饭菜就上来了，薛灵燕满意的看着桌上的饭菜，要不说的是大饭店呢。来，呵。薛灵燕和老爷子那叫谈的一个投机，古往今来的天南海北就没有薛灵燕接不上的话。好，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，咱们后会有期。好，后会有期，老爷子一定要来红星村找我。哈哈，好。小燕，你让这个老头骗了，这么一大桌酒菜不得几10块钱啊？没事，有钱难买高兴，认识这个朋友值得。哎，有钱也不是这么花的呀。叔，柱子哥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去算账。服务员，结账。已经给完钱了。给完了。谁给的钱？就跟你们一起喝酒的那个老爷子。哎，倒是我们以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了。把钱拿出来。干啥的？薛灵燕兴奋的双眼放光的看着他，感觉太亲切了。没想到重生到60多年后还能遇到同行。别废话，把钱和粮票都拿出来，不然我要你的命。小子，知道什么叫虎口拔牙吗？男人感觉他的笑起来那么瘆得慌呢。不许笑。好啊，敢和老子喊。拿钱。谁给谁钱？薛灵燕笑嘻嘻的问他，那双眼睛里放出来的光让男人心里发慌。别给老子装神弄鬼，赶紧拿钱。哎呀，疼，放手。男人就感觉手腕仿佛是被铁钳子钳住，疼得他脸都白了。男人知道自己是遇到茬子了，态度马上软了下来。顾奶奶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您老人家，求你放过我这一次吧。这么快就怂了？道义有道，自己前世当土匪的时候有3不抢：老弱病残不抢，好人不抢，穷人不抢。所以虽然他是土匪，但他从不认为自己是坏人。但是这个男人显然是没有职业道德。顾奶奶，我再也不敢了，只要你放过我这一次，我一定洗心革面，做个好人。薛灵燕先一掌将人打晕，去公安局录口供耽误时间，现在他还有重要事情，办完事再处理他。小心点，这几天稽查抓得紧。有人从胡同里小声说话，薛灵燕听到了眼前一亮，先把男人丢进衣针。两人看起来很紧张，东张西望，脚步匆匆，像做贼一样。薛灵燕就一路跟着这两人。薛灵燕去黑市买了这么多好东西，吃喝是不缺了，唯独没有学习用品。小婷马上就要去上学了，顾厂长是给拿来一些文具，只是用不了多久就得用没了。好不容易来一次城里，得多给弟弟买一些笔和本回去。同志，我想买点小学生用的笔和本。售货员看了薛灵燕一眼，见是一个穿着土气的农村姑娘，她也是出身农村，倒是没有像其他售货员那样高高在上。要填字格还是算术本？大姐，我没念过书，不知道需要买啥，您给介绍一下吧。要是1年级的话，就买这种拼音填字格和算术本，3分钱一本，铅笔1分钱，橡皮和铅笔刀有没有？没有的话也得备齐了。橡皮1分钱，铅笔刀也是1分钱。文具盒可买可不买，能省点钱。那这本子应该买多少？让小孩节省点用，反正面都可以写字，都是铅笔写的，还可以用橡皮擦下去反复用。就算这样节省着用，1学期算术和拼音至少也得用10本。谢谢大姐，我每样要20本，铅笔、橡皮、铅笔刀全要。薛灵燕可不想让弟弟那么委屈，照着售货员说的多要1倍，让小婷敞开了用。啊，好。售货员略有些震惊的看了他一眼，小姑娘花钱大手大脚的，给小婷买本。顾厂长，咱俩还真有缘呢，没想到在这买东西还能碰上你，你也来买东西吗？他其实根本不是来买东西的，只是看到他进来就跟进来。你买啥？我帮你排队去，放心，我可能挤了。听到心上人也是来买东西的，薛灵燕顿时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。不用，我买完了。哦，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什么好消息？我给小婷联系好学校了，你们镇里的幸福小学，周一去报到。哇，太好了，顾大哥，太好了，你是我们姐弟的恩人，我一定要好好报答你。
不用，弟弟总算可以去念书了。薛家也是要出状元的人家呢。售货员见薛灵燕光顾着和顾明恒聊天，有说有笑，都忘了去付款了。小姑娘的眼睛看小伙子的目光熠熠发光。小姑娘，你快去付款吧，我这边给你把本子包起来。好，顾大哥，我去交款了。好。顾明恒点头，都没注意到薛灵燕啥时候开始把顾厂长改成亲热的顾大哥的。我交完钱了，好多啊。怎么来的？跟周大叔他们坐车来的。他们人呢？回去了。哎，咋回去呢？薛灵燕这才意识到他在关心自己，马上表现出愁眉苦脸的模样，看着手里的一大包本子，自言自语：这样吧，你找一处阴凉的地方等我，下午要去你们村送红砖，把你收回去。红砖他已经联系好了，只需要砖厂送到红星村就可以，不需要再跑一趟，纯粹是为了把薛灵燕送回去。太好了，谢谢顾大哥。薛灵燕脸上瞬间绽放笑容，刚刚的愁容就好像不存在似的，笑得那叫一个甜哟。送走顾明恒后，薛灵燕找了个地等他。叔，小燕在这呢。柱子的大嗓门把薛灵燕吓了一跳，这咋跟抓住小偷一样激动呢？我们可找到你了。叔，柱子哥，你们没回去？薛灵燕没想到他们会在这大热天的满街找自己。你们对小燕的好，我记住了，以后有需要小燕的地方，你们尽管开口，小燕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这算啥？咱一起来就一起回去。东西买完了吗？买完咱得抓紧回去了。叔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在这等人呢。等谁呀？我买完东西碰上顾厂长了，他说要去咱们村送红砖，看我买的东西多就说一会，顺便把我捎回去。我不能跟你们走，不然顾厂长还以为我出啥事了呢。薛灵燕简单解释一句，她舍不得这个和顾明恒独处的机会，只能让周把式他们先走了。那好吧，我们就先回去了，东西放车上吧，我给你带回去。不用了，一会儿放顾厂长车上就行。毛驴已经够辛苦了，少拉点东西就少吃草料。薛灵燕摇摇头，不是不相信人，而是一会儿没办法对顾明恒解释买的东西哪去了。好吧，那你小心点。周把式和柱子想的有点多，以为薛灵燕怕他们把好东西给贪了去，也就没有再坚持。顾明恒和小燕刚走，两个中年女人就走了过来。高姐，快看，那是不是你家老二？他咋和一个姑娘在一起呢？你家老二是不是处对象了？没有啊，昨天我公公还催他找对象呢，没听明恒说他有对象了啊。高姐，我可要提醒你一句，那姑娘看穿戴是农村出来的，你家条件好，她肯定是为了攀高枝赖着你儿子。咱城里人可不能找个农村姑娘，不然将来生孩子都是农村户口。不会的，应该不是明恒对象，也许是他单位的同志吧。高红艳声音有些不确定，被蒋来凤说的心里没底。她倒是没有门第观念，但也不想找个农村媳妇。高姐，要我说快点安排你儿子和我侄女见面吗？他看到铁梅长得那么漂亮，就不会再和这个农村姑娘交往了。行，我回去和明恒说一声，找个时间安排他们见面。高红艳终于下决心，以前自己太顺着儿子了，现在可是迫在眉睫，不能再由着儿子的性子。半个小时后，顾明恒就把车开进红星村。薛灵燕不怕他看到自己给齐红星送拐杖，把东西拿好后，在顾明恒的注视下走进牛棚。老头，我回来了，看我给你带什么好东西了。拐杖？说对了，奖励你点好吃的。薛灵燕开朗了一笑，把身后的背篓放到地上，边说边打开背篓盖子往外拿吃的。闻闻，香不香？回答他的不是齐红星的话，而是他肚子里的馋虫。不好意思，你先吃着，我再给你拿。你脚伤了，喝点红糖水能活血，这包糖你藏好了，饿极了就拿出一块含着。谢谢。谢啥？我是为了治好脸才帮你的。没来牛棚之前，他想的是接近齐红星，让他帮自己治脸。但是来牛棚之后，他觉得齐红星太可怜了，同情他孤苦无依又断了腿，就想帮他。哈，好。他心里明白，小燕给自己治好了腿和治脸已经互相抵，他就是在帮自己，还不想让自己觉得欠他的。小燕，上午的事叔没帮到你。那点小事我自己就能解决，幸亏你没帮我，不然会给你自己惹麻烦。薛灵燕无所谓的摆摆手，虾兵蟹将他还没放在眼里，来闹事打回去就得了，一顿打不老实就2顿，当沙包打着玩。你记住，以后再有这事你也不许帮我。我也帮不上忙。谁说你帮不上了？我想学文化，你教我吧。好，只要你想学，我就教你。好，师傅在上，受徒儿一拜。薛灵燕笑了，她最尊重有学问的人，也特别想做一个有文化的土匪。师傅，你先吃蛋糕顶顶饿，等晚上没人的时候，我给你送饺子来。你还是喊我老头吧，喊师傅被人听去又是一场麻烦。那行，齐老头。哈哈，齐老头，我得赶紧走了，不然一会儿大队放工被发现就麻烦了。好，晚上不用来送饺子，你们姐弟也不容易，留着自己吃吧。我走了，晚上再给你送来。薛灵燕不等他再拒绝，就急匆匆的走。这边的顾颖川刚到家就拿着喷壶花浇水，旁边的儿媳在叽叽喳喳的说着什么。
爸，我都说了半天了，您倒是给句话啊！我觉得你是杞人忧天了。且不说明昂会不会找一个农村姑娘，就算他找了又能怎么的？哎呀，您怎么不明白呢？老秦家和老严家都被农村亲家闹成啥样了？找个农村亲家以后，咱家别想有消停日子过。高红艳见公公好像一点不担心，急得脑壳疼。小高同志，我觉得你这思想有问题啊！农村怎么了？我就是农村出来的，怎么城里就都是好人，农村就一个好人都没有了？别忘了，咱们吃的粮食都是农民辛辛苦苦种出来的，真不知道你哪来的高人一等的感觉。爸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娶媳妇不得门当户对吗？高红艳自从进顾家门，还没被公公这么严厉的教训过，被训得脸通红，尴尬的解释：别把封建那一套搬到新社会，现在是人人平等，以为是旧社会呢，还分什么阶级等级？爸，您咋把阶级都搬出来了？高红艳感觉深深的无力，咋和公公沟通这么吃力呢？我劝你不要去干涉民航找对象的事，只要他找一个志同道合的媳妇，不管是农村的还是城里的，咱们都应该支持。见儿媳妇被自己训得垂头丧气，顾颖川放缓了语气。高红艳见自己说不通公公，就给大儿媳妇使了个眼神。爷爷，我觉得妈的担心是有道理的，倒不是农村姑娘都不好，但万一遇到一个不讲理的人家，那真是很闹心的。前2天我们科来了一个没结婚就怀孕的农村姑娘，哎呀，那个闹啊，公公不讲理，娘家妈也不是善茬，拿着刀把亲家追得摔断了腿，闹得公安局都来了。爸，娶妻不贤，祸及子孙后代，真摊上这么个亲家，老顾家可就家无宁日了。听到儿媳妇说的话，高红艳打了个寒战，更坚定不能让儿子找农村媳妇了。我相信民航的眼光，他看中的姑娘差不了，农村姑娘也有好的。今天我就遇到一个好姑娘，心胸比男人都宽广，气概比男人都豪迈，你们就别瞎操心了。不是，爸。高红艳没想到公公还会这么说，急得她喊了一声，还想再说，被周红拉了一下。妈，明恒回来了。顾明恒今天难得早回家，刚进家门就感觉屋里气氛不对，他抬眸看了眼客厅里站着的3个人。明恒回来了。回来了。二夫抱抱。周红的大儿子小新看到顾明恒回来了，张着小胖手乐颠颠的跑过去找他抱。顾明恒对着别人都是冰山脸，对这个可爱的侄子却是很宠溺。又胖了。二夫，我想要青蛙玩具，幼儿园里大鹏带来一个青蛙玩具，可好玩呢，找妈妈要，妈妈不给买。小新知道只要找二叔要，他一定能给买。为了达成目的，小新还讨好的在二叔脸上亲了一口，奶香味扑鼻。好，二叔明天给你买。顾明恒笑了，这么可爱的宝贝，别说要一个青蛙了，要大炮他都给买。小新，快下来，二叔累了一天了。明恒，不能总惯着他。没事。明恒，难得你早回来，陪爷爷到花园坐会。顾景川看到媳妇想去叨叨顾明恒，就先一步帮孙子解围。好，妈，明恒是大人了。是大了，而大不由娘有一定老主意。你这个当大哥不能光顾着自己老婆孩子热炕头，也关心你弟弟的终身大事。去问问明恒是不是和农村姑娘处对象了，他跟你能说实话。高红艳觉得自己操碎了心，还不被孩子们理解，拉着大儿子逼他帮自己劝明恒找对象。好，我问问。顾明瑞见逃不掉了，只得答应了。被你妈派任务了。是，明恒，你到底有没有对象？弟弟害羞，所以不好意思回答。顾明瑞和顾明恒不论是外貌还是性格都完全不同。顾明瑞长相儒雅，性格温和，属于书呆子一类，在机械厂当技术员，钻研技术他在行，做思想工作他不行。顾明恒长相冷峻，性格冷沉，不苟言笑，做事雷厉风行。高红艳在外等了半天也没听到里面有说话声，把他急得团团转。转头看到正在玩耍的孙子，顿时有主意。小新，过来，奶奶交给你一个任务。小新听完，拿着奶奶给的糖，笑呵呵的就去找二叔。太爷爷，二夫，过来，进来干什么？二夫，你是给我找了个小婶婶吗？顾明恒微微愣了下，马上就想明白是谁派小新来的。妈为了逼自己结婚，真是无所不用其极，连小新都派来当催婚大使了。谁跟你说的？奶奶。小孩子不会撒谎。顾明恒一问小新，马上就把奶奶供出来。奶奶说让你快点给我找个婶婶，好生个弟弟和我玩。二夫，你快点给我找婶婶吧，我想要小弟弟。啊，你不是有妹妹了吗？可以和妹妹玩啊。小妹妹不好，她只会哭，我想要弟弟。二夫，你给我生个弟弟吧。小孩子也不懂太多，说着说着就把二婶忘了，直接让顾明恒给他生弟弟。好，二叔给你生弟弟。拉弓上吊100年不许变，咱们击掌为定。顾明恒心里突然冒出这句话，脑海里浮现薛灵燕举着小黑爪子要和自己击掌的画面。他好笑的摇摇头，
怎么会想到他？顾家爷孙悠闲的喝茶。红星村，薛灵燕和杜奶奶已经包好了饺子。奶，我去二爷公家一趟。行，你去吧。小燕，去牛棚可得小心点。没事，我知道。薛灵燕笑着点头，挎着篮子走出门。二爷公。郑美娇路过，听见薛灵燕声音，趴着窗台往薛家院子里看。小燕来了，快进屋。吃饭了吗？吃过了。二爷公在屋里吗？在屋里呢。你今天去县里咋样了？我还说一会儿过去看看你呢。挺顺利的，王国平拘留了。便宜他了，以后他再敢欺负我，你就告诉三哥，三哥打死他。好。郑美娇看到这一幕，气得眼睛都红了。薛长海也是郑美娇的追求者，一直对她很好，只是郑美娇看不上他，但他看不上薛长海是一回事，却见不得他对薛灵燕好。看到薛灵燕拎着的土篮子，他马上回家，跑到东屋，对着爸爸阴阳怪气的念叨：爸，小燕给二爷公送礼去了，你那么帮他，人家咋一根毛都没给你？亏你还为了他打我。你别在这挑拨离间，我当大队长就没想过要收别人的礼，打你是因为你该打，你再不悔改就给我滚出郑家。奶，你看我爸爸在别人那受了气就会往我头上撒。你爸说的对，当大队长是帮全村人服务，凭啥收人礼？小燕给他二爷公送东西那是孝道，尊重长辈，你来挑啥？美娇，你真的好好反省了，哪里来的优越感？爸只是一个大队书记，就把你膨胀的不知道天高地厚了。别学井底之蛙，比咱爸官大的多了去了。他们的孩子都谦恭有礼，没一个像你这样的。你们都冲我来干啥？郑美娇的大嫂林秀秀低着头，嘴角使劲抿，硬憋着笑。看到小姑子被骂，心里这个舒畅啊，早就受不了她的嚣张跋扈了。在家里啥活都不干，还老挑东挑西，因为她自己没少被婆婆骂，这下可算解气了。都骂我，我不活了。郑美娇见也没人来哄自己，气得一扭身，哭着跑出去。李小燕，这次看我不整死你！王菊蹑手蹑脚的往外走，大黄看着她不顺眼，哦的叫了一声，抬起后颈踢向王菊。要是没被踢到，可做了一屁股牛粪，两只手上也按上了牛粪。他喊出声的时候，还下意识的用手捂嘴了，牛粪就呼了满嘴，把王菊恶心坏了，忍不住干呕。薛家全是喜事，老王家愁云密布，王树强愁病了，躺在炕头，脑门子上拔着罐子，大夏天的盖了2层棉被，还冷得直哆嗦。杀千刀的王菊可把国平害死了，死丫头阴坏的，国平咋就上他的当了呢？哎，别骂了，你还护着他，一次一次的被他利用，你们父子都没脸，活该被祸害。我不是护着他，你今天打他，我不是跟着你一起打了吗？就是这么骂也没用，你嗓子都哑了，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头疼的要炸开了。灾星祸害，害死我老儿子，我和他没完。这两口子谁都没敢提找薛灵燕的麻烦，太强悍了，不敢招惹。王菊就成了他们唯一的出气筒。没有了郑世杰这个讨厌鬼后，薛灵燕可以每天给七老头送饭了。看天色不早，提着鸡汤朝牛棚走去。刚进树林，就听到凄凄惨惨的哭声由远而近，飘飘忽忽，十分恐怖。又是哪个不知道死的装鬼吓人？呜，没法活了，都欺负我，都欺负我！这不是王菊的声音吗？大半夜的跑来树林里哭，该不是想不开要上吊吧？薛灵燕朝树上看，还真看到一根系好的绳子。她是不会管这种闲事的，同情坏人就是和自己有仇，就是没脸没皮。被毒蛇咬了，反过来心疼毒蛇，那不是贱吗？王菊上吊死了，村里少了一个祸害，大快人心啊！他转身悄然的离开，去牛棚给师傅送饭。上吊自杀也是需要勇气的。王菊哭了半天，哭得头昏目眩，就是舍不得把自己的脖子套在绳子上。我还没结婚，还没生孩子，一朵花还没开就这么死了，我不甘心，不甘心！哭着哭着，他不哭了，咬牙切齿的瞪圆眼睛，那阴狠的样子把树枝上的乌鸦都吓飞了。薛小燕，都是你害的我，不是你我早就嫁给郑世杰了，不是因为你，我爸妈和弟弟就不会被抓去劳改，我们家破人亡，你却过得顺风顺水，还攀上了顾厂长，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什么？王菊的心中的恨意和嫉妒爆炸，他猛地站起来，从树上扯下来绳子，转身往树林外。路过牛棚的时候，听到牛棚里有声音，王菊蹑手蹑脚的凑过去。齐老头，喝点鸡汤，我熬了1个小时，把鸡油都撇干净了，鲜甜美味，还有一整只烤野兔，果木烤的，外酥里嫩，咬一口满嘴香。小燕，你们自己没留点吃吗？别都给我拿来了，你们不吃，我们吃的比您好，快吃吧。薛灵燕笑着催促，戚红星这才狼吞虎咽的吃起来。齐老头，别噎到。没事，我有分寸。牛棚小屋外，王菊闻着烤兔肉的香味，听着他们师傅俩的谈话，脸上露出阴险的笑。薛小燕，这次看我不整死你！王菊蹑手蹑脚的往外走，大黄看着他不顺眼，哦的叫了一声，抬起后颈踢向王菊。要是没被踢到，可做了一屁股牛粪，两只手上也按上了牛粪。他喊出声的时候，还下意识的用手捂嘴了，牛粪就呼了满嘴，把王菊恶心坏了，忍不住干呕。屋里薛灵燕顿时警觉，马上偷摸出来。王菊看到薛灵燕出来了，也顾不得干呕，站起来就想喊人来抓他，可刚站起来，一脚踩在牛粪上，
又摔了个仰巴叉。他在想喊的时候已经晚了。薛灵燕走过来，点了他的哑穴，拽着王菊的头发，拖着离开了牛棚，往牛棚后的小树林里走去。农村的土路石头多，薛灵燕这一路的拖拽，王菊可就受了大罪了，露出的后腰被石块磨破，钻心撕肺的疼。你不是要上吊吗？怎么上吊一半又跑到牛棚去了？王菊哭着摇头，眼泪鼻涕流了满脸。他已经想到薛灵燕要干什么了。上吊绳呢？收起来了，看来是不想死了。薛灵燕找到绳子，当着王菊的面跳上大树，几下子就把绳子系好了，又轻飘飘地跳落在王菊眼前，抓住她头发，把人拉起来。一次次的害我，都是你在背后捣鬼，你觉得我能放过你吗？薛灵燕瞅着他冷笑，王菊只觉得浑身冰冷，半只脚已经踏进了阴间。薛灵燕把他的脖子套在绳子上，王菊拼命挣扎，却无济于事。薛灵燕等时候差不多了，才把他从树上放下来。王菊已经昏死过去了，不过还有一口气。薛灵燕拎起他往河边走，把王菊按在了水里。冰冷的水一刺激，王菊就悠悠地醒过来，感觉周身都被冰冷的水泡着。他以为自己已经到了阴间，吓得哭了起来。上吊死的滋味你已经知道了，再让你尝尝淹死的滋味。王菊瞪大了眼睛，还没死。刚认清这个事实，他就被一双手按进了河水中，鼻腔里呛水，五脏六腑仿佛被火烧一般痛苦。王菊在水中瞪大眼珠，两只手在水里四下乱抓，只抓了一手的水草。死亡的恐怖一晚上遇到2次，他真实的感受到薛灵燕的可怕，他根本没人性。薛灵燕等到王菊四肢无力软软的不再挣扎的时候，把他从水面中拉起来，感受到新鲜空气。王菊捂着嗓子撕心裂肺的咳嗽起来。休息够了，咱们继续。薛灵燕冷酷无情的把他再次按进水中。开始的时候王菊认命不挣扎，可当肺里的空气耗尽，死亡来临的时候，他又开始不拼命的挣扎。薛灵燕连着3次后，才把他丢在岸边的草地上，居高临下的看着在地上痛苦咳嗽、浑身瘫软的王菊。记住，再敢害我，我会让你觉得死都是一种奢侈。王菊惊恐的看着他，薛灵燕一点不担心他去告自己，没人证明，没人看到。依照王菊现在的臭名声，别人只会说他又在撒谎害人。收拾完王菊，薛灵燕回家睡了美美一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准备了一桌好吃的等杜姐姐，又在院子烤香喷喷的兔子肉。小燕做什么呢？好香啊！杜姐姐你来了。杜姐姐热不热？我给你熬了冰糖梨水，在地窖里冰着呢，喝了就能解暑。小月吃糖。谢谢奶奶。薛灵燕开心地拉着杜月进屋。杜姐姐，尝尝好喝不？空间里的梨又脆又甜，熬出的梨水就算不放冰糖都是甜的。小燕真好喝，你怎么什么都会啊？哈哈，没办法，太有本事了。是呢，我们小院本事最大了。薛灵燕眉一挑，笑眯眯地看着杜月，三嫂2个字差点就冒出来。得领着杜姐姐在三哥面前晃一晃。杜姐姐，我带你去看看我们村新建的水渠好不好？好啊。杜奶奶笑着看薛灵燕，她已经猜到孙女要干啥了。薛灵燕领着杜月来到地里，远远的就看到三哥正在安排活呢，新衣服也已经穿上，别说有多帅气了。三哥，薛长海听到妹妹喊，一抬头就看到了妹妹身边站着的美女。欢迎。杜月脸红了，羞答答的低下头，不好意思的伸出手，薛长海快速的握住。杜月就像是被电击中一般，颤抖了一下。以前还觉得郑美娇漂亮，跟这个姑娘比起来，那就是云泥之别。三哥，杜姐姐要看看水渠，我不知道水渠在哪，你能不能带我们过去？可以，我带你们过去。小燕，咱们别耽误你三哥干活，自己找找吧。杜姐姐，你是公社人，我三哥是队里的副队长，公社来人要视察水渠，队长作陪是应该的。啊，我不是代表公社来的，我就是……哎呀，再说一会儿都到了，三哥快点前面带路。好嘞。旁边吕大妮看到这一幕，恨得咬牙切齿，看薛长海像是看一个负心汉。薛长海对那个姑娘可真热情，那家伙笑得嘴都咧到腮帮子了，肯定就是2个人都有意思。我美娇还在家里要死要活，他凭什么和一个比美娇漂亮的姑娘眉来眼去？吕大妮好好干活。栾青山皱眉呵斥吕大妮，一干活就东张西望，再不就是屎尿多，真是个刺头。大队长，你光看着我干啥？薛长海不干活你咋不管？那是公社来的人，长海派着去看水渠，怎么领导干什么还要经过你同意？按摩阳功就扣你工分。吕大妮听到要扣工分，就不敢再言语了。之前就有过一次，他以为栾青山不敢把他怎么样。薛长海带着他们看完水渠就往回走。三哥，我们先回去了，中午别忘了把鱼送来啊，等你的鱼下锅呢。行，没问题，包在三哥身上。杜月看了眼薛长海先，他的脸更红了，低下头跟着薛灵燕回家了。在院子里烤了会兔子，三哥就大步流星的走进院子。今天大丰收，一网打上来10几斤鱼，个都挺大的，有2条大嘎牙子呢。三哥太本事了。杜姐姐，你快看，我三哥抓到这么多鱼呢。三哥，这嘎子鱼熬汤最鲜了，给二爷公拿回去吧。杜姐姐，快看，这鱼多新鲜，我三哥特意给你打的呢。三哥，这鱼都活着，我不敢收拾，你帮我收拾呗。奶奶收拾。杜奶奶想着，人家长海把鱼都给送来了，孙女咋还得寸进尺的让他给收拾鱼呢？孙女敢扒兔子皮，敢射杀野狼，
咋不敢收拾鱼了？奶奶，您就别站手了。薛灵燕对奶奶眨眨眼，杜奶奶恍然大悟，自己差点帮到忙。那行，长海呀，就麻烦你帮着收拾一下，中午就在家吃饭吧。好嘞，没问题。我帮着收拾鱼鳞吧。你不怕吗？哎呀，我好害怕啊！不行了，我不敢看。奶奶快点进屋，我帮你做饭。薛灵燕夸张地跳起来，嘴里说着，手上拉着奶奶就走了。院子里只剩下薛长海和杜月2个人，外加一盆子鱼，鱼在盆里拼命地蹦，有一条还跃跃成功跳出了盆子。薛长海和杜月同时去捡，额头就撞到了一起。薛长海下意识地伸手扶了杜月一下，杜月条件反射地抓住他的胳膊，两人又同时触电般把手松开，谁都不敢看对方。对不起，撞疼了吧？对不起，要不你进屋坐吧，这我来就行。没事，没那么娇气。薛灵燕抻着脖子往窗外看，三哥的行为被他看得一清二楚。哈哈，不怪是兄妹啊。三哥和我一样，狡猾便宜要占，但是一定要注意分寸，占一下就跑。下次继续。看什么呢？奶奶，求您一件事。说吧，啥事？您给当个媒人呗。薛灵燕指了下窗外的2个人，杜奶奶往窗外看了眼，见2个人有说有笑，当然都是薛长海说，杜月就抿着嘴笑。还别说，挺般配的。行，奶奶就当一回媒人。杜奶奶点点头，她认识杜书记，在她面前还说得上话，当媒人能多活10年，这可是大好事。小燕，鱼收拾好了。听到三哥着急的在院外喊，薛灵走出去拿了鱼，直奔厨房。不一会，香喷喷的红烧鱼就出锅了。一家人吃过饭，薛灵燕怂恿三哥送杜姐姐回家。走了一会，顾明恒就过来了。小燕，跟我去找你三哥。干啥呀？让他给你开介绍信，咱们明天登记去。好呀。说完，2人就牵着手往二爷公家赶。小燕来了，快进屋。顾厂长，哪阵香风把你吹来了？快，请坐。顾明恒对薛长海说明来意，听到他要给小燕开介绍信结婚用，二爷公乐的是眉开眼笑。好，长海，快去，快点给开介绍信。好嘞，马上去。明恒啊，和家里说找时间，咱们回一下亲家，商量一下怎么办婚事。虽然小燕爸妈不在了，但我家就是小燕的娘家，该准备的嫁妆我们家都给准备，风风光光的把小燕嫁出去。谢谢二爷公。谢啥？回头我让你婶子们给你做2套被褥，他们都是全命人有福气，能给你带来好运。好啊，我家有棉花，回头送过来，让婶子帮我做被。也行。我回来了。开好介绍信，他们准备回家了。刚出院子，就看到人不人鬼不鬼的郑美娇。我的天啊，简直就是一个从坟墓里爬出来的厉鬼，太吓人了。我当初是怎么瞎了眼会看上他？顾大哥呢？薛长海一眼都不想看他，对他的问话听而不闻。顾大哥。郑美娇没得到顾明恒的回应，急了，准备抓顾明恒手，刚碰到，被顾明恒一甩，胳膊着地，咔吧一声响，手腕折断了，疼得他惨叫着哭起来。老郑，用不用帮忙？好像得去医院了。行，我去叫周把式套车。长海，帮你郑叔抬一下。栾叔，男女授受不亲，我去喊老周套车吧。栾青山愣了一下，也明白了，只得返回来帮郑建设抬人。薛灵燕和顾明恒根本就没理这茬，把郑美娇当成一坨屎，谁往屎跟前凑？顾明恒和二爷公道别后就回厂里了，忙着去递结婚报告。明恒，尝尝我这茶怎么样？老朋友从山东带来的。秦书记，麻烦您帮我批一下报告，我和对象约好了去登记。明恒啊，是这样，你在红星村建水渠的时候，是不是认识一个叫郑美娇的姑娘？有人写信举报你始乱终弃，搞大了姑娘肚子就不管了。无稽之谈。我也相信你不会做这种事，但是这信是被人送到局里的，我也没办法压下来。你做好准备，很快会有调查组的同志找你了解情况，你也不用太生气，要相信组织，清者自清，不会随便冤枉你。顾明恒起身冷着脸离开，他像是吞了个苍蝇一样恶心。这件事到底是谁在捣鬼？郑美娇不可能有那个脑袋，他不是坐以待毙的人，在调查组没来之前要把情况了解清楚，准备去把可疑之人都问个清。你和顾厂长有仇吧？你这个小同志怎么说话呢？我跟顾厂长有什么仇？没仇，你为啥没等调查就定顾厂长的罪？薛灵燕正准备去上课，孙翠红就风风火火地跑过来。小燕，你可回来了。婶子怎么了？小燕，我听到一件很重要的事。啥事啊？今天郑世杰回来了，然后他家就吵起来，我听了会窗户根，竟然是跟顾厂长有关系的，好像是郑世杰骂他妹妹，说他诬告顾厂长，还说要大义灭亲，他妈把他打了，还骂他吃里扒外。孙翠红一口气说完，薛灵燕越听脸色越沉，这个郑美娇是记吃不记打吗？小燕，我看得早做准备，贼咬一口入骨3分，郑美娇要硬赖上顾厂长也不好办。杜奶奶忧心忡忡，怪不得自己右眼皮一个劲的跳，原来是明恒出事了。可不是咋地，现在村里人就有人传说顾厂长来咱们村建水渠就是因为郑美娇，弄完他看到你变漂亮了又去找你。婶子，麻烦你一件事。薛灵燕眼中闪过寒光，既然郑美娇自己不要脸，也不用给她留脸面了。行，你说。
婶子能办到的，一定给你办。孙翠红痛快答应。薛灵燕压低声音对她说了一阵：“放心，这件事你就交给婶子，一定给你办得明明白白。”奶奶，我去明恒家，麻烦您陪小婷多待一会儿。别去了，一会儿天就黑了。奶，放心吧，感觉你孙女就是找死。薛灵燕打定主意，不会因为奶奶阻拦就不去，风风火火的朝顾明恒家赶。姑娘，你找谁？叔叔，我找顾明恒。薛灵燕已经猜到顾洪峰的身份，就直接喊叔叔了。你就是小燕？是的，我是明恒爸爸。叔叔好。薛灵燕不卑不亢，淡定从容。顾洪峰对她的印象很好，笑着把人往屋里让。进屋，进屋。爷爷，阿姨。小燕，过来坐。小燕来了。高红艳也站起来，只是真笑不出来，依然是愁眉不展。姐姐，我二哥出事了。什么事？你们村有个姑娘说我二哥玩弄她，还始乱终弃，写检举信告我二哥。下午他就被隔离审查了。薛灵燕没想到事情这么严重，中午的时候还看到顾明恒，下午就被隔离审查。郑美娇胆不要脸的诬告明恒，找死！轻者自轻，这个不用担心，就是你们登记要晚2天了。我和你婆婆商量了一下，先会亲家过彩礼。明恒出这么大的事，怎么没人告诉我？也得能找到你人啊。爷爷，明恒被关在哪里审查？就在局里，你也不用担心，也就是普通的谈话。我去看看。去吧。叔叔，我跟您一起去。好吧。薛灵燕跟着未来公公来到工业局，晚上都下班了，只有几个房间里亮着灯。老顾，放心吧，没多大事，该走的过场得走，事情已经调查的差不多了。那姑娘的爸爸和哥哥亲自来作证，说那姑娘被蛇吓过，意识不清楚，被人利用了。今晚明恒把材料写完，明天一早就可以回去了。老战友的儿子邱局长当然特别照顾，如果是别人关起来审查，那是要被人看管的，哪能这么自由出入？老邱，谢谢。邱局长，我想先留在局里，查出那个幕后写举报信的人后再回去。也好，这种诬告的人是得收拾一下。啊，跑不了。顾明恒眼中闪着寒意，心里已经有怀疑对象，就等证实了。林燕这次听明白了，不是明恒不想走，而是他要趁机钓鱼，找到幕后告黑状的人。小叶，不要去找郑美娇，会打乱我的计划。郑建设和郑世杰在大是大非面前选择了大义灭亲，但也是有条件的，希望顾明恒不要追究郑美娇，向他保证以后会看住郑美娇，尽快把她嫁人。他答应了。和幕后黑手比起来，郑美娇不足挂齿，当给世杰一个面子。好。薛灵燕看天色不早就回家了。第二天一早，郑家开始闹腾。那个人说了，这是我唯一的机会，只要咬死了顾明恒对我始乱终弃，豁出去不要名声了，就能嫁给他。郑美娇想嫁给顾厂长，名声算什么？现在村里好多人都说你诬告顾厂长，要一起去帮顾厂长作证呢。听说诬告要坐牢的，你可听你爸爸和二哥的话吧，咱家折腾不起。昨天吕大妮还觉得闺女这个主意好呢，能赖上顾明恒就能嫁到城里去，自己也能跟着沾光。今天听到村里人议论，尤其是孙翠红大吵大嚷说郑美娇诬告顾厂长，她要给顾厂长作证。不，我不，医院那个人说了，只要我咬死了告顾厂长，他就有办法让顾厂长娶我。郑美娇眼神疯狂，谁都不能阻止她和顾厂长在一起。好不容易有人帮她了，她一定要抓住。美娇，你说的那个帮你的人叫什么名字？郑美娇意识到自己说走嘴了，装死不回答。美娇，你不要执迷不悟，现在说出实话，爸爸还能救你。如果你还不说实话，等警察抓你的时候，我也保不住你。爸，我是你闺女，从小到大我想要什么你都给我，现在我只想要顾厂长，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？别的事都可以，只有这件事不行。你是不是我爸呀？小燕那个丑八怪都能和顾厂长在一起，我这么美凭什么就不能嫁给他？是小燕抢走顾厂长的，要不他一定会娶我的。来，照照镜子。这是谁呀？这不是我。大门外进来两个干部模样的男人，风尘仆仆，他们身边跟着栾青山和薛长海。爹俩的对话几个人都听到了。两位同志，你们都听到了，美娇花痴想赖上顾厂长，顾厂长跟他没关系，村里人都能作证。小同志，这明显就是两个姑娘争风吃醋。我听到的情况是顾明恒不只和郑美娇有关系，还和叫小燕的有关系，脚踩两只船，这是什么行为？这是流氓行为，你们怎么还能包庇呢？不是，你什么意思啊？长海领导，您是不了解情况，顾厂长跟这个郑美娇连话都没说过，他是一厢情愿。他年轻不懂事，你怎么也糊涂，不明是非，妄下定论，看事情不能看表面。当初抓起来的那些坏分子，表面上都是好人，不抓起来谁知道他们干的坏事？阶级斗争的弦时刻要绷紧，不能让坏人钻空子。跟着他一起来的梁干事看了他一眼，眼神有些意味深长。栾青山被训得连连点头，不敢再帮顾明恒说话了，这连阶级都扯出来了。梁干事，咱们进屋看看。好，屋里有人吗？闭嘴，再胡说，我打死你！郑美娇哭得更委屈了，她变成这副丑样子，难怪顾厂长会变心。郑建设心烦，命令吕大妮看着闺女，她出去看看是谁来了。
老同志你好，我是糖厂派来的调查员，我姓钟，你可以叫我老钟。这位是局里的梁干事，我们是来调查顾厂长和你闺女的事情的。叔，可不能乱冤枉人。你和顾厂长是什么关系？怎么口口声声护着他？还有没有阶级立场了？我看你还是回避吧，别影响我们的调查工作。薛长海早就感觉这个信中的不对劲了，说话带着误导性，现在更加确定这老小子不是好东西。你和顾厂长有仇吧？你这个小同志怎么说话呢？我跟顾厂长有什么仇？没仇，你为啥没等调查就定顾厂长的罪？我是实事求是说话，不能因为我和顾厂长是同志就没有立场。国家培养我多年，不是让我送人情的。大是大非面前没有亲戚朋友，像顾明恒这样道德败坏的人就得打倒，让他认识错误，悔过自新。你拉倒吧，看你就是想整人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知道了，你和顾明恒有关系是吧？那你就更得回避了。薛长海被噎了一下，他是实在人不会撒谎，这下让信中的抓住把柄了。大队长，你看是不是？长海，你先回去吧。老小子，你给我听好了，想害人，老子揍死你！大队长，你看看。长海，你这样不是给顾厂长找事吗？明明他啥事都没有，你这么一吓唬信中的，他就可以倒打一耙了。长海，放心，有我再不会让他们害顾厂长的。好吧。看到薛长海走了，他才松了口气，又端出领导架子。老同志，咱们进屋吧。好，请进。郑建设让出门口，他当了那么多年大队长，什么人一眼就能认出来，这个信中的不是好东西，小人一个。老同志，我们是代表糖厂和局里过来调查的，您不要有心理负担，照实说就行。放心，领导已经发话了，如果顾厂长真的做出始乱终弃的事，会给你们做主的。梁干事，你说是吧？梁干事没回答，只是笑了笑。事关重大，关系到顾厂长的名誉，也关系到你家姑娘的清白，希望您实话实说。您和郑美娇同志所说的话都是证词，是要签字画押的。信中的脸上笑容消失，眯起眼看着梁干事。这个小梁年纪不大，城府够深的，这一路我套他话，他都没对我说一句有用的话。不过无所谓，只要郑美娇咬死了顾明恒，就算是局长来了也不敢偏帮他。事件的主要人物是郑美娇，麻烦老同志把他叫出来。不用了，有啥事问我就行。那不行，告状的是郑美娇，我们就必须找他谈话。我要过去。郑美娇在西屋也躁动起来，抓着他妈的衣襟，非让他扶自己过去不可。美娇，听妈话，别闹了，你会把咱们家毁了的。啊，我嫁给顾厂长，你也跟着享福啊！帮帮我，你不是最疼我了吗？不许去！郑老太太扯着孙女手腕，把她丢到床上。老太太现在是特别看不上这个不知道羞耻的孙女。老不死的，等我好了，把你活埋了！你还敢瞪我？老太太看到孙女这带着恨的目光，气炸了。过去在她身上不管不顾的连着掐，她掐人有技巧，掐一点皮，然后拧一圈，把郑美娇疼得哎呀哎呀的叫。妈，你消消气，美娇病了，你别和她一般见识。哎，什么妈生什么闺女，我可告诉你，今天她要敢胡说八道，影响到我孙子的工作，你就带着死丫头一起滚！信中的在东屋听着西屋的骂声直皱眉，再这么下去，郑美娇就会被吓得不敢说实话。老同志，您去把郑美娇带过来吧，孩子已经受了莫大的委屈，家里还是不要再逼他为好，别把人逼死了。同志，顾厂长和美娇真的什么事都没有，我闺女之前被蛇吓过，吓得脑袋有问题了，咱不能冤枉顾厂长，那不是人干的事。郑建设不惜把郑美娇说成是被吓得神经有问题了，就是不让她出来作证。您这话我不爱听，谁冤枉顾厂长了？我们这是调查情况，如果顾厂长真是清白的，谁都不会冤枉他。是。郑建设点头，但神色明显不相信，而且人也不动地方，摆明了就是不让郑美娇过来。行了，耽误这么半天了，如果你不让郑美娇出来，那我们只好过去了。梁干事不紧不慢的和也跟着往西屋，从头到尾一句话没说。这是怎么了？你谁呀？这是大姑娘住的房间，谁让你进来的？同志，我要告状。好，你别激动，慢慢说，看到没有？我和这位梁干事会为你做主的。好，给我做主。郑美娇同志，你说的每一句话都得负责，你所说的话都要记录，记录完要签字画押，诬告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梁干事，您这不是吓唬小姑娘了吗？科长，我这怎么是吓唬她？诬告就是要负法律责任，你不知道吗？好，郑美娇同志，你要如实回答，不能冤枉人。出去，都给我出去！我们走也可以，走的话就视为你不告顾厂长了，事情到此结束。不行，我要告，我得告他。他为了我才来红星村借水渠，他说会娶我，我们……郑美娇话说了一半，有点说不下去了，眼神闪烁，咬着唇，蜡黄的脸上可疑的红了。为了你建水渠，然后呢？然后我都怀了他孩子了，他又看上了小燕，要抛弃我。领导，你们要给我做主啊！郑建设只觉得五雷轰顶一样，这是他闺女，怎么这么不要脸？这种话能随便说吗？死丫头，打死你！孙女当着这一屋子男人的面说这种话，郑老太太气坏了，
手中的扫帚不管脑袋屁股就抽下去，把郑美娇打得嗷嗷惨叫。下作的东西，看看你养的闺女，把老郑家的脸都丢尽了。老太太别打了，您孙女已经受了大委屈了，家里就别再逼她了，看再把孩子逼死了。我不活了，没活路了。这一哭二闹三上吊，屋里闹的是鸡飞狗跳。老太太，消消气，别把自己气坏了。行了，都冷静点吧，我们是来给你们解决问题的。如果顾厂长真的搞大你闺女的肚子，那组织上一定会让他娶了你闺女，不然他可就是流氓罪，是要坐牢的。是我怀了他孩子，请组织上让他娶我。梁同志刷刷刷的记录吧，不只是郑美娇的话，还有信中的说的每一句。郑美娇同志，你和顾厂长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？在哪里发生第一次关系？你现在怀孕几个月了？郑美娇被梁干事咄咄逼人的3连问懵了，傻傻的看着他。说不出来就是诬告，后果我不用再给你讲一遍吧？姑娘别怕，你慢慢说，想好了说。我们1个月以前认识的，然后他……别急，慢慢说。然后他花言巧语，我就信了。后来我和他说，村里干旱完不成交粮任务，我爸是大队长，会被公社批评的，他就帮我们建水渠。那时候他还对我很好，后来就移情别恋了。怀孕几个月了？郑美娇愣了一下，她该说怀孕几个月了？1个月了。不对呀。怎么不对？造孽呀，造孽啊！我们老郑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不要脸的东西？妈，你马上滚出郑家，带着这个不要脸的东西。妈，别喊我，你养的不要脸的东西怀着野崽子了，我们家容不下你们俩，都给我滚！那个郑美娇同志，你刚才说的我们都知道了，放心，的确我们会和领导好好反映，会给你一个交代的。谢谢领导。跟你们说一下，诬告会被判几年，情节轻的3年打底，情节严重的5年打底，一个人坐牢连累全家。当兵、升职、政审上都过不去，清楚后果后就在这记录上签字吧。还有，你签完字之后，这份笔录就有法律效应了。我们会安排医院给你做检查，是不是怀孕了，怀几个月都能查得一清二楚。梁干事又补充了一句，这句话说完，郑美娇就更不敢签字了，求助的看向信中的钟科长。郑美娇老看你干什么？我哪知道啊。李九，你现在回头还来得及，爸还会认你这个闺女。美娇，听你爸的话，别闹了。别人不知道他最清楚。美娇昨晚找他要月经带，都来月经了，哪怀孕了？同志，我闺女被蛇吓坏了，总出现幻觉，精神上有点问题，的话不作数。顾厂长连话都没和他说过，真的啥关系都没有。好吧，那我写一份详情书，证明你女儿有精神疾病，你签个字，这事就算完了。哦，老同志，你闺女怎么看都不像精神有问题，不能胆小怕事就把闺女舍出去呀。你拉倒吧，和顾厂长在一个单位上班，你是科长，他是厂长，是不是他挡了你升迁的路？你想借着我闺女的手除掉他？你这个老同志该不是糊涂了吧？我是帮你闺女，你竟然胡说八道，不识好人心，我根本就不认识你闺女。你不心虚喊什么？你这样的我见到多了，你想整顾厂长白利用我闺女？美娇，你说是谁让你诬告顾厂长的？白杀了8级的，给人家当枪使。郑美娇有点懵，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，就直眉冷眼的看着钟科长。梁干事把一副锃亮的手铐甩出来，声音很大，郑美娇被吓得浑身一震，惊恐的看着他。我是公安局刑警队的，你诬告的是顾明恒，已经到公安局报案了，局里已经正式立案调查，刚才你所说的都已经记录在案，马上就安排医院给你做检查，如果检查你没有怀孕，后果很严重，诬告是要坐牢的。但是鉴于你有病在身，有可能是被人利用，可以酌情减轻对你的处罚，如果没有人指使，那你就要承担诬告的所有处罚，会从重判刑。邢国庆一亮明身份，把钟科长吓得脸都白了，怎么可能？顾明恒怎么动作那么快？事情还没调查清楚，他就去公安局报案了。还有，梁干事怎么是公安局的？周书记不是说他是局里新来的保卫科长吗？为什么骗我？难道……钟科长越想越不寒而栗，大脑门上都是冷汗，一个劲的看郑美娇，这个疯子会不会把自己供出来？爸，救我！快点说出谁指使你的。既然通过公安局了，我们厂里就不管这事了，我先走了。钟科长，事情还没查清楚呢，先别走啊。这不是有公安局的同志在调查吗？我就不在这掺和了。大丫头，你真要去坐牢吗？是他让我告顾厂长的，他说照着他的话说就能让顾厂长娶我。我不是诬告，都是他教我的。你血口喷人，我又不认识你。就是他，我在医院急诊室外哭，他就过来说。原来郑美娇在医院急救的时候，哭着喊着叫他爸爸想办法让顾明恒娶她，她的哭闹引起了很多人注意。被看押的钟富贵听到，一直记恨顾明恒抢自己厂长位置，趁着郑建设不在，给他出了馊主意。钟富贵，你被捕了，你伙同保管员偷到糖厂的白糖，找八爷他们帮你处理，犯下盗窃罪，教唆郑美娇诬陷顾厂长，犯下诬陷罪，等待你的是法律的严惩。
钟科长听到八爷两一软瘫到地上，钟富贵被捕，郑美娇也被一同带到公安局。虽然他是被钟富贵欺骗利用，举报信也不是他写的，可还是有责任，从轻处罚也得拘留15天。薛灵燕收到消息，知道事情已经解决，就懒得管了，好几天没去牛棚了，找齐老头去。你是小燕，脸上的疙瘩呢？怎么没了？变得这么漂亮，太狠人了。对，看到你过得凄惨，我就放心了。小燕，师傅快回城了，真舍不得你。什么时候回城？坏了，没几天了，等你嫁给明恒住进城里，咱们师徒还能天天见面，到时候师傅还上你家蹭饭去。齐老头，你认识明恒，还知道我要嫁给他，谁告诉你的？我和顾家是世交，明恒一直偷偷照顾我，直到你出现。你结婚的事是我听顾叔叔说的，老爷子让我给你和明恒当媒人，师傅已经答应了，我要亲自送你出嫁。啊，明恒和你一直认识？若是换做一般小心眼的姑娘，肯定生气。薛灵燕也气了一下下，但是想到师傅的身份，谁沾边谁倒霉，谁敢承认认识他？齐红星，收拾东西，你可以走了。纪委办的人丢下一句就走了。我总算能光明正大的站在阳光下，总算不用窝在臭烘烘的牛棚里改造了。王局一脸绝望的站在牛棚里，原本还有希望，等齐红星腿好了，自己就能离开牛棚。他回城了，不是得打扫一辈子牛棚了？薛灵燕这边听说张赛花从拘留所出来了，没急着回家，凭借着小燕的记忆，来到了张赛花的娘家大溪口村。张赛花正端着盆衣服，有气无力的往门外跑，好几天没吃一顿饱饭了，饿得走路都打晃，还不敢和哥嫂抱怨，怕被赶出去。你是小燕，脸上的疙瘩呢？怎么没了？变得这么漂亮，太狠人了。对，看到你过得凄惨，我就放心了。才半个多月没见，以前张赛花毛管锃亮，养尊处优的像个地主婆，现在瘦得皮包骨头，又黑又黄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几岁。你别太狂，这可不是红星村，没有老薛家护着你。我就是这么狂，你能怎么地？看不顺眼就把自己眼珠子挖出去。大哥，快来！掰断大春手指头的贱人欺负到家门口了，快来把他腿打断给大春出气！贱人敢欺负到家门口，我在红星村我们不敢去找你，到大溪口村你别想全身离开。喊人去，今天非把这死丫头腿打断不可。就他还用喊人？别轻敌，这丫头有点邪性，大春不比你厉害，还不是被掰断手指了？大哥，就是这个贱丫头，打死她，打死她！看到张大春他妈去找人，他也没拦着，悠哉悠哉的等着。张赛花激动的看着他，想象着哥嫂带人把小燕打成残废，他趴在地上给自己磕头求饶。本来不想揍你，可你太坏了，公安同志没教育好你，我帮他们再教育教育你。哥，今天这可是他自己送上门的，我去喊大春，咱们一家人一起上，打不死他。敢掰断我儿子手指，我砍死你！薛灵燕看都不看，抬手准确抓住他的手腕，就那么随手的一甩。张大春的爸爸就像是离弦的箭一般，被他丢到门外的老槐树上，挂在树枝上来回晃悠。张赛花见大哥这么没用，怕被薛灵燕抓住揍，吓得尖叫一声往屋里跑。薛灵燕伸手抓住他的头发，一脚踹在他腿弯处。张赛花就那么仰着头跪在地上，惊惧地看着薛灵燕。你以前就是这么打我的，怎么样，滋味不错吧？之前不知道你在哪，现在知道你在大溪口村了，以后隔三差五我就来孝敬你一次好不好？薛灵燕最后点在他痛穴上，笑盈盈的拍拍手，打了人还得气人，双管齐下。恶鬼转世，这丫头是恶鬼转世。张大春，给我滚出来！我数3个数，不出来我打断你的狗腿！姑奶奶，我来了。张大春的妈带着10几个族亲赶回来，张大春的爹看到他们来了，急忙喊：把我弄下去，把我弄，打他，就是这个丫头，打死他！别耽误时间，一起上吧。张大春生了点别的心思，打残废了，自己就娶了她。人残废了，可就随便他搓扁揉人。结果下一刻他看到10几个大男人都被薛灵燕揍趴下，躺在地上哀嚎，妈也被薛灵燕丢上树凉快去了。滚过来！姑奶奶，我都照你吩咐做了，你咋还找我？你听着，我给你一个任务，完成了以后我就不找你，如果完不成……薛灵燕说完，捡起地上的叉子，冷笑看着张大春的眼睛，嘎巴嘎巴，连铁带木把都给折断了。薛灵燕笑眯眯的松手，他就是你的下场。女煞星到底让我干啥呀？不干，还要我的命！薛灵燕走过去低声吩咐，张大春听完都快哭了。小燕给他分配的是完不成的任务。姑奶奶，这怎么可能啊？郑美娇哪能看上我？给你支个招，让媒人去找郑美娇的奶奶，彩礼给多点，肯定把她嫁给你。可有一点，你们结婚后不许郑美娇再回红星村，她回去我就揍你。姑奶奶，你要打我就明说，别这么折磨我啊！总之，你按着我的命令去做，保证你娶上媳妇。完不成任务，你也知道我说话算话。薛灵燕冷下脸站起来，用脚挑起铁锹，然后和上次那个砍刀一样关在张大春两腿之间。又来了，我怀疑他有让人断子绝孙的爱好。呜呜呜！薛灵燕走的时候，大溪口村没一个敢拦着他。想当年闹土匪都没他这么吓人。师傅才刚走几天，薛灵燕就不习惯了，逼着去医院给齐老头送饭去。师傅住在1008房间，
薛灵燕循着门牌找过去，刚走到1008门口，就听到屋里传出争吵声，一个男人在气急败坏地威胁师傅：姬红星，喊你生师傅是抬着你，别给脸不要脸，赶紧把书给我，不然我能整你1次就能整你2次。这次腿断了，下次能不能活着从牛棚走出来都不一定。这不是师傅说的那个孽徒吗？这小子还没死心呢，正愁找不到他给师傅报仇呢，自己送上门了。他伸手去推门，发现门在里面锁上了，就想一脚把门踹开，可想到师傅刚落实政策回来，自己在师傅房间里收拾这个孽徒，不是给这小子害师傅找借口吗？他又把腿放下了。等这小子出来，跟着他走到没人的地方，拔带一猛打断他狗腿。书没了，我都扔了。房间里的东西都被卢松翻得乱七八糟，这哪里是徒弟啊，这是仇人。我给你3天时间，你别以为有顾家帮你，你就能平安无事。我有的是办法整你，下次你可没那么好运。劝你还是把书交出来，念在咱们师徒一场的份上，饶你不死。卢松长着一张无害的书生脸，戴着一副近视眼镜，看着温文尔雅，但是眼镜片后面的眼睛却像是毒蛇一样阴险。这个老东西，问我用什么计谋，没把书拿出来。这次我保证你万劫不复，万劫不保。没书。齐红星深吸一口气，咬死了2个字，闭上眼睛，不再看卢松。好，这是你逼我的。说完，他转身开门走出去。齐红星悲凉地睁开眼睛，凄然一笑。卢松太阴险了，还不知道他要怎么对付自己。松从宿舍出来后，薛灵燕一路尾随着他，路上总是遇到人，没有下手的机会。幸好卢松拐进一条胡同里，薛灵燕疾步跟上去。这条胡同四通八达，周围住的人都要来这里上厕所。薛灵燕看到2个中年女人进女厕所，眉峰一挑，想到一个能让卢松身败名裂的损主意。薛灵燕快步往厕所这边走，那2个女人刚走进女厕所，卢松就从男厕所里走出来，边走边系裤腰带。因为有心事忘了系上机架门的扣子了，就那么领着。一声流里流气的口哨引起卢松的注意，抬头看过去，竟然是一个千娇百媚的大姑娘吹的口哨。美人，嘿嘿嘿。薛灵燕把手搭在她肩膀上，卢松脸上的笑容更加的色。他正要开口和这姑娘唠唠，就看到薛灵燕面色一冷。卢松感觉情况不妙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，就看到她伸手快速的在自己身上点了2下，他就全身麻痹不能动弹，甚至连脸上的表情都不受他控制，还保持刚才那个色眯眯的笑容。薛灵燕学着他的声音发出2声桀桀的淫笑。厕所里的2个女人刚解开裤腰带，就听到这2声笑，猛抬头就看到卢松瞪大眼珠趴在墙头看他们，不只看，他脸上还挂着猥琐的笑容。这个女人是谁啊？为什么要害我？薛灵燕快速给他解开定身穴和哑穴，只留下痛穴，让他好好腾够2个时辰，然后就喊起来：抓流氓啊！抓趴厕所的流氓啊！卢松摔在地上，转身想跑，薛灵燕拿起沾着屎的扫帚抽在卢松的脸上。卢松哪里受过这个罪，疼得连连惨叫。臭流氓，打死你！这2个女同志的战斗力非常强悍，一个抱头，一个按脚，把卢松按在地上。大伙听到抓到趴厕所的流氓了，都跑出来打流氓。好看的女人是毒蛇啊！那个女人为什么这么害我？无人不识，无冤无仇，这是把我往死里整啊！我没有趴厕所，是他冤枉我的，都是他干的。你放屁！我俩都看到你趴厕所了，还在这狡辩。2个妇女一听更愤怒了，她们亲眼所见，这小子还敢胡说八道。打死臭流氓！没带家伙的居民就拳打脚踢，人多拳头雨点一样落下来。卢松顾头顾不住腚，被踹得像皮球一样来回滚。打死臭流氓！薛灵燕看热闹，不怕事大，也跟着喊，不止喊他，还过去打蹭。说好了，打断孽徒的腿就不会给他留着。薛灵燕一脚踢在卢松的膝盖上，他那力度都能踢死老虎。松只觉得膝盖骨碎了，疼得惨叫一声，2眼一翻晕死过去。装死打，往死里打！居民们还以为他装的呢，手下也没停，继续狂殴。大伙连踢带打，才发现卢松怎么躺着一动不动了。这下谁也不敢再打，万一打死了，还得摊上人命官司。没事，就是晕了，用尿浇醒。他这个提议一说出来，有毛头小伙子响应。厕所后放着掏厕所用的粪舀子，很快新鲜出炉的粪汤就舀来了，泼他脸上，行就往嘴里灌。这女的太损了！别灌，醒了！举着粪勺的小伙子下意识地看向薛灵燕，惯不惯了？小同志，外人不教训，不长记性，得让他一次记住了。别，求求你，别啊！惜那个小伙子请在薛灵燕这个大美女面前好好表现，对她的求饶视而不见，举着大粪勺把一勺粪汤汁都投倒在卢松脸上。本身学医的人都有洁癖，小伙子往他脸上泼的时候，卢松正开口求饶呢，这些粪汤一点没浪费，既给他洗脸了，又给他洗嘴了。安师猪狗不如，只打断你狗腿，泼满脸粪，太便宜你了。顾明恒起早来给齐红星送饭，路过胡同就听到薛灵燕喊打喊杀的声音。明恒，怎么回事？抓住趴厕所的了。说实话，那人是卢松。卢松，这不是齐红星的徒弟吗？那就打得轻啊。我给齐老头送饭，这小子逼师傅把医书给他，不给他就威胁要害师傅身败名裂，那就绝了他害齐红星的机会。我也这么想。薛灵燕点头，他考虑是不是找机会弄死卢松，这是最好的办法，一劳永逸，省得这小子害师傅。怎么能这么轻易就放过流氓？必须杀一儆百，把他送到派出所去，交到他们单位反映情况，这样才有震慑力。
对，送派出所去。到他们单位。他在医院上班，我见过他。走，走。被人揪起来时候，他看到了顾明恒和薛灵燕已经被封喉的眼睛猛地瞪大。原来是他，那女人和他是一伙的，他们陷害我。薛灵燕看着卢松绝望的样子，笑眯眯地对顾明恒竖起大拇哥，这招好，永绝后患。顾明恒又帮他们想了个办法，让他们找竹竿木棍把卢松架住。再看被架起来的卢松，像极了要送去屠宰场的猪，惨死了。明恒，走吧。好，我们一起找你师傅去。宿舍里，齐红星正在收拾残局，弯腰捡东西，一个没主文拐杖摔在地上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怎么收了这么个孽徒？齐叔，明恒，你别再来了，孽徒还要害我，快走，我怕连累你们。齐老头，卢松已经被我收拾了，他再也不能害你了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卢松那么阴险，小燕怎么收拾他的？你打他了，坏了，一定把事情扩大，然后让他那个在阁会的亲戚抓你。明恒，快把小燕藏起来。师傅瞧您吓的，我告诉你，以后卢松再也不能兴风作浪了。薛灵燕绘声绘色的把怎么收拾卢松说给师傅听，尤其是卢松被灌了满嘴粪汤的事，更是被他着重描述。师傅吃饭。齐红星高兴是非常高兴，但看着鸡汤，想到卢松喝粪汤的画面，连着呕了好几声，是真吃不下去了。从宿舍出来后，顾明恒送小燕去了农机站，小燕刚走到门口，却被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喊住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回城后，我总觉得被人监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同济，蔡双林满脸笑容的和薛灵燕打招呼，今天可是特意打扮过。我这一身打扮在现在可是顶尖的，够派头又不失潇洒。一个农村的姑娘看到我这么有派头的男人，一定会动心的。我认识你吗？不认识。不怪说农村姑娘没礼貌，还有这么说话的。那你找我干啥？是这样，我是隔壁京剧院的副团长。怪不得油头粉面，找我什么事？没事了。蔡双林冷下脸，他屈尊降贵他还不感激，竟然敢说自己是戏子，有毛病。薛灵燕白了他一眼，直接走人。蔡双林一口气憋在嗓子眼，他一直都是顺风顺水，在京剧院也是被众星捧月，领导也重视他，哪里受过这种窝囊气，可也只能悻悻离开。薛灵燕刚到广场上，李国祥立马凑过来，老大最厉害了，放学了要去吗？老大不行，想都别想。薛灵燕白了他一眼，又想去投机倒把，他就没往那院子里放东西。李国祥吓得不敢吭声了。听老师讲完课后，他就回家了。奶奶，辛苦您今天跑一趟，把我三哥的婚事定下呗。行，今天奶奶就去一趟公社找杜书记说说。谢谢奶奶，提亲是不是得拿聘礼？不用，先看看杜书记答应不。我最近也打听了一下，杜书记很宝贝这个闺女，一直供她念书，然后又安排在公社上班。我就怕她嫌弃长海文化低，还怕杜书记想给闺女找城里女婿。只要不是这两样，长海要长相，要有长相，要能力有能力，杜书记应该能答应。奶奶您尽管去，我三哥一表人才，杜书记肯定能相中。再说了，就算他不答应也没用，杜姐姐相中我三哥了。哈哈，好，杜书记不答应奶奶，就赖着不走了。杜奶奶被孙女逗乐了，说完便起身往公社，路上刚好遇到薛长海。杜奶奶，你去哪啊？我去公社。杜奶奶笑眯眯地看着薛长海，没告诉他自己去干啥，等事情办成了再给他一个惊喜。正好我和大队长也要去公社开会，上车吧。还真是巧啊。奶奶去公社有事？有事，大事。薛长海的脸一下就红透了，再不敢问奶奶，埋头赶车。小月，奶奶。好，你爸爸呢？在吗？在办公室里呢。小月，薛大哥，我来开会。杜月把杜奶奶送到爸爸办公室，都没敢停留，红着脸走了。婶子今天来有事吗？有事，给你闺女做媒。本以为他能高兴，却见他蹙起眉头。完了，我还和孙女夸下海口呢，出师不利呀。杜书记心里已经有薛长海这个人选了，只是最近工作太忙才耽误下来，只等着忙过这段时间，就让老胡给当个介绍人。该怎么拒绝老太太才不会生气呢？婶子，这样我先开会，这件事等我开完会再说。也行。杜奶奶气馁了，声音都有气无力的。杜书记为难的看了他一眼，要不先听听再走。婶子，你先说吧，我还有2分钟时间。好，那我就快点说。我们村的薛长海不错，小伙子年纪轻轻就是副队长了，长得一表人才还能干。我想给你家杜月介绍一下。杜奶奶也没抱希望，快速的说完，没想到他笑了，可比刚才热情10倍。他看到杜书记的态度放心了。室友们，薛灵燕这边把弟弟送上学之后，就去给师傅送饭。师傅太有口福了，天天有我宝贝徒弟给送饭。您说对了，上辈子您一定没少做好事，才能收到我做徒弟。哈哈，师傅，书还你，我都背下来了。薛灵燕可不知道自己给师傅心里留下阴影了，把那本手抄版的《本草纲目》递给师傅。背下来了。背下来了，不信您考我。齐红星就提了个头，然后让徒弟接着往下背。之后宿舍里就都是薛灵燕清脆如百灵鸟般好听声音，背的是一个字都不差。我这是收了个天才啊！哈哈。顾明恒刚来就听到薛灵燕这自信的背书声音。还有谁？谁能比我媳妇厉害？明恒，你来了。哈哈，明恒，小燕了不得啊！
天才，天才啊！快带我去一个地方。之前因为卢松的原因，老爷子就已经动了把几本宝贝医书都给小燕的念头，现在这个念头更强烈了。去哪里？要很久吗？去以前我的那个老宅子，那几本医书都被我藏起来了，我要拿给我宝贝徒弟。中午去行吗？啊，对，瞧我一激动，忘了你们还要上班呢。行，等中午吧。这本书小燕先帮师傅保管吧，留在我手里招贼惦记。好，我帮您保管，谁都别想拿去。两口子从齐红星宿舍出来，明恒把媳妇送到农机站才去上班。薛灵燕等他走后，找了个拉肚子的借口和老师请了会假，带着3颗灵芝去找吴刚走后门。小燕，吴大哥，小燕找我有事吗？找你走个后门。哈，说说看，想买什么药？卖灵芝，我在山上采到的，但是我没有介绍信。呀，真不错，这是椴木赤灵芝。我在山里采的，吴大哥，您看能卖多少钱？如果拿到省药材公司1斤能卖250到280块钱，在咱们药材公司1斤最多180块钱，亏得太多了。我没有介绍信，人家能收吗？你真要去省里？差的有点多，太亏了。行，你要是想去，我给你写个条子。不过你最好还是和民航一起去。前不久火车上就发生拐子事件，小偷也多得很，带着那么多钱不安全。感觉我的人还没生出来呢。哈哈，这样我去给你写个条子，然后打电话通个光。至于怎么去，你和民航商量一下。薛灵燕眨眨眼，和明恒一起去省里也不错，卖完灵芝顺便买结婚用品。弟妹，你拿着我的条子到省药材公司找田经理就行。谢谢吴大哥。对了，我把你要去省城卖灵芝的事告诉民航了，说请假陪你一起去。太好了，谢谢吴大哥。中午顾明恒下班就到农机站找薛灵燕，两人一起往去齐红星宿舍。师傅，怎么了？回城后我总觉得被人监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。3个人离开宿舍去老宅院后，从胡同里转出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，他推着一辆自行车，偷偷的跟在顾明恒他们身后。走到后边树林去。一路跟踪他们的男人，那他们3人往后面树林里走去。可算知道东西藏在哪儿了。明恒和薛灵燕扶着齐红星走进树林，老爷子指挥：往左边树8棵树，再往前走8棵树，然后再往右边走8棵树，再往前走8棵树，就能看到一个小坟包。师傅，您这是藏猫猫呢？侦察兵出身，虽然只听齐红星说了一遍，但是顾明恒走起来却是一步不差，左转右转，很快就找到那个小坟包。齐叔，接下来怎么走？往后面再走3棵树。齐红星有点激动，指挥顾明恒扶着他往后面走，薛灵燕在后面跟着，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师傅有点意思，赶上过去大侠藏武功秘籍。等到后面，顾明恒扶着他转到树后面，树后有一个怪石歪斜着杵在地里，石头看起来很吓人，像是一个人站在那瞪着来饭。石头后面有个洞，把它拿掉。里面是个石洞，不是很深，大概有50-60公分深。薛灵燕探手伸进去，摸到一个冰凉的东西，他直接给拿出来。师傅，您找的是不是这个？这就是一个普通的饼干盒子。齐红星激动地接过去。刘娟子鬼一方。薛灵燕看着那字念出来，顾明恒眸色深深地看了眼媳妇，总觉得她身上有太多谜团。不认识简笔字，繁笔字不论多复杂，他都认识。对，这是宋代的，原书是晋朝刘娟子著的，有10卷之多，是我国最早的外科宝书。流失了，就剩下宋刻的5本了，是医学宝书，价值连城。书中所记载的方子很宝贵，你要用心学习。是，师傅，我一定好好学。好，师傅没有看错人。小燕，师傅想认你当闺女，行不？好啊。薛灵燕一听乐了，认干爹比师傅还进一步，而且他也真把师傅当父亲一样尊重。3个人拿了书就往回走，树上的鸟扑啦啦的飞起来。薛灵燕抬头看了眼，心中有种非常不安的感觉，好像是上次被围剿时一样。师傅，明恒，你先带师傅出去，我把书藏起来。薛灵燕匆匆对顾明恒说了句，转身就往树林里走。中午休息时间，什么人会这么急匆匆的进树林？媳妇对危险的触觉好像比我还灵敏。明恒，怎么了？没事，一会儿您稳住了。有人问来这干啥，您就说。顾明恒快速的对齐红星说，能让那些人抓住把柄。好。齐红星被吓怕了，虽然点头答应，身体已经不受控制的发抖，声音都带着颤。他后悔这么着急的过来了。别紧张。薛灵燕离开顾明恒视线，走进了空间，把装医书的铁盒子放到空间里，匆匆追赶顾明恒和齐红星。还没等追上2人，就看到4-5个戴着红袖箍的男人把他和齐红星团团围住。站住！你们进树林干啥了？上厕所。上厕所？撒谎！外面没厕所吗？远。顾明恒面色沉了下来，只赏给他一个字，浑身散发的低气压把跟在己兵身边的几个人压得喘不上气了。还有个女的，那人在哪里？那人告诉自己，他们是3个人，2男1女，现在只有齐红星和顾明恒2个人，那女人一定是去藏东西了。上厕所。上厕所？己兵生气了，这个借口用了2次，他当自己是小孩好骗吗？你们去找找。站住！那3个小子愣是吓得没敢走。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意思？耍流氓吗？他恨得直磨牙，这个顾明恒太难缠了，他越是不让找那个女的，就越有问题，他手里肯定有东西。就在他们僵持的时候，薛灵燕回来了。这么漂亮的女人，若是能抓起来，
还不是我说的算吗？明恒，他们是干啥的？拦路抢劫啊！好狗不挡路，他们看着就不像好人。纪冰更生气了，这两个人一唱一和，把他们都给骂了。你敢骂我们？我们骂拦路狗呢？你接什么话啊？薛灵燕深深看了这小子一眼，把模样记住了，回头套麻袋打闷棍，弄死他丫的！明恒，咱们走吧。好，走。站住！季红星是坏分子，你们背着他到这里来和特务接头，我们要抓你们回去调查。坏分子？谁是坏分子？市里都下了落实政策平反的文件了，你不知道？还是你以为自己比市领导大？纪冰背对的一愣，这帽子扣得大，现在他们都得夹着尾巴做人。市里新来的领导还说要解散他们呢。滚开！吉哥，他们手里什么都没拿，证据真是来上厕所的。放屁！还能一起上厕所？纪冰恨得咬牙切齿，把那小子一顿臭骂，真不甘心就这么放过顾明恒他们，一双鹰眼扫过三人。夏天衣服单薄，身上藏东西一眼就能看到，他们都空着手，衣服也没有凸起的地方，东西应该不在他们身上。纪冰想到这一点，磨磨牙，等找到东西再收拾他们。你去跟着他们，看看那女的住在哪里，小心点，别被发现了。如果赶到没人的地方，你就这样。女人胆子小，等顾明恒不在她身边的时候，抓住她吓唬一通，既能拿到医书卖给那个人换大钱，又能让这女的咬出顾明恒，把她抓起来，再顺藤摸瓜把老顾家都收拾了。小燕，你把书藏哪了？能不能被他们找到？师傅放心吧，他们就是把地挖一遍也找不到书。薛灵燕说的自信满满，明亮的大眼睛闪着笑意。别说这辈子，就算是下辈子，他们也别想找到书。那几个人医书找不到，找到的是其他好东西，嘿嘿。小燕，什么东西啊？你放了什么？薛灵燕没有回答，嘴角浮出一抹坏笑。李冰带着几个手下在树林里找，也不是漫无目的的瞎找，而是循着顾明恒和薛灵燕他们才倒的草找过去。寻来寻去，还真让他找到戚红星藏书的那块石头。你俩蹲下，把两个手下叫踩在他们肩膀上去，用尽全力才把石头拔出来。结果用力过，猛摔了个四仰八叉，被他踩着的两个手下也摔倒了。血啊！叫什么？不就出点血吗？蹲下！脑袋破了的小子很生气，憋屈的看了他一眼。是不把我当人看啊？跟着你这么多年，给好处的事都是你的，出了问题就骂我们，还不把我们当人看，来喝去像个太上皇一样。妈的！奈何人在屋檐下，他没敢反驳，乖乖的蹲下，是恨意却在心里蒸腾。李冰满怀希望的探手到石洞里，脸上挂着兴奋的笑，结果下一秒他脸上的笑容就被恐惧替代。他猛地把手抽回来，到咬着他手指的毒蛇吓得大叫一声，摔地。两个手下早就吓得跑到一边躲着去了，没能不要命救他。李冰也是够狠，低头咬住蛇身，把蛇咬下来丢到地上，看着青黑的手指已经肿起来，脑袋一阵昏厥，眼前欲黑晕过去了。两个手下互相看了眼，救还是不救？再说薛灵燕和顾明恒把戚红星送回宿舍，又安慰了一会儿才离开。书藏到哪里了？藏到一个秘密地方，谁都找不到。薛灵燕笑眯眯地对他卖关子，现在还不是把空间告诉他的时候，万一把少帅吓跑了，自己不是空欢喜一场吗？能回去看一眼。他们到的时候，正好看到纪冰的两个手下抬着他从里面出来，人昏迷不醒，右手食指不见了，包在手指外的破布条都浸透了，再一滴一滴的往下滴血，看着有点惨。这条毒蛇可是我在山里抓的，现在看来它发挥的作用可比泡药酒好100倍。怎么回事？这人把我师父害得那么惨，我给他点教训。怎么做到的？毒蛇。你怎么敢抓毒蛇？咬到你怎么办？太危险了。嘻嘻，我这么漂亮，毒蛇才舍不得咬我呢。以后不许再干这么危险的事。知道了。厂里还有事，明恒把薛灵燕送到路口就回去了。家路上他感觉不对劲，回头一看，后面一个男人猛追自己呢。这不是中午在树林里抓我们的那伙人吗？跟着我想干什么？找你们还找不到呢，自己送上门了。他不紧不慢的在前面走着，把这人往更偏僻的地方。跟踪他的男人见薛灵燕越走越偏僻，眼里闪过喜色。一会先把他睡了，滋味一定很爽。等睡完之后再吓唬他，问东西藏在哪里。这头正想着美事呢，回头看着他，笑盈盈的对他勾勾手指，那笑容可真美。小妹妹，一个人寂寞不？哥哥来陪你。薛灵燕在男人凑近的瞬间，抓住他的胳膊，扔进10几米高的山坳里。他的动作太快了，男人都没反应过来就被丢下山了，只来得及发出一声惨叫，救命都没喊全，人就掉进山坳里。怪石林立，这小子摔下去多半没命。薛灵燕不觉得自己残忍，对坏人就得狠一点。收拾完就朝着家赶去。奶奶有喜事。大喜事，杜书记答应了，找一个黄道吉日去他家过彩礼就行，结婚的日子让咱们这边定。太好了，我去告诉3哥，吃完饭再去吧。杜奶奶喊孙女都没来得及，小燕像风一样飞走了。薛灵燕朝着二爷公家飞，王菊拖着疲惫的身体，带着一身臭味从牛棚里走出来，看到薛灵燕这喜上眉梢的样子，觉得分外扎眼。我在家里用布缝了一个小人，写上他的名字和生辰八字，搭了7根钢针，就等着看他受诅咒而死。可那小人都做了好几天了，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？小贱人不止没有倒霉，有病。
他好像过得更好，更神采飞扬了。二爷公，喜事临门了。哈哈，咋回事？二爷公，杜书记答应三哥和月姐姐的婚事了，马上就可以过彩礼会、亲家、定结婚的日子了。薛灵燕迫不及待地把喜讯告诉二爷公，一家人听到后可高兴。隔壁郑家却是愁云密布，郑建设病得很重，半边身体偏瘫，躺在炕上，嘴角不时地流出口水。好他薛长海，人心变得太快了，看你当不成大队长了，转头就去抱杜书记大腿，势利小人，狗东西，王八犊子，负心汉，让他不得好死，让他生儿子没屁眼，让他结不成婚。炕上的郑建设难过的闭上眼睛。病了之后，他想了很多，越来越觉得家里变成这样，自己也有责任。打死你这个恶毒的女人！老太太拿着扫炕扫帚对着儿媳妇劈头盖脸的打下去。死老太婆，你敢打我！吕大妮从老太太手里抢过扫帚，对着婆婆打回去。一辈子对婆婆的恨意，这会儿都报复了，打得一下比一下狠，恨不得把老太婆弄死。没见过你这种奶奶，把孙女往火坑推，谁让你答应张大春的？让你坏，让你损，打死你个死老太婆！命啊，儿媳妇打婆婆了。郑建设在炕上看到媳妇打老娘，挣扎着爬起来去抢吕大妮手里的扫帚，只是半边身体动弹不了，失去平衡人从炕上摔下地。来人啊，儿媳妇打婆婆了，伤天害理啊！这也顾不得家丑不可外扬了，哭喊着跑出屋。薛长海听到身为副队长不能不管，忙跑出去，一出门就看到吕大妮举着扫帚追打婆婆。老太太跑得急被门槛绊倒，吕大妮骑在婆婆身上，又是抓头发又是抽耳光。干什么呢？虐待老人？要你多管闲事。我是咱村副队长，你归我管。是他先打我的，新社会不兴虐待媳妇，新社会也不许虐待婆婆。把老太太打得浑身伤，还是人吗？他打我，打建设。长海，大队要给我做主啊！老太太打定主意，这个儿媳妇说啥也不能留了，今天就得把她赶出门。长海，还等什么？把吕大妮送到公社去，告她虐待老人。把吕大妮送到公社去，不能轻饶了她。打死她，打死虐待老人的狗东西！郑家的闹剧结束后，吕大妮被送去公社，村里人议论着离开，没一个不骂吕大妮的。日子过得太舒坦了，总作妖，家都作罢。薛灵燕和二爷公告别回家，过彩礼的事定在星期天，由杜奶奶和薛长海的父母一起去。薛灵燕才刚到家，又听到一阵喊声：“救命啊！快救命啊！”她走出去，隔壁的孙翠红也跑出来了。小燕，快，咱们看热闹去。薛灵燕摇摇头，婶子这爱八卦的毛病算是改不了了，不过自己也没比婶子好哪里去，这不是也跑出来看热闹了吗？救命啊！建设，建设，你不要吓娘啊！郑老太太抱着儿子哭，郑世明用枕巾看着爸爸流血的手腕，可还挡不住血往外流。老太太浑身发抖，哭成了泪人。炕上摆着一个掰开的剪子，剪子上还有血迹。郑建设也是真的不想活了，谁能想到他该是有多大的决心，硬是把自己的手腕硬按在剪子封口上，割破了血管。一个偏瘫的病人做这一切得多吃力，可见他寻死的决心有多大。薛灵燕赶到的时候，薛长海已经组织人把郑建设抬上毛驴车了，一刻不耽误就赶车去市里。第二天一早，薛灵燕给师傅送饭的时候说起来这件事。小燕，我想看看郑队长，你告诉我他在哪家医院？在人民医院呢。齐叔，出什么事吗？郑建设昨晚自杀。薛灵燕简单的说了一遍。顾明恒蹙了蹙眉，和郑建设到底是合作了一场，理应去看一看。三人一商量，就去了医院。小燕，叔，给您买了点吃的。老郑，你放心，你这病我能治，别再想不开了。郑建设闭上眼摇了摇头，他不相信自己这病还能好。叔，我的脸就是师傅治好的，你要相信他。郑建设看着他的脸，有一种希望的光在闪烁。能活着，谁想死？薛灵燕和顾明恒待了一会儿，就起身告辞，扶着齐红星一起离开。另一边，被薛灵燕放蛇咬伤的纪斌从死亡线上又活过来，醒了之后，看着自己被砍断的食指，眼底都是恨意。斌子，你醒了。纪斌目光阴鸷的左右看了看，没看到自己手下的几个人，就让媳妇把人找过来。这一次我一定要把齐红星、顾明航还有他那个小媳妇整得死死的。很快他媳妇把人找来了，纪斌扫了一圈，没发现自己派去跟踪薛灵燕的堂弟纪祥。纪祥呢？纪祥出事了。什么？还指望着堂弟把医书拿回来，他却出事了。昨天我去食堂吃饭，看到有个老农民送纪祥到医院抢救，伤得很重，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那个老农民怎么说？纪祥在哪里摔的？堂弟是跟踪那个女人去了，怎么可能自己摔伤呢？肯定是顾明恒打的，只要证明是他打的，堂弟的身份现在可还是集会的人，就可以大做文章抓顾明恒了。你们这样，他招手喊来那两个手下，压低声音命令他们：你们去把那个女人抓住关起来审问，一定让她供出来是顾明航要杀了纪祥。那他不说咋整？不说就打，打到他说为止。那女人长得不错，便宜你俩好好享受。纪斌眼神阴狠，从牙缝里说出来的话透着股杀气。他没时间了，必须尽快弄到医书。好嘞，我们保证让他供出顾明恒。而这一切刚好被进来给病人换药的齐红梅听到了，
就跑回办公室给丈夫打电话，让他赶紧通知顾明恒，一定要小心。薛灵燕还不知道自己被几兵惦记上了，正在农机站里和老师学修车。中午放学，李国祥又来缠着薛灵燕，之前赚的钱都还债了，尝到赚钱的滋味，停下来太难受了。明天中午你去小屋取货。老大，太好了！李国祥激动的都想把薛灵燕抱起来，刚伸出手就吓得缩回去。小燕，有人找你。薛灵燕听到有人找自己，走了出去。你找我？有个叔叔让你过去。叔叔？薛灵燕抬眸看了眼这人指着的胡同，那胡同她知道，以前想进空间的时候去过，是个死胡同，只有3户人家，平时白天都铁将军锁门，很偏僻。如果是明恒找我，不可能把我约到胡同去，找这人来通知我，明显是怕我认出来，没安好心。薛灵燕艺高人胆大，倒要看看是谁想暗算她。她快速的来到那条胡同，蹲在屋顶往胡同里看。2个男人藏在胡同两边，其中一个男人手里拿着闷棍，另外一个手里拿着麻袋。哟呵，这不是土匪的招数吗？俗称打闷棍，绑票经常用。薛灵燕在看这2小子，认识啊，这不是老熟人吗？看来那伙人还是贼心不死，就算你们不找我麻烦，我也不会放过你们。薛灵燕蹙眉，思索该用什么办法收拾他们。大白天的人多眼杂，肯定不能用在山里的手段，这也没山坳能扔人，该怎么办呢？薛灵燕眯起眼看着他们，心里想坏招。怎么回事？那丫头怎么回去了？是不是那人没有传明白话？我说找大一点，你非图省事选那么个小屁。大的太精明，可不是一瓶汽水就能哄住，万一引起他的怀疑，找警察来抓人，咱们可说不清楚。有啥说不清楚的？咱可是偷偷来抓人的，阁会里没有备案，除了这个别人都不知道，师出无名。薛灵燕听完他们的话，这才注意到这2人把胳膊上红袖箍扯了，那就不是代表官方抓人了，这就好办啊。他耐心等待机会，突然眼前一亮，轻飘飘的跳下墙，悄悄地走到拿着麻袋男人的身后，一脚把人踹出去。另外一个拿着棍子的男人被突然的动静吓了一跳，看到薛灵燕急忙举着棍子来敲他头。薛灵燕抓住他手腕把人丢出去，他手里的棍子正好落在那男人的肩膀上。2个人一个拿着麻袋要套人，一个拿着闷棍打人。那男人吓得大喊一声，就跟拿棍子的小子搏斗起来。附近走动的人都被吸引过来，一个拿着皮包的胖子大喊：他们要抢劫，我们是阁会的。阁会的怎么没有红袖箍？薛灵燕在人群后用男人的声音喊了句，然后大喊：抢劫的别让他们骗了。对，他们就是抢劫的，要套我麻袋还打闷棍。这下群众们不再犹豫，把这2小子按在地上打得鬼哭狼嚎的。抢劫是刑事罪，把人送刑警队去。对，送公安局去。大伙连同苦主一起把这2个小子扭送公安局。这2个小子已经被打成猪头了。是他把我们推出去的。你在说什么？薛灵燕一脸迷茫，周围的人才不可能信他们。这小姑娘一看就是手无缚鸡之力，再说她推你们出去，那为啥你们一个人手里拿着麻袋，一个拿着棍子打人？他们在转移视线，证据确凿还敢狡辩，赶紧送公安局去。打这2个狗东西，还敢诬陷人！大伙一听更气愤了，于是这2个小子又挨了一顿打，大牙都打掉了，满嘴的血话也说不出来，只觉得自己冤死。我跟着去看看，你赶紧回去。好啊。薛灵燕嘴上答应，转身就乔装打扮和李国祥进了黑市。他看着一个穿着打扮不俗的大娘跟了上去。请问有野生蜂蜜吗？薛灵燕继续跟着他，大娘问了很多人都没找到野蜂蜜，她看起来很着急，眼底隐隐有泪水浮动。大娘，您要野蜂蜜？对，姑娘，我要野蜂蜜，你有吗？我有。你有首饰吗？我想买点金货。就一个金戒指。行吧，我有1罐野蜂蜜，现在野蜂蜜很稀缺，你1枚金戒指可换不去。我手里还有白面，想换点结婚用的金首饰，您要是认识的人谁手里有，麻烦帮我换一点。姑娘，你跟我来。不然稽查来了，他看到稽查队追上来，就先一步跳上屋顶。大娘吓得脸都白了，看到薛灵燕上房了，她也上不去，只能跌跌撞撞的跟着人流跑。快拿出来吧，有几条小黄鱼呀！大娘不给，这2人马上就变脸，上手就来搜身。住手！住手！你们不能抢走，你们抢走了我怎么给老头子看病？求求你们，求求你们，不要抢了！很快，这2个小子就在大娘的口袋里翻出2根小黄鱼，2人兴奋地往自己兜里装。你们比我还像土匪！少他妈的多管闲事，再逼逼歪歪就把你抓起来。 2人还没等转过去呢，就被人扳着他们俩的脑袋对撞到一起。他们俩想喊人过来救自己，却发现一句话都喊不出来，想爬起来跑却动不了，胳膊腿仿佛都不是他们的似的。遇到狠人了，该不是要我俩的命吧？死在这都没人知道。你们听着，再欺负大娘，我要你们全家的命！今天的事要是敢说出去，我就抽了你俩的坏筋。我想杀你们，只是动动手指。薛灵燕从他们兜里翻出大娘的小黄鱼还给了他，然后又把这2人上上下下翻了一遍，把他们兜里的钱和粮票全没收了，这才罢休。您家在哪？我去取蜂蜜，取完给您送过去，千万不要再来黑市了。他们见过您，再去会有危险的。我家就在猫耳朵胡同98号，姑娘你小心点。行，我知道了，您快点回去。看着大娘走后，薛灵燕从空间取了东西，
往猫耳朵胡同走去。姑娘，这里。大娘，我家很简陋，您别嫌弃。哪能呢？我老头子贪了，屋里味道大，就在这吧。好，这是野蜂蜜，我还给您拿了点梨和冰糖。要是爷爷肺有病，可以熬点冰糖梨水喝。这些白面大概有20斤，这还有2斤挂面，您看您用多少还货换？姑娘，你是要结婚用首饰吧？对，我要买结婚用的，金镯子、金项链、金耳环，要是有如意什么的就更好了。玉的行吗？也行。好，我这就给你拿去。大娘还担心薛灵燕不肯答应，见她同意了，忙进屋拿东西。屋里炕上躺着一个老头，老人家很瘦，瘦的眼睛深深的凹陷进去，脸色蜡黄，不时的发出剧烈的咳嗽声。老头子，你又吐血了。小玉，别哭，我没事。我找到野蜂蜜了，还有梨和冰糖呢，咱们马上就买药，喝了药你就能好了。老人家，您得的是什么病？姑娘，我得的是肺痨，这病传染人，您别进屋。您要野蜂蜜是为了治肺结核吗？是。我能看看您的药方吗？可以。老头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张纸，纸上用毛笔写着药方。薛灵燕一看乐了，这字都是繁笔字，她都认识。这药方大夫开的？这药方是我自己开的。您是大夫？算是吧。哦，药都配齐了吗？缺什么我帮卓想想办法。那可太好了，我正愁没地方配药呢。没问题。姑娘，这对玉镯是祖母绿，这枚玉扳指是和田玉的，还有这对小黄鱼都给你，你看够不够换你那些东西？还有能不能给我点钱？大娘看着薛灵燕，眼神里带着祈求，她很怕薛灵燕嫌弃这些东西不够，嫌弃自己狮子大开口。奶奶，您这东西在过去很值钱，我也不能让您吃亏了。爷爷买药的事就包在我身上。那就太谢谢姑娘了，这东西在过去是值钱物件，现在根本就没人要，你真是救了我们的命了。薛灵燕又嘱咐了几句不让她出门的话，这才带着玉镯、玉扳指和小黄鱼离开。姑娘，大娘从屋里追出来，薛灵燕停下脚步看着她。姑娘，你结婚要金首饰，我有很多，只是不敢去拿。行，您告诉我地方，我去拿。大娘压低声音，把藏首饰的地方告诉薛灵燕。没问题，您就等着吧。离开猫耳朵胡同，薛灵燕就往回走。这么多金银首饰和字画，赚大了呀！不过怎么没有找到徐元九说的医书？难道纪斌把书烧了？不行，得问问这小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遗书呢？老大，你可出来了！我担心死了，一直盯着胡同口呢。要是稽查把你抓了，我就抢人。谁能抓住我？前世的老三就忠心耿耿，李国祥和他一模一样，都对自己忠心不二。接下来的一下午，薛灵燕在农机站老老实实的学习，等放学铃声一响，他就跳起来往自行车棚跑，找齐老头去。师傅，找到银针了。是呀，明恒下午送过来的。小燕，师傅要把祖传的针灸医术传给你。好，师傅，我想请您看一个药方。什么药方？薛灵燕根本就没拿那张药方，凭着记忆直接背给师傅听。齐红星越听神情越凝重，听完之后严肃地看着徒弟。小燕，这药方你从哪里看到的？是一个老爷子。薛灵燕简单的给师傅讲了一下。齐红星听完脸色很不好，眼底隐隐还有水色。师傅，您认识这个老爷子？小燕，那个老爷子叫什么名字？我没问。小燕，你能带师傅去看看他吗？行。师徒两个来到老爷子家，一进门就看到大娘端着刚刚熬好的冰糖梨水要送进屋里去。嫂子，是红星吗？是我。3年了，3年没有音信，还以为哥嫂都不在了呢。红星，你来了元九就有救了。小燕，扶师傅看看你大伯去。九哥啊，3年不见您怎么病得这么重了？红星，没想到九哥还能活着见到你。老人家也激动的落下眼泪，哥俩抱头痛哭。齐红星让薛灵燕回家取针，今天他就要给老哥哥针灸。此时公安局里，邢国庆匆匆从审讯室里走出来。怎么样？招了，他们几个手里都有命案，这些年做了很多伤天害理的事，可以抓纪斌了。谢了。谢啥？你给我送了一个破大案的机会，我还得谢谢你呢。明恒，那2个小子说是小燕把他们踹出去的，是真的吗？他们是为了自保胡编。那个2个小子该死，小燕踹他们出去是为民除害，但这事不能承认，好朋友也不行。我看也是，不过也挺奇怪的，你嫂子在医院听到纪斌让他们去抓小燕，这2小子怎么临时起意去抢劫了呢？几千块钱总比小燕重要吧？你这么说也对，马上要清算了，这2个人也许害怕罪行败露，抢笔钱好逃跑。得了，去抓人。纪斌躺在医院的病床上，眼神阴鸷的看着屋顶，他在等2个手下把薛灵燕抓住。纪斌，你杀人的案子犯了，跟我们走一趟吧。纪斌听到杀人2个字，脸色大变，自己做过什么自己最清楚，查出来几条命都不够枪毙的。纪斌第一时间就是想逃走，他也真这么做了。那些抢来的珠宝古董都被他藏到郊外一个老宅子的地窖里，他拎着钩子从地窖里爬上来，正准备赶紧离开这里。不错，东西不少。什么人？要你命的人。来人冷冷的说完，一根木棍就带着破空声朝着纪斌头上砸过来。纪斌以前就是好勇斗狠的混混，抡起打架来还挺利落，
偏头躲开木棍，奔着说话声音响起的地方恶狠狠扑过去。哟，挺能打啊！他一脚踹在他肚子上，几兵被踹得飞射出去，好巧不巧地落进了地窖中。这么多金银首饰和字画，赚大了呀！不过怎么没有找到徐元九说的医书？难道几兵把书烧了？不行，得问问这小子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遗书呢？几兵脑袋里快速的转动，这男人是谁？咋知道自己拿过医书？我说出来，他会不会杀人灭口？什么医书？我不知道。为了保命，几兵装傻充愣。薛灵燕也不着急，到院外找来一块大石头，巨石足有几十斤重，他毫不费力的拎起来走回屋内。几兵刚爬出地窖口，就被薛灵燕一脚踹回去，然后大石头扔到地窖上，严丝合缝的盖了个严严实实。不知道那就好好想想，明天我再来问你。之后就是死一般的宁静，几兵大喊大叫的喊救命，喊的嗓子都哑了，也没人听到。薛灵燕离开老宅子，才想起来自己光顾着黑吃黑，没有告诉家里一声，赶紧朝家赶去。小燕，小燕，我在这呢。小燕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明航呢？他没送你回来吗？我们没在一起，我去师傅家了，跟他学针灸。薛灵燕说的一半真话一半假话，针灸是学了，可没用多少时间。耽误时间的是打听几兵的住处，得知几兵在医院，又跑到医院找他算账，然后碰见几兵逃走，他跟踪他黑吃黑。咋不往家里捎个信？忘了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下次你记得说一声，我们都担心死了。知道了，三哥。快回家吧，陆奶奶还等着你呢。好。薛灵燕到家又和奶奶解释了一遍，哄着老太太回家睡觉了。第二天，薛灵燕骑车上学的路上，看到了全市的电线杆子上都贴满了通缉几兵的通缉令。几兵还没交代医书的下落呢，我还不能把人交给警察。顾明恒得知几兵跑了，怕薛灵燕出危险，一大早就到农机站等他。明恒，你怎么来这么早？小燕，这几天别上学了。自己每天上班不能每时每刻都在他身边保护。几兵是亡命徒出身，他担心小燕的安全。为什么？没事，你听我的就行了。好吧，我回厂里了，你上课吧。薛灵燕上完课后本想回家，想到地窖里那小子别给闷死了，这样医书就找不到了，便起身去看看。地窖里，几兵蜷缩着躺在地上一动不动，看着像是死了似的。回答我的问题就给你水喝，求求你，求求你放过我。一个酒瓶慢悠悠的放下来，几兵的眼睛随着那酒瓶走，使劲的吞咽着。医书呢？先让我喝一口，就喝一口。几兵现在只想喝水，在他手要碰到酒瓶时，薛灵燕就把瓶子拉起来。几兵眼中的渴望变成了绝望。以前他虐待那些老干部黑五类的时候，不觉得自己残忍，现在他自己尝到滋味了，才知道多可怕。说了才给你喝。我说。几兵崩溃了，哭哭啼啼的说起来。薛灵燕越听脸色越冷，人心最可怕，师傅和徐元九都被最信任的人害。谁给你？大石头重新盖在地窖口，刚刚有的那一点亮瞬间消失，重新归于死一般的黑暗。放我出去，饶了我吧，放我出去。根据几兵交代，背后指使他抄家和拿医书的是徐元九的远房表弟，叫吴仁，收留他一家人子，却反被陷害。徐元九被打倒后，这个表弟因为是贫下中农，反倒升官在医院做主任。薛灵燕到医院找周红打听姓吴的主任。你怎么认识吴主任？听人说起过。诺，那就是吴主任，我帮你喊他吧。嫂子您去忙吧，我自己过去。薛灵燕忙和嫂子道谢后，走向这老头。你叫吴仁，这眼神怎么感觉这老小子好像认识我？你是？啊，是这样，你表哥徐元九托我来给你带句话，他一直惦记你，让你有时间去看看他。徐元九是坏分子，我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，请不要和我提他，劝你也不要和他走太近，以免受牵连。哈，明白了。明白什么？有些人看着道貌岸然，却是狼心狗肺的人。你怎么说话的？卑鄙小人！这赤裸裸的嘲讽让吴仁脸色涨红，恼羞成怒地瞪着薛灵燕。他不能和薛灵燕吵，会坏了他苦心经营的老好人形象，只能暗气暗憋。满大街都是几兵的通缉令，谁知道啥时候抓住他？被警察抓住这小子，肯定得把我供出来。不对，这姑娘来说的那些话意有所指，是不是几兵已经被抓住了，而且已经把我供出来了？吴仁额头上冒出冷汗，跑回房间拿出医书，然后找院长请了半个月假，又到财务室预支这个月工资。做完这些，从医院出来，薛灵燕早在门口等着这老小子了，看他紧张的左右张望。这么紧张，包里放的什么？先跟上去再说。吴仁顺着火车站方向走，扭扭捏捏的先去了厕所。薛灵燕等在胡同口，吴仁上完厕所从胡同里走出来，薛灵燕过去抓着他衣领就是一个大嘴巴，快速扯开他的裤腰带，抢过公文包，快速扔进空间。臭流氓！周围的人围过来一看，吴仁的裤子吞到脚跟，露出花裤衩和光溜溜长满黑毛的两条腿。这不是耍流氓吗？不怪那个大姑娘揍他。这年头流氓可是人人喊打，大伙都过来帮忙，把吴仁打得哭爹喊娘。薛灵燕见好就收，东西到手人也教训了，功成身退。包呢？我的包呢？哎呀，我的包呢？薛灵燕找到没人的地方进空间查看，3本医书1本不少。这老小子真是想带着医书跑路，医书找到了，几兵就没必要再留着。薛灵燕马上起身去老宅子，没进院就感觉不对劲，有人来过了。
堵在地窖口的大石头被人挪开了，露出黑乎乎的地窖。他走过去，朝下面看了一眼，骑兵不见了。刚说完，就听到一阵脚步声，他连忙躲起来。就是这，我们就是在这发现他的，被人关在地窖里，都快饿死了。警察同志，就是这个地窖，我们从这边路过，听到有人喊救命，就进来看。2个小伙子路过，听到有人喊救命，把几兵救上来，一看这不是警察通缉那个人吗？于是正义感爆棚的小伙子就把几兵押送到公安局。你们俩去搜查一下。我们哥俩费了好大劲才把石头搬开的，很重呢。这石头至少得有几十斤重，关键是不好搭手，抬的时候容易手滑。也就是说，把季兵带到这里的至少是2个人以上。薛灵燕听到他们要搜查再走，就来不及了，干脆进空间。你们留下蹲守，季兵被咱们抓住的消息还没有走漏，关押他的人可能还会回来。2个警察研究了一下，决定都埋伏在屋里守株待兔。等邢国庆走后，薛灵燕趁他们不注意跳了出来找师傅去。薛灵燕还没等回答呢，一个人在外面大喊大叫的冲进来。徐元九，你真卑鄙！小燕，来，师傅要给你徐伯伯针灸，快过来学学。小燕来了，快坐。师傅等会再针灸吧，我给你们带饺子了。哈，我这宝贝徒弟又给师傅送好吃的了。九哥，我想认小燕当义女，你说我闺女做徒弟怎么样？行，小燕侠肝义胆，是个好姑娘，我愿意把毕生所学都传给她。小燕，还不快喊师傅！师傅在上，徒弟给您磕头了。哈哈，好，好，起来。爹，师傅，师娘，吃饺子。薛灵燕把饺子端到桌上，改口喊齐红星爹，喊徐元九和小玉师傅师娘。真香啊！小玉吃了一口饺子，眼泪就流了下来。想当年她是大小姐的时候，锦衣玉食，荣华富贵。师娘别哭，我们苦尽甘来认了一个好徒弟。吃完饺子，齐红星就喊薛灵燕过来跟他学针灸。他扎一针讲解一下这是什么穴位，扎这里能起到什么作用，下一针应该配合扎着什么穴位什么。小燕学会了吗？薛灵燕还没等回答呢，一个人在外面大喊大叫的冲进来。徐元九，你真卑鄙！医书被抢走了，还被安了一个流氓的恶名暴揍，这口气怎么都咽不下去，所以他就过来找徐元九算账了。你是谁呀？徐元九，你太缺德了，找了个女人陷害我。书呢？是不是你拿去了？你说什么？什么医书？徐元九蹙眉问他，到现在他还不知道把自己害这么惨的是无人。别装糊涂，徐元九，你是不是早就知道是我在背后整你？你为什么这么做？为什么？我从小到大吃的住的都比你地道，你能继承徐家的医术，我想学就不教我，还给我娶了一个下人的闺女做媳妇，你们把我当下人一样对待，就别怪我不仁不义。无人咬牙切齿地指着徐元九，当初他也相中了小玉，可因为身份的原因，只能眼睁睁看着徐元九把小玉娶回来，做了他的表嫂。爸，别和这个老东西废话。老东西，把医书交出来，不然我打死你们！医书已经不在我们手里了。徐元九悲愤交加地看着表弟，早知道他是条毒蛇，就不该收留他们，也不该掏心掏肺地帮他娶妻生子。真不在我们这，被葛慧拿走了。你表哥病得很重，不要再折磨他了。少废话，今天不交出医书，就别怪我不讲亲戚情面。老东西，快交出来！你们干什么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齐红星，我不去找你，你还自己蹦出来了，把医书交出来，不然连你一起打死。看到齐红星，无人两眼闪着贪婪的光，狞笑着指挥2个儿子抓人。薛灵燕抓住这2个兔崽子的手腕，一记窝心脚，把2个小子踹得差点背过气去。手腕被薛灵燕捏着他们，一点力气都使不出来，想跑都跑不掉。说你是卑鄙小人，你还不承认？3个大男人来欺负老弱病残，是你。在车站那个女的是你。无人想到中午自己被人当流氓打得那么惨，就是因为一个女人扯下他裤子喊流氓，然后医书就丢了。他真是太憋屈了，苦心经营的好名声被这个小姑娘给坑没了。你陷害我，医书是不是被你拿走了？无人想伸手去抓薛灵燕，他那么轻轻的一撅，无人就疼得嗷嗷的惨叫。啊！放手，放手！小燕怎么这么厉害？眨眼就把无人父子打得落花流水，没有反抗能力。哎呦，无人为什么说医书被小燕拿走了？不是被集会的人拿出了吗？放手，疼死了啊！断了！无人疼得脸都白了，挣扎不开，想把薛灵燕的手打开，结果这只手也被薛灵燕抓住硬掰，疼得他浑身发抖，惨叫连连。医书是怎么回事？撒谎我就掰断你的手指，打断你狗腿。无人疼得踮起脚尖，眼泪横流，可他不想说，那是他的退路。如果说出来了，他就彻底完了。不说嘛。薛灵燕手下一使劲，无人的2根手指被生生掰断，无人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，十指连心，疼得浑身发抖，豆大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。不说，我就继续掰了。无人只是稍微晚了1秒钟回答，2根中指又被他抓在手中轻轻一撅，嘎巴一声脆响，那锥心刺骨的疼就又一遍。这个女人是什么人啊？咋这么狠？这若是不回答，不得把我所有手指都掰断了。我说，我全都说。原来无人一直不甘心只做一个养人鼻息的人，他总想从徐家得到更多。背后人给他1000块后，指使他联络几兵，正好齐红星的徒弟也有野心几人一起狼狈为奸。
一起把医书抢了后，就把徐元九打倒，扔到农村受罪。齐红星也被下放改造。怎么有这么可怕的人？怎么有这么可怕的阴谋？把你说的全写下来，跪着写。薛灵燕一脚踹在无人腿弯，让他跪在师傅和义父面前写。见他不动笔，就一嘴巴扇过去。无人被打得摔倒在地上，鼻血顺着鼻子流。你不写，今天你们3人都别想活。于是无人哆哆嗦嗦的把所有事情都写下来。薛灵燕拿起那份供词皱眉，那个人给无人钱，给他出主意，但是无人竟然连他住在哪里都不知道。那人只是告诉他，如果不能来拿书，就让无人在每个月的最后一天到省城望月楼等他。你把那人的外貌特征说一遍。齐红星和徐元九再次震惊。小燕还会画画？大概就是这个样子。他比我高一点，喜欢戴一顶黑色的礼帽，穿中山装。薛灵燕拿到想要的东西，就把无人父子3人连同他们写的供词一起送到刑警队，交给了邢国庆。小燕，你自己把他们3个都打了。我会武功，他们3人要打我义父和师傅，我不能看着不管。哦，会武功好，会武功好。齐红星和李明玉陪着薛灵燕来报案的，做完笔录一起离开。小燕，无人说的医书是怎么回事？师傅，是这样。薛灵燕简单的对齐红星说了一遍。医书我可以现在就给师傅，但是背后的那个人还没找到，我怕他在害师傅。小燕说的对，我和九哥没有自保能力，现在把医书还给我们也保不住。师娘，您这样，如果有人问起来，您一定说医书在我手上，这样坏人才不会再去害你们。那你不是危险了？嗨，师娘，就怕他不来找我，来了他就别想走。那个人多阴险啊，我就怕他不来明的来阴的，暗箭难防。我家也不是最安全的地方，而且师傅现在还没有平反，把他接到家里备有新人力，最好的办法就是租个安全点的房子，让义父和师傅师娘住在那，然后大门不出二门不入，我去照顾他们的衣食住行，这样才是最安全的办法。只是薛灵燕把2位老人家送回家后，就去找顾明恒帮忙租房去了。生气了？你说呢？哎呀，我错了。哪里错了？不该不通过你就去找无人算账，不该惹祸。邢国庆和我说起来一件事，季斌被人抓走，关在一个老宅子的地窖里，抓他的那个人问他医书的事了。小燕，是不是你？当然不是我。薛灵燕装糊涂，回答得坦坦荡荡，这是打死都不能承认，黑吃黑呢。那你为什么去找无人算账呢？是这样，我去厕所的时候听到2个女人谈无人害我师傅的事，我气不过就去找他算账了，只是想让他身败名裂，没想到意外帮师傅找到了医书。薛灵燕边瞎话边的滴水不漏，上厕所听说的又不认识没有对证，气不过帮师傅报仇也像他的性格。以后有什么事一定要和我商量，记住我是你男人，有事我去解决。好，我现在就有难处了。什么难处？我担心师傅师娘还有义父的安全，你能不能帮着租一间房子？房子可以。太好了，晚上奖励你吃烤羊。不许再进山打猎了，太危险。我跟你说，上次王国强挖的那个陷阱被我利用上了，没事就能去捡猎物，你就说想吃啥吧，除了老虎黑熊之外，我都能给你弄到。那也不许去，要去我陪你。好啊。既然答应了小燕找房子，下午顾明恒就去落实，他朋友多，认识的人也多，不到晚上就传来好消息。哈哈，小燕，你真是天才，我一说你就懂了，这脉把的不错。谢谢师傅夸奖。小燕，明恒你来了。明恒来了。徐叔叔，阿姨，我去做饭，晚上在这吃饭吧。阿姨别忙了，我来接你们搬家，咱们现在就走。好。李明玉和徐元九下午就听薛灵燕说了要给他们找个安全地方的事，2口子也是真不敢再住在这，当下马上收拾东西。师傅，明天我给您送2床被。不用，这个就行。他们一行人刚出门就碰到那个收留徐元九的丫鬟。这是要去哪啊？秋菊，谢谢你收留我们，给你们添麻烦了。李明玉过去和秋菊说话，顾明恒背着徐元九走出了院门，薛灵燕拎着2个包裹在后面跟着。李明玉和秋菊寒暄了几句，也跟上来。送师傅一行人去新房后，小燕准备赶回家。此时顾明恒接到了一个电话。小燕，出了点事，你得跟我去一趟公安局。啥事啊？整得这么严肃。季祥醒了。谁是季祥？季斌的弟弟。咱们边走边说。路上顾明恒简单给小燕说了一遍情况，原来那个叫季祥被送到医院后，很长时间处于昏迷状态，昨天总算清醒了，开口就喊救命。虽然他叫不出薛灵燕的名字，但能说出是和顾明恒在一起的女人把他丢下悬崖的。就这事啊？谁看到我扔他了？凭着他一张嘴冤枉人吗？2人来到公安局，邢国庆看到薛灵燕来了，就让顾明恒先回避。国庆，我把小燕交给你了，别让人冤枉她。放心吧，警察办案讲证据的。邢大哥，你有啥话就问吧，我还有好多事等着办呢。那好，咱们就开始吧。9月10号这天你还记得吗？不记得，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。那季祥你认识吗？知道一个季斌，季祥是谁不认识？薛灵燕再次否定，事实上他的确不知道那小子叫什么。想整死的人还需要问名字吗？季祥说他跟踪你，然后被你扔下山坳里了，你想要杀了他。不认不识我疯了，杀人这么可怕的事我说都不敢，哪敢做啊？
可他为什么要这么说呢？那您得问他了，我连这人是谁都不知道。好好的大姑娘被安了个杀人的罪名，我太可怜了。没有证据，又问了半天，薛灵燕回答的都是滴水不漏。最重要的一点是，纪翔被扔下山的地方很偏僻，没有人看到事情经过。队长，纪翔改口了，说是他自己掉下去的，怕没钱治病才说薛灵燕把他推下去的。好，我知道了，弟妹，事情已经调查清楚，你可以走了。薛灵燕都准备好，还得接受几轮狂轰滥炸呢，没想到就这么轻松的过关了。小燕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啊，我是清白的，邢大哥又不会冤枉我。谢谢弟妹理解我的工作。隐患有惊无险的度过去，薛灵燕也松了口气。10月1，风和日丽，艳阳高照，正是结婚的好日子。小燕啊，你嫁到城里了，还能回来看我们吗？这也是我的娘家，我肯定会回来啊。小燕，我来接你了。妹夫，我把妹妹交给你，可不许给她气受，不然我可不饶你。听到没？敢欺负我，我3个揍你。我没说揍，就是找她谈谈。喇叭匠看到新娘子出来了，更加卖力的吹起来，欢快的唢呐声传到村口。一个瘦弱的女人踉踉跄跄的走进村子，听到唢呐声，她停住脚步，竖着耳朵听，眼神羡慕极了。她的脸上、胳膊上都是伤，新伤盖着就伤多的吓人。她走路的姿势很奇怪，2条腿不敢合拢，劈开着走路。呀，那不是郑美娇吗？她回来可没好事，快去告诉老薛家。世民看着你妹妹，别闹得大家难堪。郑世民急忙跑出去，看到妹妹正拉着村里人问呢：谁结婚？谁结婚了？是不是薛小燕？是不是她？她跟谁结婚了？跟谁结婚了？郑世民过去捂住妹妹的嘴，拽着她的胳膊，把人拖进院子里。大哥，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郑美娇见大哥不肯放开她，眼中闪过疯狂，低头对着大哥的胳膊上狠狠地咬下去。疯了！郑世民急得在后面追上去，刚追出门就看到张大春扯着妹妹的头发，把人拽倒在地上，拖着往村口走，好像是拖牲口一样。你干什么？怎么这么对美娇？他水性杨花，出来偷汉子，我揍他都是轻的，你再拦着我，连你一起打。张大春除了在薛灵燕面前俯首贴耳之外，在外人面前那也是个滚刀肉泼皮。看到大舅哥过来拦着，他张嘴就骂，不止骂，还当着郑世民的面对郑美娇拳打脚踢。没人要的破鞋，还想给老子戴绿帽子？打死你！打死你！看你还敢跑！住手！郑世民看不下眼，过去护着妹妹。张大春真就连他一起打。郑世民平时老实巴交的人，哪里会打架？他被张大春一拳打倒在地上。郑美娇根本就没管他大哥，趁着张大春打他大哥的机会，撒腿就往薛灵燕家跑。给老子站住！死婆娘真把小燕的婚事搅了，小燕非把我的腿卸了不可！救我！救我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死丫头，你给我回来了！郑美娇现在已经红了眼了，一把将她奶奶推倒，疯了一样往薛灵燕家跑。干啥？干啥你？郑美娇好不容易跑到薛家门口，孙翠红出来一眼就看到了她，马上过来拦着，扯着她胳膊往外拽。小燕的大喜日子可不能让你搅和了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顾厂长，顾厂长，我是美娇啊！敢在我妹子大喜日子闹事！孙翠红伸手把她嘴捂住，粗暴地扯到树林里。她也是有损招，把郑美娇的裤腰带拽下来，把她绑在树上。等小燕出门了，我再放开你。狗，你是小燕的一条狗，你们全家都不得好死！臭娘们，你放开我！你还以为你爸是大队长呢？在这作威作福，没有小姐命得了小姐病，你就是个大破鞋，再过去就得去游街，还以为自己是什么好东西，到这来大喊大叫，惯得你臭毛病，还骂我把你屎打出来。新娘子出来了！顾厂长，顾厂长，救我！救我！郑美娇急忙大声喊。孙翠红气坏了，脱下脚上的布鞋塞进郑美娇嘴里。让你喊，我让你喊！郑美娇恶心的只想吐，哪里还喊不出来？而薛灵燕这边在一片祝福声中坐上了迎亲的车，她的嘴角扬起甜蜜的笑。老子嫁出去了。婚后2人日子甜蜜蜜。这天，薛灵燕端着豆腐和豆花从空间里出来，心匆匆地走进厨房，看到厨房里忙碌的顾明恒傻眼了。他啥时候回来的？小燕，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我怎么没听到声音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你慌什么？顾明恒多敏锐的观察力，发现媳妇的神情不对，太慌了。从来都是伶牙俐齿的小燕，这会儿咋磕磕巴巴的？今天这一关不好过啊！我咋解释自己凭空出现？咋解释这还冒着热乎气的豆腐和豆花呢？他想到自己刚刚进厨房的时候门是关着的，薛灵燕眼眸就是一亮，瞎话想好了。你关着门，当然没听到我回来了。怎么？你在怀疑什么？咱家住的是2楼，我可飞不上来。哈哈，我是想给你惊喜。你看我买豆腐了。他差点就想和他坦白了，只是现在还没孩子呢。如果自己跟他说是从60年前穿过来附在小燕身上的游魂野鬼，他会不会大义灭亲，把他烧死啊？明恒，你做鱼呢，我来吧，正好鱼炖豆腐可好吃了。不用了，我来做，我学了。顾明恒淡淡的说了句，之前满心欢喜的想给小燕惊喜，可惊喜没有，反倒多了分郁闷。这豆腐是在哪买的？在。明恒，我坦白，这豆腐不是我买的，是我自己做的。原来是这样，你怕我知道你自己做的豆腐？薛灵燕不敢相信的看着他，
这是脑补了什么？这有什么？会做豆腐不丢人啊，媳妇啥都会，我还骄傲呢。和老爷学的吧？是的。在哪做的？在豆腐厂，我给老师付1块钱，他就让我做了。那这个师傅思想有问题，怎么能用公家的财物私捞外快？被抓住这可是大错误。明恒，不要往外说，别害了那个老师傅，我以后还想用他的豆腐房呢。好吧，我来给你做豆腐宴。你去学习，我来做饭。好吧。薛灵燕只得回到卧室休息去了。饭做好后，一家人正准备吃饭呢，就听到敲门声。二夫、二婶，小新说想二叔二婶了，爷爷就带他过来了，顺便蹭个晚饭，小宴欢迎不？哈哈，当然欢迎了，爷爷咱们不醉不归。哈哈，好，爷爷自己带着酒呢，茅台怎么样？几人吃饱喝足，老爷子准备回去。小新，走跟太爷爷回家。我不回去，我要和二婶睡。胡闹，赶紧出来，不然以后太爷爷不带你来了。我要二婶。爷爷，就让小新在这睡吧，我明天送他去幼儿园。顾颖川直懊悔，自己就不该带小新来，这不是耽误孙子和小燕造小人吗？他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好吧，下不为例。好，下不为例。走了。送走了爷爷，薛灵燕蹲下喊小新。小新出来吧，下面多脏啊，还有毛毛虫哦。小新不怕毛毛虫，太爷爷走了吗？走了，快出来吧。薛灵燕牵着小新的手去卫生间洗澡，收拾碗筷的活小婷干了，刷碗的活顾明恒干了，他啥事没有。二夫，你家有苹果啊？有啊，小新想吃了吗？小新想吃苹果，这个要求他必须满足啊，所以亲完小新就去厨房了。这次他长记性了，先把厨房的门关好，再进空间，速度飞快的摘了2个苹果，赶忙出来。小新吃苹果吧。谢谢二婶，二夫吃。顾明恒脸色僵了一下，孩子真可爱。要不还是生一个？明恒你也吃。市里有卖这么大苹果的地方吗？小燕，这苹果在哪买的？黑市。黑市。小燕，明天中午咱们一起去黑市，这苹果好吃，多买点回来。薛灵燕听到顾明恒的话，吓得呆住了。你工作忙，我自己去就好了。不行，黑市太危险了，我不放心你去。好吧。小新到时间就困，小哈欠一个接一个，都打出眼泪来了。薛灵燕心事重重的抱着他躺下，小新钻进薛灵燕的怀里，舒服的闭上眼睛。顾明恒浑身的热血朝着一处涌去，每天都做的事不做了，太难受了。二婶，这一声好比一盆凉水，把2个人浇醒了。顾明恒颓然的躺到床上，完了，功亏一篑。睡吧。好。为了让小新快点睡，顾明恒翻身过来，长臂一划拉，把侄子划拉到自己怀里。薛灵燕眼皮一点点的粘起来，本想等小新睡了，他和明恒来个，可现在他只想睡觉。小燕，快速战速决！此时，某位没心没肺的女土匪睡得那叫一个香甜。注定今夜无眠。第2天一早，他装了1篓子和鸡蛋，装扮好朝着黑市走去，准备大干一票。结果被一个倒差价的2道贩子收了去。薛灵燕图快给他了。卖完东西往黑市外走，突然感觉有人拉他的是一个瘦猴一样的男人。薛灵燕眼前一亮，前世的手下又回来一个。同志，以后你有东西就批给我呗，我比老鬼多给2分钱行不？这是嫌少了。同志，多给2分不少了，10斤就是2毛呢。你吃肉让我喝点汤行不？李子健用商量的语气求着薛灵燕，那可怜巴巴的眼神和前世的2娘们一模一样。可以，不过我有条件。啥条件啊？你得帮我做针线活。这是啥条件啊？让我一个大老爷们给他做针线活，这根本没毛病吧？行，一会儿我就批给你1筐大苹果。行，你要做什么针线活只管拿来，不是吹啊！我做针线活比娘们都好。是吗？那以后我就管你叫2娘们了。薛灵燕唇边笑意更浓，这话前世2娘们就说过，也是这么个神情。她眼中带着泪花，笑着说出前世自己逗2娘们的话。行，只要你以后货都批给我，管我叫啥都行。哈哈，好，2娘们你带我去你家看看，如果你可靠的话，以后我的货就都交给你卖。这万一是稽查的人，那可是被端了老窝了。李子健观察了薛灵燕一会儿，经过激烈的心理斗争，终于下了决心。行，走吧，我家就在这胡同里，我家在最里面，挺破的。没事，既然找到2娘们了，穷就不是问题，自己会和前世一样带着她赚钱。再走可就是胡同尽头了，那不是师傅以前住的房子吗？我家是农村的，我现在住在二姨家，就是这个院。2娘们还真就在徐元九以前住的那个院子门口停住脚步。行吧，我就不进去了。啊！2娘们奇怪地看着薛灵燕，说来的是她，怎么到家门口又不进去了？知道你家住哪就行了，以后每天中午你在黑市对面的树林里等我，我给你送货。还有我想买口大铁锅，你帮我看着点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不是说有苹果给我吗？你去那等我，半小时后给你送去。我可死等你啊！薛灵燕之所以让他等半个小时，那是要留出时间进空间摘苹果。摘1筐苹果用了30多分钟，薛灵燕又抓了2只大野兔，拎着一起去找李子健。真拿来了？
去卖吧，明天给我钱，这给你吃，太瘦了，丢我的脸。谢谢谢谢。苹果你可以卖1块钱一斤，保管能卖出去，只要给我8毛钱就可以。行，你不怕我卖完苹果跑了吗？这是试金石，如果这么点钱的诱惑你都承受不住，那我就当看错人了。谢谢你信任我，好好干。对了，你中午12点以后再进黑市卖苹果。好。薛灵燕交代完就去找顾明恒了，答应带他去黑市买苹果。明恒走，带你买苹果去。好啊。明恒，你们去哪啊？陆大哥，我和明恒准备去黑市买苹果呢。这样啊，我这2天也馋苹果，跟你们一起去吧。好啊，走。很快，两口子带着陆向前来到了黑市。明恒，这有苹果。这不好。那还不好，国光苹果个头也挺大的。陆大哥，昨天我在黑市买的苹果这么大个，红红的，香气扑鼻。您若是吃过一次，就不会再看得上那小苹果了。哈，真的？那我也得给你嫂子买点吃。陆大哥，您可真疼嫂子。不怪人家说嫁给好男人就年轻漂亮，因为幸福啊。哎，小燕，那是不是你说的好苹果？薛灵燕一看卖苹果的人就乐了，二娘们准时准点的来了。苹果多少钱一斤？1块钱一斤。1块钱一斤，你这是抢钱的吧？白面大米也卖不到1块钱啊！90，太黑了。物以稀为贵，你们见过这么好的苹果吗？我运过来不要花路费吗？小伙子，便宜点，8毛行不行？不行，1块钱少1分都不卖。明恒，买点不？我买20斤。薛灵燕听到顾明恒要买20斤，捂住了心，这不等于自己赔钱吗？我可从来没做过赔本生意呀，这一下子就赔了4块钱。好了，大哥痛快，我给您高高的称。我天，明恒你咋买这么多？人多。那个，明恒买2斤得了。傻子，你多买1斤我就多赔2毛钱。想吃苹果，我空间有的是。难得碰上，苹果能放住，20斤不多。我要是带钱多，就全包了。大哥，幸亏你兜里钱少。同志，您这就不对了，您都买走了，我们大伙买什么？对，明恒，咱也得给别人留点，少买点。薛灵燕一反常态，帮着这个妇女劝顾明恒。同志，我们先来的。你们先来的为啥不买？你们不买还不让这位同志买，什么意思？我也来5斤吧。我要2斤，我要3斤，我要5斤。顾明恒没管别人，买完就走。薛灵燕拦不住，只能放弃，跟着顾明恒拎着20斤苹果挤出人群。小燕，难得碰上这么好的苹果，我是这么想的，爷爷那送5斤，你二爷公那也要送几斤，还有你义父师傅也应该送点。明恒，你想的真周到。他知道这是因为明恒爱他，才会对他的亲人们好。哎呀，照这么说我买少了，明恒你匀我5斤。那啥，明恒咱们匀给陆大哥吧，明天我再过来买。薛灵燕眼前一亮，匀出去5斤他就少赔1块钱，当即帮着陆向前劝顾明恒。不用匀了，送你5斤。薛灵燕眨眨眼，这下赔的更多了。算了，无所谓了，给陆大哥和嫂子5斤苹果算啥？明天我再多拿点，5斤太少拿不出手。那不行，我可不占你便宜，你不要钱我就不要你苹果。就在他们3个人说话的功夫，2个彪形大汉边喊边追一个男人。打死他！臭小子敢抢老子生意！二娘们，薛灵燕一眼就看到被追打的是二娘们，这小子太瘦弱了，根本就不是那2个人的对手。明恒，你和陆大哥先走吧，我肚子疼去趟厕所，完了我去师傅那。他抽着小脸，装作憋不住的样子，迈步就跑，准备去帮二娘们解决这2个小喽啰。等他换好装备追上去一看，李子健的猛劲没了，捂着脑袋蜷缩着身体保护住重要部位，随便那2个小子打了。把钱拿出来，敢抢我们陈爷的生意，你活腻味了。这是我自己赚的，凭什么给你们？你们是土匪吗？哈，爷爷今天还就是土匪了，不服你去公安局告啊，看谁被抓起来。土包子，这几天没搭理你还蹬鼻子上脸了，抢了陈爷的货源你是找死呢。光脚的不怕穿鞋的，你敢抢我的我就跟你们同归于尽。哈，土包子还敢说大话，同归于尽，我看你咋同归于尽。尽管李子健奋力反抗，但是寡不敌众，那2个小子按着李子健把他的钱全抢走了。敢打我小弟，你们想死吗？薛灵燕过去一脚把他踹飞，撞到胡同的墙壁，重重的摔落地上。薛灵燕嫌弃他太聒噪，过去点在他的哑穴上，从他手上把钱抢回来，不止把李子健的钱抢回来，还把他兜里的钱洗劫一空。把老子手下打伤了，你得赔医药费。有本事你别走，我去救人。只是他的大话还没说完，薛灵燕捡起一个石子弹出去，正中这小子腿弯，他咕咚跪在了地上。大哥，要命！你就当我是个屁，把我放了吧。你还没赔钱呢。这小子怕挨揍，赶忙掏钱。你看，我所有钱都给你了。哭死了，坑蒙拐骗弄来的钱都被这煞星抢去了。滚吧，让你老大来见我。薛灵燕接过钱踹了他一脚，把这小子踹了一个够呛的，满嘴的血。大哥，叫我老大。好，老大，以后我就跟着你了。我这是时来运转了吗？以前倒霉的日子结束了啊，好激动。以后你就跟着我混吧。好嘞，老大，这小子是陈爷的人，
陈爷号称有几十号兄弟，黑白两道通吃，您把他打了，陈爷不会罢休的。对手不强大还没意思呢。薛灵燕轻飘飘的一笑，就好像这对手根本不值一提。黑市这个山头他抢定了。他们刚才抢钱，你为啥不给？不怕他们打死你吗？这钱若都是我自己的，他们抢我就给了，保命要紧。但是这钱大半都是你的，我不能让他抢走。做人得讲信用，你把货赊给我了，我必须把钱给你。不错，讲信用是做人的根本，为了信任命都可以不要，和前世的二娘们一样忠诚，经得起考验。以后跟着我，包你吃香的喝辣的，没人敢欺负你。好，我就跟着老大了。这12块钱是你的，好好干。谢谢老大。去吧，你先回去，我有话和这小子说，告诉你老大一声，他是我的手下，别找他麻烦，想算账来找我。1个小时后郊外小河边等你们。他看着笑眯眯的，语气也轻飘飘的，可那眼底的狠厉把这个小混混吓得心惊胆跳。老大，我跟你一起去，有难同当。哈哈，没难你就等着有福同享吧。陈爷这边听到有人敢黑吃黑，跟自己叫板，当时就火了，带着手下杀过来。妈的，敢打我的人，活腻歪了！人呢？人在哪呢？给老子滚出来！陈爷，人已经跑了。好了，和尚跑不了庙。断腿的小子让薛灵燕点了哑穴，无论陈爷怎么问话，他只能摇头点头，一句话说不出来。陈爷失去耐心，又给他一顿踹。妈的，话都说不明白，丢我的脸！人去哪了？说你快给老子说！老大消消气，那小子应该没走远，我去找找。还有你出来混不讲义气！陈狗子气没撒完，看到这小子主动凑上来，揪着他就是一顿打，无痛里爹一声妈一声的惨叫。薛灵燕进空间里换装出来，听到喊声还过去看热闹，竟然看得津津有味。哇，千娇百媚的大美女啊！姑娘，吓到你了吧？这小子猥琐的样子就该揍，先打了再说。就在薛灵燕想要教训陈狗子的时候，手被人牵住。宁恒，你怎么来了？你先走。对不住啊，我教训小弟把您爱人吓到了，赔礼赔礼。这穿戴惹不起啊！走。顾明恒见陈狗子不外如是，冷冷收回目光，拉着薛灵燕的手走出胡同。你不是上厕所吗？怎么跑去看热闹？上完厕所听到有人打架，就过来看一眼，挺好玩的。啥热闹都看，那些不是好人。这不是有你呢吗？我要是没来呢？你没看到那人色眯眯的吗？我又不是打不过他们。那么多人，你打得过来吗？以后不许看这种热闹。好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这种热闹我不看了。走，送你回家。老小子们，等会河边见。陈狗子带着一帮人早就河边等着，争得不止脸面，还有黑市的决定权和货源，那可都是钱。陈爷，估计那小子就是说说大话，知道您的大名吓得闻风丧胆了，哪还敢来呀？再等5分钟。陈爷，我知道那个抢咱们货源的小子住在哪里，要不要把他抓来？把人弄来，打断手脚。打断谁的手脚啊？他的话音刚落，就看到一个瘦弱的男人，肩头扛着一根手腕粗的树枝劈，笑着走过来，那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，完全没把他们放在眼里。小子，我看你是活腻了。少废话，你们一起上吧，人少打架不过瘾。老大，我来了。小子，想抓你呢，既然送上门了，那就别走了。敢抢我的货源，今天得让你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。我不怕你们。一边看热闹去，别和我抢。薛灵燕皱眉把他赶走。前世出去打家劫舍，从来不带着二娘们，一点武力值都没有。咱们打不能白打，是的先说清楚了。就凭你，还跟老子讲条件？自过量力，风大不怕散了舌头。哪来的傻子？对，就凭我，算你们一起上。如果打输了以后，黑市的老大就是我。哈哈，这是个疯子。说谁呢？薛灵燕脸上的笑容一收，一脚踹过来。你不讲武德，我可去你的吧！唧唧歪歪，谁有功夫听你墨迹？薛灵燕过去又是一脚，把陈狗子踹进河里，居高临下看着一身湿的陈狗子。一起上，我要他的狗命！30多个人把薛灵燕围在了中间，手中的家伙事一起往他身上招呼，把李子健吓得心都提到嗓子眼，拎着菜刀就想过去帮忙，结果一看，压根就没有他帮忙的机会。他家老大拿着粗树枝，一招横扫千军，就打飞了10几个人，接着就像是猛虎入羊群，把粗树枝舞得虎虎生风。妈耶，我家老大实在是太霸道了，实在是太威风了，太崇拜他了。老大小心！薛灵燕都没回头，一记狠厉的后踹，把陈狗子踹飞到半空中，重重落在地上。你们还打不？陈狗子都被打吐血了，谁还敢惹这个煞星？不打了，以后你就是我们老大。陈狗子醒过来，就听到自己手下的话，气得一口血喷出来，又晕过去了。哈，你们以为什么猫三狗四的都能当我手下呢？一旁的李子健听得沾沾自喜。原来老大一般人还不收呢，那是不是说我不是一般人呢？你们听着，从今天起黑是我说了算，有不服的站出来。这些小混混面面相觑，谁也不敢说话。都聋了，我们听您的，都滚吧！薛灵燕赶走这些人后，
把陈狗子像是拎死狗一样拎起来。见这小子是真晕了，就点了他的痛穴，愣是把陈狗子从昏迷中给疼醒了。爷饶了我吧！道义有道，当土匪也不能恃强凌弱。今天是小惩大戒，以后再看到你为非作歹，我就打断你的狗腿，挑了你的坏筋，就像这样。薛灵燕蹲在陈狗子身边，直接动手卸了陈狗子的胳膊，把他疼得浑身颤抖，正想喊，下巴也被薛灵燕给卸了。陈狗子惊恐地看着薛灵燕，记住这疼，别想找他报复，他少一根头发我就要你的命。陈狗子这会哪还敢耍横，拼命点头，眼泪鼻涕流了满脸，没有一点老大的威风。薛灵燕这才给他把胳膊端回去。卸过的胳膊1个月内不能用力，不然以后你会习惯性的脱臼，没事就掉膀子，例如这样。薛灵燕说完，又把他胳膊给卸了，把陈狗子疼得牙都快咬碎了，脸色惨白，浑身都被冷汗浸透了。滚吧！从今天开始，黑市易主了。他薛灵燕是黑市的老大，一切要按照他的规矩办。处理完陈狗子，薛灵燕对李子健交代了几句，就回家了。第二天早上，顾明恒一身汗回到家，进屋就闻到饭菜的香味。有什么是我能帮忙的吗？端上去吧，饭桌上有豆花，你自己盛。小燕，你什么时候买的豆花？在哪儿买的韭菜？顾明恒微微蹙眉扬声问媳妇。昨晚请大舅哥吃饭，他进过厨房，确定没有豆花，韭菜不是这个季节的蔬菜，副食品商店里根本就没有卖。完了，大意了，以前都是头天晚上从外面带回来豆花，昨天先是和黑市那伙人打架打高兴，就把这事给忘了。好吧，明恒，我和你说实话，媳妇还真有事瞒着我。小燕，饭做好了吗？我来拿碗筷。做好了，奶奶，吃饭吧。这顿早饭吃的有点压抑，顾明恒和薛灵燕都不说话。他俩吵架了。吃过饭，顾明恒去收拾碗筷，薛灵燕想接过来，他一闪身避开了。就不敢瞒他，又不是伤天害理的事，我这是谨慎个什么鬼？以前的洒脱呢？以前的天不怕地不怕呢？明恒，我给你看点东西。薛灵燕实在是不喜欢这种气氛了，她当着顾明恒的面进了空间。顾明恒擦拭完灶台，把抹布清洗干净，拧抹布的时候感觉不对劲，回头就发现媳妇不见了。屋里都找遍了，也不见小燕，怎么回事？薛灵燕进了空间，快速的摘了几个桃、杨梅和荔枝，这些都是现在没有的水果。从空间出来，顾明恒刚关了门出去，他忙把水果放下追出去。你先走吧，我还有点事。可是厂里设备出问题了，等您回去解决呢。小安很为难，小声汇报，抬头看到了薛灵燕。嫂子，怎么回事？我一路追下楼都没发现他，怎么突然冒出来？小安早，你去上班吧，晚上咱们再聊，我一定把所有事都告诉你。好，晚上我要是回来晚了，你们就先吃饭，别等我。嫂子，我先走了。顾明恒走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心里有种不安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还是前世被官兵围剿时候出现过。薛灵燕回到家，那种不安的感觉更强烈。难道是义父师傅他们出事了，或者是小婷出事了？薛灵燕不放心，马上赶出门挨个去定。不行，血压降到0了，病人已经没救了，可惜了是个英雄，宣布死亡。确定弟弟安然无恙，又嘱咐了几句，就骑上车去找师傅师娘。师傅，我是来请假的，今天有点事要办。薛灵燕见师傅师娘也没事，松了口气，和师傅请了假，赶紧去医院。干爹，小燕来了，快坐下，干爹给你沏茶去。你爷爷送我的高山茶可好喝了。不了，干爹，我就是来看看你怎么样，还有事先走了。干爹这也没什么问题，那就只有明恒那儿没看了，会是他出事了吗？我早晨才跟明恒分开，他能出什么事？薛灵燕犹豫了一下，最后他还是决定去糖厂看看，图一个心安。刚拐过2道街时，一辆救护车就闪着蓝红笛从他身边快速开过，带起满地落叶飞舞。嫂子，嫂子，小安，嫂子，快走，厂长出事了。明恒出什么事了？明恒在哪？厂长在救护车里。薛灵燕听到这个消息，马上往医院狂奔。等救护车医护人员刚把车厢门打开，他就一步就跳上车，看到躺在担架上面如金纸的顾明恒，他心如刀绞，眼泪瞬间滚落。明恒，我是小燕，你快睁开眼睛看看我，我来了。同志，您快让一下，我们得赶紧救人。明恒，明恒。薛灵燕给他们让了路，却不肯放开顾明恒的手，一直大声喊他，就怕放开他就会永远离开自己。顾明恒，你听着，我不许你死，谁都不能把你带走，阎王老子都不行。同志，您出去吧，我们要救人了。薛灵燕没理他，手搭在顾明恒的手腕上，脉搏的声息很弱。不行，这样不行，我得救明恒，这些医生救不了明恒，只有空间里的灵泉才能救他。薛灵燕转身就往急救室门外跑，进卫生间关上门就进了空间，拿着水壶接了一下灵泉水，又火速冲出来。小燕，嫂子，明恒在急救室，麻烦你给我找一套银针，给我义父打电话，让他快点过来。一个小护士刚拿着一袋血浆开门进去，薛灵燕就跟在他身后冲进急救室。哎，同志，你不能进来。不行，血压降到0了，病人已经没救了，可惜了是个英雄，宣布死亡。滚开，救都没救就宣布死亡，你算什么医生？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粗鲁？医生恼怒地质问薛灵燕，下一刻看到他捏着病人的两腮，把水壶里的水往病人嘴里灌，他就更生气了。快把他拉开，
太不尊重死者了。全都给我闭嘴！宛如雷霆般的暴喝，把医生吓得一哆嗦。急诊室里的护士谁都没敢过来拉他。顾明恒已经喝不进去水了，牙关紧咬，纯白的一点血色都没有。顾明恒，你听着，我好不容易找到你，你不许死，听到没？不许死！我还要和你生一个排的孩子，你必须听到孩子们喊你爸爸，你必须陪着他们长大。心脏检测仪突然动起来，开始波纹跳动还不明显，很快就波纹就变大了，心跳声越来越响。明恒，我就知道你舍不得离开我。已经宣布死亡的人还能复活，这也太匪夷所思了。输血、监视血压，马上准备手术。薛灵燕从激动中冷静下来，凝神给顾明恒把脉。同志，差不多行了吧？别耽误我们救人。医生，我男人脊骨断了3节，内脏受伤严重。好，我知道，你还是先出去吧，这边要开刀动手术，你在这会影响我们救治的。先等一下，我干爹马上就来了，我想问问他有没有不动手术能救明恒的方法。你干爹是干啥的呀？我干爹是老国医，名医。薛灵燕手指搭在顾明恒的手腕上，他的脉搏越来越强了，他就更加有信心自己可以用空间的水治好他。那这样，你既然不让我们救治，那就在放弃救治的拒绝手术单上签字吧。我可告诉你，签了字，你男人的命就等于被你放弃了。你这是什么态度？刚刚不尽全力抢救明恒，就说人死了，现在又威胁他，什么医生？同志，要不你出去我们救人，要不你就放弃治疗，我们病人很多，不能因为你一个耽误大伙的抢救机会。就在火星碰撞马上要打起来的时候，有人敲门。您不能进来。小燕，明恒怎么样了？暂时没有生命危险。他是中医院的院长李医生。周玉红去和李医生商量，毕竟不合规矩，救治明恒的是李医生，得经过他同意才能让齐红星进来。行，你们随便。齐红星穿上一个白大褂走进手术室，薛灵燕把自己把脉的情况和师傅说了一遍。齐红星边听边打手摸脉。中医能治疗内出血吗？再说不打开胸腔看，怎么能知道还有哪些内脏受伤呢？明恒心经、肺经都受了重创，但是他脉搏强劲有力，可以不用手术，配合针灸、中药治疗。齐红星把完脉后提出大胆的治疗方案，西医的治疗就是开刀动手术，然后打青霉素。好，既然你们都这么说，那就在放弃手术单上签字吧。薛灵燕有意辅佐后盾，放心大胆的在放弃手术单上签了字。他还说病人脊柱断了，我建议做一个 X 光查一下。实际上这个医生也不坏，就是觉得西医比中医强，救治病人必须做手术，他不相信中医。半个小时后 X 光结果出来了，李医生哑口无言，看薛灵燕的目光都变了。同志，您刚才给病人喝的是什么水？灵芝水，能起死回生，我也是死马当活马医。灵芝水这么厉害吗？灵芝有起死回生的功效。李医生不说话了。周玉红见小叔子没有生命危险，才松了口气，就去忙着去给顾明恒安排病房了。干爹，明恒怎么还没醒？他受的伤很重，不会那么快醒的。今晚干爹留下照顾明恒，放心吧，明恒不会有生命危险。红星，你一定要救活明恒。姑叔，您放心，我保证治好明恒。明恒，爷爷的好孙子，你是爷爷的骄傲。爸，明恒一定会没事的。爷爷，明恒一定不会有事的，他还要和我一起孝敬您呢。顾明恒在昏迷中，耳边都是放大的声音，听到小燕在叫他的名字，听到他的哭声，他心如刀绞，却怎么也醒不来。他的四处全是一片黑暗，他努力找出口，朝着小燕声音的方向走。忽然他脚底踩空，身体急速下坠，像是要掉落到无底深渊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耳边嘈杂的人声，马蹄踩踏的声音，男人女人的欢呼声。明恒头很疼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是到哪了。忽然一阵记忆如潮水般涌进他的脑海，他是令人闻风丧胆的莫凌渊少帅。明恒进城就落脚在大帅府。少帅，我已经带人清点了杨细川留下的余孽，全部将他们关押起来，只留下几个漂亮的姨太太，都是16、17岁，话一样水灵，全部赶走。是。少帅，热水已经准备好了。顾明恒脱下军装，开始沐浴。进来。一道曼妙的身影摇曳生姿地走进屋来，香风扑鼻。莫少帅，奴家久仰少帅威名，今日一见，实乃三生有幸。滚出去！少帅，就让奴家伺候您吧，保证把您伺候舒服。直到女人走进身边，他蓦然拿起身边的佩刀架在她的脖子上。谁让你来刺杀我的？说！顾明恒眼神一厉，手中佩刀挥落，女人那光滑的手臂应声落地，鲜血喷溅而出。是杨大帅。来人！是。秦副官面色紧张地跑了进来，当看到地上翻滚的女人时，他的眼神闪了一下，露出了慌张。她是你派来的？少帅，我出发的时候，大帅命令我给您找一个女人，我看这个女的长得漂亮我真不知道她要刺杀你啊。顾明恒眼中闪过戾气，站起来一刀挥出去，像是砍断了一截萝卜一样。秦副官伸手一触，那女人吓得尖叫着爬起来往门外跑，也被顾明恒一刀砍下头颅。我出去喂野狗，把水换了。是。顾明恒看到手中滴血的佩刀，才反应过来。我刚才干了什么？我砍了2个人的脑袋，我根本就无法支配这具身体。沐浴完，
小安进来，请少帅吃饭。每次都是一样的菜谱，顾明恒吃腻了，一点胃口都没有，眉头紧蹙，脸色不悦。少帅，我听说平原有一家豆花店不错，要不咱们去尝尝？好，视察一下民情，点装去。客官楼上请，客官想吃点什么？您来了，想吃什么我请客。被慢待的男子也不恼，更不觉得难堪。去换一壶好茶，茉莉花茶怎么能招待贵客？是，老板。小弟姓薛，字凌云，是这家豆花店的老板。今日3位贵客光临，让小店蓬荜生辉。朋友，您叫什么名字？起开，我们公子吃饭的时候不喜欢被人打扰。是，那您坐着，有什么吩咐喊我一声。客官想吃点什么？3碗豆花，1盘烧饼，再把你们店拿手的小菜一样上一盘，只要素菜，不要荤菜。是。一个大男人长了个女貌，满身阴柔之气，实在是让人看不上。只是这人的眼睛怎么那么熟悉，和小叶好像呢？顾明恒发现他仿佛被禁锢在莫少帅的身体里了，没办法离开，更没办法改变一切，仿佛他在演戏，只能被动的跟着剧情走，没办法改变，更没办法离开。客官，尝尝我们老板亲自做的豆花。哎呀，不怪名声在外，太好吃了，我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豆花。再来2碗豆花。对不住您嘞，这是我们老板亲自做的，只做了3碗。我家老板有个规矩，他每天最多做3碗豆花，再上的就是我们厨子做的。吃过我们老板亲自做的，我们厨子做的豆花您就吃不下去了，天地之差。吃过了豆花后上来的这些菜，虽然也色香味俱佳，但是顾明恒却是食欲不佳，只吃了一点点就放下筷子。小二，结账。客官，我家老板已经把账结完了，他说以后只要贵客想吃豆花，随时都可以过来，他还会亲自给贵客做。送一个大洋过去。顾明恒冷冷收回目光，大踏步的下楼，走出凌云豆花店后，又感觉到那道灼热的目光。医院已经3天了，顾明恒还没有醒来。明恒，快点醒吧，我还想给你做好吃的呢。你不是爱吃我做的豆花吗？醒过来，我就给你做。病床上的顾明恒微微蹙眉，薛灵燕发现了，惊喜的喊他：明恒，明恒，你醒了吗？快睁开眼睛看看我。可顾明恒的眉头又舒展开了，清浅的呼吸。明恒，我一定能治好你。小燕，明航醒了吗？老爷子一辈子都挺得笔直的几倍，这回也有些弯了，从来都是大步流星，虎虎生风，现在迈步都有些迈不动。爷爷，明恒今天有醒过来一下下，您不用担心。明航，爷爷知道你有坚强的意志力，你一定得醒过来，爷爷为你感到骄傲，还等着抱重孙子呢。薛灵燕忙把空间里拿出来的灵泉水给爷爷喝，爷爷血压高，义父说了，着急上火容易脑出血，会很危险的。谢谢。顾老爷子接过水一饮而尽。这水咋这么甜呢？甘露一样，入口生津，喝一口沁心清凉。此时顾明恒还在那个梦境一样的时代，他就在少帅身边，无法离不开。自从在凌云豆花店吃了一次豆花后，少帅就念念不忘了，连着3天都去喝豆花。贵客请楼上坐。少帅面色骤冷，猛地抽回手。薛凌云笑容不减，眼中有几分得逞后的小得意。这一幕似曾相识，小燕就曾经这么占过我的便宜。回去。少帅，我听说杨西川大帅不甘心被你抢走平远县，联络了李大帅和刘大帅，要一起攻打平远县。少帅，咱们是不是得去找老爷子要救援？一个纨绔子弟的话，也值得咱们草木皆兵。顾明恒蹙眉看着少帅，他觉得这个少帅太刚愎自用，都不去调查一下吗？打听一下附近的土匪有哪些，咱得剿匪弄点经费。剿匪好处太多了，能笼络民心，树立威信，还可以招安，扩大队伍。不然他被薛灵燕拦腰抱起来，顾明恒震惊地看着媳妇，抱起来直接就丢，也没给他反应时间。病房中，薛灵燕看到顾明恒用力晃动着头，紧握着拳头，眼角有泪狂涌流出。他在喊小燕，小燕，那一声声呼唤悲痛欲绝，痛彻心扉。明恒，你醒醒，你快醒醒，我在这呢，我就在你身边呢。小燕，下辈子我做你的压寨夫君。那你倒是快点醒过来啊！你不醒怎么做我的压寨夫君？明恒，求求你别睡了，我真的很痛苦。怎么了？薛长海顶着黑眼圈跳起来，他已经在医院看护3天了，白天睡觉，晚上换妹妹顶夜班。小燕，明航咋了？三哥，明恒哭了。会哭好啊，证明明航要醒啊。真的吗？明恒真的要醒了？薛灵燕充满希望地问三哥，突然他感觉到手被紧紧握住，惊喜地低下头。明恒，你醒了。小燕，对不起，都怪我害你惨死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明恒，怎么了？你没有什么对不起我，你是我的骄傲，你是大英雄呢。都怪我刚愎自用，害你身首异处，死的太惨了，太惨了！我把杨希川杀了，我给你报仇了。小燕死的惨状，他无法从大脑中赶出去，那种内疚痛苦把他折磨得体无完肤。杨希川，他不是上辈子带兵剿灭自己的那个狗杂种吗？明恒怎么知道杨希川的？他梦到了什么？失而复得的喜悦让他忘记一切，抱着小燕深情地吻起来，那柔情蜜意、爱意满满的吻把薛灵燕亲的大脑缺氧。
顾不得想明恒说的那些话，反搂住明恒的脖子和他狂热的吻在一起。长海，出来！哦。薛长海这才收起傻笑，跑到门口。都跑到门口了，还回头看。明恒，你出事那天我说了，你想知道的我都告诉你，今天我就跟你坦白了。小燕，不用说了，不管你有什么秘密都不要紧，只要你能在我身边，我能保护你，爱你就足够了。不，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我说了要坦白就一定坦白。明恒，你看着。薛灵燕推开顾明恒站起来，然后就在他的注视下走进空间。顾明恒惊愕地瞪大眼睛，一瞬间之后，他以为刚刚的一切都只是幻影，小燕真的死了，刚刚只是一个美好的梦。小燕，你回来，你不要死，我不能失去你，我愿意用我的命换回你，不要死，不要对我这么残酷，没有你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义？明恒，你干啥呀？怎么了？出什么事了？没事。明恒情绪不稳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我没事。二夫，给你果果，好好吃的。好，谢谢小新。爷爷、爸妈，你们先回去吧，我还有话和小叶说。好，都走吧。中午爷爷给你送小笼包。好。很快，人都走了。薛灵燕第一时间和他道歉。对不起，明恒，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的空间，没想到把你吓到了。空间？就是我有一个空间，可以种地，有各种果树，有灵泉，还可以养好多动物。这个空间只能我自己看到，你们都看不到。怎么可能？你看。薛灵燕把一只手伸进空间，顾明恒惊愕地看着他的手臂，就那么凭空消失了。我可以自由进入空间，也可以把空间外的东西拿进空间，也可以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。明恒想不想吃桃，还是想吃香瓜？只要你能叫出来的水果，我的空间里基本都有。那就算了，我不想知道，不想再尝试失去你的痛苦。薛灵燕没有坚持，来日方长，不急于这一时。明恒，你怎么知道杨希川的？你怎么知道我死得很惨？你都梦到了什么？小燕，我梦到我是少帅，你是土匪。他这一句话说完，薛灵燕猛地抬起头，不敢相信地看着他。怎么会？小燕，你怎么也知道自己前世的事？明恒说出来，你别害怕，我是借尸还魂。借尸还魂？那你是那个女土匪？对啊，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是女土匪，你是少帅，可你不相信，还说我说胡话呢。太好了。明恒，那个你梦没梦到把我埋哪里了？有陪葬不？不，你还想去到自己墓吗？当然了，那都是我抢回来的东西。小燕搬家一样容易吗？这可不是盗墓，这是物归原主。胡闹，盗墓是要枪毙的，就算你自己的墓也不行。好，明恒，告诉我呗。我不知道。好吧，你抓紧时间做梦，把埋我的地方想起来，哪怕梦一个大概方向也行。薛灵燕很不甘心，还在心心念念的想把自己前世抢的那些宝贝找回来。出院后回到家，薛灵燕还是心心念念的拉顾明恒进他的空间。虽然他觉得不可能，但还是任由媳妇拉着他的手往空间里拽。奇怪了，上次我把那小子扔进空间很容易啊。你把哪个男人扔进空间了？哈哈，吃醋了。哎呀，我告诉你，那是一个抢劫的，然后我就把他捆上扔空间里了，黑吃黑八爷后拿他当替罪羊。这小子现在傻了，在精神病院住呢。你还黑吃黑，还弄了个替罪羊？小燕咋啥都敢干，就差拿着烧火棍把天童都窟窿了。虽然觉得进小燕空间这小子惨了点，但还是嫉妒只有他能进小燕空间。当土匪那时候这事做多了，这算什么？以后不要做这种冒险的事了，这是新社会，不是你当土匪的时代了，黑吃黑也是犯法的，抓起来你可就见不到我了。把心放在肚子里，我做事滴水不漏。怎么办呢？这么好的空间不能和明恒分享，哎呀，太苦恼了。进不去就进不去，别愁眉苦脸了，去空间洗澡吧，我也去洗洗，然后咱们早点睡。突然他被薛灵燕拦腰抱起来，顾明恒震惊地看着媳妇，抱起来直接就丢，也没给他反应时间。落地的时候他才发现有点不对劲，他都做好准备摔在冰冷的水泥地上，结果落地的地方松松软软。我就说哪里不对吗？原来得用扔的，看这不是进来了吗？下次先说一声。哈哈，好，下次我先说一声。薛灵燕不好意思地笑了，过去牵着顾明恒的手，领着他参观自己的宝贵空间。这里好不好？好，真的和你说的一样好。能和媳妇在这里住一辈子都不会腻。明恒，我教你呼吸吐纳，打坐半个小时，你的疲惫就会消失。好。顾明恒点头，他非常聪明。薛灵燕只是讲了一遍要领，示范了一下他就懂了，做出来一点不差，很快就进入入定状态。10几分钟后，他身上开始往外冒黑色的墨水，和薛灵燕第一次打坐时候一样。太好了，明恒身上的病都泡出来了，怎么样？很好，非常好。两口子相扶上岸，顾明恒看着满地乱跑的小鸡和山羊，还有野兔子，微微蹙眉。当兵的人做事都井然有序。小燕，我打算搭一个鸡圈一个羊圈，把鸡和羊都放在里面养，这样会整洁规范一些。
好啊，那今天就干起来吧。今天不行的，明天。累赘需要很多土坯，我明天找人做一个土坯筐，还得买点羊草和泥才行。走，继续给你看我的宝贝。小燕，你这空间里东西还怪全的，锅碗瓢盆、生活物资、吃的用的，啥都不缺。何止啊，还有呢。薛灵燕说完，走到货架子后面，拽出来一个古色古香的小盒子，打开后金光耀眼，珠光宝气，全是金银珠宝。小燕，你不会真去挖坟掘墓了吧？想什么呢？那种缺德事我会做吗？不管哪朝哪代挖坟掘墓，都是损阴德的事。好吧，我是说过要挖自己的墓，但那都是我的东西，不是别人的。我挖我自己的东西没毛病。把自己尸体挖出来，得有多强大的心理？满世界都找不出来拥有这么强大心理的女人。好吧，好吧，我不去挖了，行不行？行。那可是他打家劫舍好些年积累下的宝贝，他不挖别人就不挖了吗？先胡乱答应再说。不对啊，明恒，我前世的骑驴归司徒还有乌金鞭可都回到我手里了，这2样当初你给我陪葬了吗？乌金鞭没有放进去，少帅拿回去留作纪念了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他经常拿着乌金鞭睹物思人。至于画，我记得都放到墓里了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骑驴归司徒。我怀疑我那个墓已经被人盗了，不然你带我去看看他奶奶的谁盗姑奶奶的墓，老子抽掉他脑袋。又来了，媳妇的匪气时不时的就冒出来，有时间我回去看看。带我一起去好不好？不行。我保证不挖墓还不行吗？让我去看看少帅前世给我做的墓地行不？我还不知道自己被埋在哪里呢。棺材合不合心意？穿的衣服是不是我喜欢的？我死得那么惨，你舍得让我见不到自己尸体吗？他就那么想看看吗？好不好？好吧。空间也看得差不多了，2口子就回家睡觉。第二天一早，只见单元门口站着一个怪异的男人。老张，你在这站着干啥呢？厂长，昨晚屎泥啊！什么？啊，没事，屎泥就好了，我回家睡觉。奇奇怪怪。他家是不是住咱家隔壁？还真不知道。我猜啊，他肯定就住在咱们隔壁，然后昨晚听到咱们那个了，估计是以为我被夫偷汉，所以一大早过来抓奸呢。尴尬不？我睡的是自己男人，尴尬啥？尴尬的应该是他，没事听什么墙根。2人打趣完，顾明恒上班去了，薛灵燕则去找师傅学习去。他到师傅家时，听到屋里传出师娘的哭声。我们又不是不管你俩，当时那个情况，换做谁都会脱离关系，谁不害怕啊？现在已经平反了，我们兄妹就商量着给你们养老送终，咱们一家人团聚，让你们享受天伦之乐。这都几年不见了，连口水都没喝就赶我们走，你们心也太狠了。屋里站着的3对男女是徐元九的2个儿子和儿媳妇，大闺女和姑爷。说话的是徐元九的大儿子徐满仓。就是啊，我们大老远来看你们，连个暖心话都没有，这让我们多寒心啊！爸妈，我一直惦记着你们，哭的眼睛都快瞎了。就是自从你们被打倒后，鹰没饭吃不下，水喝不进，大病了一场。爸妈，你们到我家去住吧，我俩一定好好孝敬你们。凭啥去你家？你一个外星人跟着掺和什么？当我和我大哥是死的？当我不知道你们为啥来吗？不就是看到现在我和你妈落实政策了，想从我俩身上捞东西？这养的不是儿女，是畜生，是要债鬼。他和老伴刚被打倒，这几个畜生就忙着脱离父子父女关系，还第一个跳出来批他和老伴。当爹的被儿子扇耳光，只要想起来就满腔悲愤。爸，你这话就不对了，啥叫从你们身上捞东西？那些东西都姓徐，我们也有份，我们只是拿回自己的东西，你别说的那么难听好不好？畜生！徐元九忍无可忍，扬手一巴掌打过去，徐满仓一闪身躲开，徐元九用力过猛，踉跄着朝地上摔去。在场的6个人没一个伸手去拉一把的，都冷漠地看着他摔跤。你们敢让我师父哭，今天都走不了了。薛灵燕看到这场面，愤怒到极点。都说养儿防老，师傅却是养了一群吃人不吐骨头的狼。齐红心突然要给小燕保脉，是不是他得了什么重病了？空间的水都能起死回生，难道不能治他的病吗？早就想找这几个不孝子算账，可惜找不到你们。今天既然送上门了，那就让你们知道不孝的人该有啥下场。你算干啥吃的？这是我爸妈家，跑我家来多管闲事，给我滚出去！徐满仓见来的只是一个小姑娘，也没把薛灵燕放在眼里，过来推搡她。找死！薛灵燕一把攥住他的手，一下就给掰断了。徐满仓痛得嗷嗷惨叫，脸都白了。他媳妇气不过要扑过来，被他一脚踹在肚子上，狠狠摔上墙，趴在地上半天没起。你咋打人？这小姑娘看着漂漂亮亮，下手咋这么狠啊？一下子就把手腕掰断，一脚就把人踹飞。你们一个个的人面畜生，谁都跑不了。今天我就替师傅师娘教训你，让你们知道不孝是啥后果。徐英梅见势不好，直接跑去跪在徐元九夫妇脚下。爸妈，我身体不好，扛不住他打呀，快帮我求求情，我真的是惦记你们才来的。徐元九把脸背过去，不想看这个不孝女。小玉又心疼又恨女儿的绝情，哭成了泪。别心疼这个畜生，
薛灵燕见师傅不反对，过去抓着徐英梅头发，把她拎起来，左右开弓扇起了响亮的耳光。3巴掌下去，大牙都松了，满嘴的血，把她疼得啊呀的大哭。爸妈，快救救我！我是你们的女儿啊！你还有脸说自己是师傅女儿，简直是侮辱这2个字。女儿应该最疼爹妈，你却只知道索取，狼心狗肺不是东西。儿子没心，你当闺女的也这么狠心？徐英梅的丈夫看到媳妇挨打，直接缩着脖子往墙边溜，想跑出去。薛灵燕眼角余光扫到偷溜的3个人，抓起徐英梅扔过去，砸得她一屁股坐到地上。哎呦喂，老二你压着我老二了，疼死了！羊羔跪乳，连畜生都知道报父母恩，你连畜生都不如。今天我就让你们知道，当人的儿女应该怎么回报老人家。他媳妇吓得都走不动道，手摸着墙哆嗦成一团。别打我，我怀孕呢！别打我，求求你，我改，以后一定孝敬老人。听到她怀孕了，薛灵燕举起的巴掌落下来，眼角扫到瘫软地上的徐老二，揪着衣领又把他拎过来。不是刚打完吗？刚刚打的是你，现在你是替你媳妇挨打。薛灵燕下手可是真狠，一顿耳光把徐老二扇的都找不到北了。他一松手就躺在地上起不来。我虽然手腕断了，可好过弟妹被打成猪头。嘿嘿，一奶同胞，你怎么能与众不同呢？薛灵燕坏笑着走过去，揪着徐满、苍衣领把人拎起来。徐满苍下的腿软站不住，薛灵燕朝着他腿上踹了一脚。挨打要立正，站好了。我腿软站不了，数着10下，打够了你就可以滚了。让你不孝敬父母，身为老大没有起到带头作用，钻坏了弟妹，滴水恩涌全报，养育之恩比海深，你畜生不如。薛灵燕骂一句扇一巴掌，用的力气比对他弟妹很多了。徐满仓大牙都被打掉2颗，哭得跟孩子似的。10个了，你说就打10个的。对，老子说话算话，说打你10个耳光就打10个。去给师傅师娘跪下，自扇耳光。什么时候他们说停才准停？徐满仓兄妹3人怕再被薛灵燕打，都规规矩矩的跪在徐元九夫妻面前，自己打自己耳光。爸妈，我错了，原谅我们吧。徐元九面色疲惫，无力的挥挥手，不想再看到他们，一眼都不想看。现在你们可以滚了，记住了，看到你们一次打一次，只要你们不怕打，随时欢迎来我师傅家。这3对男女爬起来，头都没赶回就跑了。徐元九和媳妇抱头痛哭，为有这群不孝子难过，为自己凄凉的晚年哭泣。2位老人家一哭可把薛灵燕心疼坏了。师傅师娘别哭，以后我给你们养老。谢谢谢谢。徐元九2口子哭得泣不成声，小燕是他们唯一的安慰。看着他们这么伤心，薛灵燕想到让大家伙聚一聚，让师傅师娘放松一下心情。说完马上行动，找顾明恒把大家聚在国营饭店。哎呀，菜都上齐了，来来来，咱们大碗喝酒，大碗吃肉。小燕，先等会，干爹给你把个脉，把完脉再决定你能不能喝酒。干爹好好的，把什么脉啊？我身体好着呢。听话。最紧张的人是顾明恒，2只大手紧紧地握着，手心全是冷汗。齐红星突然要给小燕把脉，是不是他得了什么重病了？空间的水都能起死回生，难道不能治他的病吗？包间里其他的几个人也都一脸紧张，谁都没心思吃饭了，全等齐红星把完脉说出结果。就看到齐红星先是很严肃，然后眉梢挑起来，再然后嘴角咧到耳根了，一脸的喜气洋洋。哈哈哈，小燕有了。同是医生，徐元九看到齐红星这神情的转变，就猜出来了，笑着问齐红星：“是有了1个多月了，哈哈。从今天起，我们喝酒你看着，滴酒不能碰。”薛灵燕得知自己怀孕，高兴的都快跳起来了，太好了，她一直盼着早点怀孕，总算得偿所愿。小燕，太好了，她要当爸爸了，小燕就是她孩子的娘。好什么呀？10个月不能喝酒。没事，我陪你，我也……你也不喝啊？不喝，陪你。哈哈，双喜临门，值得庆祝。小燕这孩子比杜月的小2个月，就是不知道是小姐俩还是小哥俩。是呀，喜事太好了。满屋子欢声笑语。吃过饭，齐红星详细的给干闺女讲了一遍怀孕需要注意的事项。3个月内夫妻不能同房，不能吃寒凉的食物，不能累到，抻到要多吃葡萄、排骨，荤素要搭配好。顾明恒听得比薛灵燕都仔细，生怕忘了，还拿出笔认真的做笔记。送走了杜书记和齐红星、徐元九夫妇，顾明恒把媳妇送回家。第2天一早，刚下楼就遇到3哥。小燕，今天村里杀猪，可热闹了，你们记得来啊。真的吗？3哥，可惜了，只能大口吃肉，不能大口喝酒了。哈哈，小燕，你是掉酒罐里了吧？那我先去接杜书记，你们早点来啊。好嘞，3哥。薛灵燕想着人多去热闹，便接了老爷子一家人一起去。爷爷，昨天我3哥来了，说今天村里杀猪，有您最爱吃的大肠灌的血肠呢。我3哥说那猪可肥了，可不是杀一头，除了交任务猪的，剩下的大队都杀了。村里人按公分分猪肉，我的公分还能分一点呢，得去啊，不去可就没了。呀，杀猪啊！爷爷，我3哥说了，二爷公还想和您喝2杯呢。行，那咱们就去一趟。好些年没看过杀猪了，那热闹真是
想想都激动。那大锅炖的杀猪菜，哈，不行了，要流口水了。哈哈，爷爷您真可爱。行，去，我这就叫车。你二爷龚总给咱送吃的，咱也不能空手去。我去让小吴准备点好东西带过去。爷爷，和你说件事，您去村里可千万不要说我二爷公给咱送东西的事，他亲家太多了，都送不齐。对，小燕想得周到，爷爷不说，不能给你二爷公找事。一家人准备好礼物，就全员出发。他们来的晚了点，已经杀完一头猪了。这头猪突然挣脱绳子，就像是疯了一样翻下桌子，血红着眼珠朝着围观的人群冲过去。小燕，快上车里去！眼看着黑猪朝这边过来，薛灵燕飞起一脚朝着猪头踹过去，黑猪被踹得飞起来，直飞出去，跟幸灾乐祸王国胜来了一个嘴对嘴最亲密的接触。小燕，不就是我家国胜不要你吗？你也不能这么歹毒，想要他的命吧？王菊看到薛灵燕婆婆和爷公公来了，故意这么喊，让婆家对薛灵燕有意见，以后没她好日子。哈哈，这猪长眼睛了，真是同类啊！他俩臭味相同。小燕，你欺人太甚，打坏了人还骂人。谁看到我打你儿子了？明明是猪自己去找他临终告别的，关我什么事？他的确没打王国胜，离好几米远呢，被猪砸到，只能算他倒霉。小燕有没有啥感觉？肚子疼不疼？孕妇啊，这么大力的去踢猪，万一有个闪失咋办？没事，妈，放心。他喝着灵泉的水，孩子要是再这么脆弱，那灵泉水就白喝。小燕，薛家人也都跑过来，薛长海和二爷公都吓坏了，二爷公的手都在发抖。薛长海觉得后悔，嘴咋那么欠儿？我没事，这不好的吗？不行，咱去医院检查一下。妈，您忘了，我现在学医自己就能给自己看病，放心，绝对没事。我已经把锅卖了，脉象可稳了，不信你摸摸，跳得可有劲了。小燕听妈话，万一有个闪失咋办？在村里想找医生都找不到。一动不如一静，坐车颠簸才危险呢。打谷场上那么多的人，猪咋就长了眼睛找王国胜呢？我看是你们家缺德事做太多了。奥运来了吧？孙翠红，你嘴别这么损。我嘴损也没你家做的事损。李小红是咋死的？好好的人咋就上吊了？我看没准是你们家把人吊上去害死的。缺德带冒烟生儿子没屁眼，该咋不砸死你呢？大伙都看到了吧？是猪自己找王国胜的，不关小燕的事。王家人因为王树人、王树强两兄弟做的那些缺德事，在村里都有点抬不起头了。多好的机会，只要躺地上不起来，薛灵燕就得赔钱。弟弟怎么就不争气？把场地让出来，接着杀猪。见王国胜没事，栾青山就喊大伙接着杀猪。薛灵燕今天才知道李小红上吊死了，她的死和老王家人有关系吗？小燕，婶子，7天前李小红在老王家仓房上吊死了，我过去看有没有啥蹊跷，趁着老王家人不注意，掀开他衣服看了眼。哎呀，那个惨啊！李小红身上被打得青青紫紫的，都没有好地方了。我就留了个心眼仔细看，发现李小红舌头没吐出来，上吊的人舌头可都是伸出来老长的。还有他们老王家要是心里没鬼，能不停尸就那么把人埋了吗？对了，开始还说要火烧，你三哥没让，不然李小红现在就成一把灰了。孙翠红也不背着人，跟前的人都能听到他的话。村里人开始都认为是老王家人虐待李小红，他忍受不了才上吊自杀的。毕竟这种事在农村也不是没发生过。可听孙翠红这么一分析，大伙也觉得老王家可疑了。好像那天李小红的舌头真没在嘴外面，当时以为老王家人把她舌头塞回去了，也没在意。现在看我当时大意了。不行，咱们得去卫生所看看。王树人看到儿子这样撑不住，忙找借口拉着儿子往村外走。薛灵燕本来都被婆婆拉着走了，看到他们想溜又返回来。叔，别急着走啊，我学医了，他的病我能治，缺的是一顿打，一顿要是打不好就打2顿，这好事我会做到底的。小燕，你别欺人太甚。王国胜呆呆地看着薛灵燕，她可真好看啊，唇红齿白，眉眼如画，自己当初怎么就瞎了眼，和李小红搞一起去了？这么个娇滴滴的大美人，本来是我的女人，得给我生儿子的。叔，我姐死的不明不白，你们不给我一个解释吗？我说揍王国胜没毛病，他连偷带摸的把我姐骗去了，又这么不明不白的就给弄死了，我不得找他算账吗？薛灵燕可算找到机会，明目张胆的揍王国胜，而且这次貌似可以将他整死。至于给李小红报仇，那就是屁话，他是罪有应得，活该。你干啥？大队长他欺负人，你还管不管了？小燕，这是交给警察处理，你别动手，小心肚里的孩子。孩子！王国胜愣愣地看着薛灵燕，眼圈酸胀酸胀的。大队长，我怀疑他们害死我姐姐，把他们关起来吧，别让他们跑了。对，先把人压起来。薛长海第一个过去，王国胜看到他过来，腿都哆嗦上了，下意识的转身就跑。放开我儿子，你们公报私仇，你们害人。没天理了，打完人还害人，仗着有权有势，不给老百姓活路啊！打我3个！薛灵燕一个箭步过去，把江彩莲的头发抓住往下一拽，江彩莲被拽成大虾米咕咚躺到地上，哇哇的就哭起来。打死人了，救命啊！关起来！江彩莲的撒泼打滚不好使，
薛长海沉着脸，带着民兵把他们一家3口全部捆起来，关到大队部里，等着公安局同志来调查。小燕，几个孩子可想你了，还想小婷，你们一搬走，我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想说话都找不到人。这不是回来了吗？我也挺想你们的。薛灵燕被他逗乐了，刚开始还和他闹矛盾呢，现在想想婶子就是穷怕了，所以爱占点小便宜，没大毛病。我跟你说，本来李小红死的蹊跷，我也就是怀疑，今天看到王国胜想讹你，我就急忙把这事搬出来了。其实我心里也没底，李小红总挨打，全村人都知道，王国胜喝酒就打他，江采莲没事也打他，就连王菊那个蔫坏的小蹄子也打他，身上有伤正常的很。我也就是瞎咋呼，没想到歪打正着，还真是他们杀的。李小红不是东西该死，老王家做事太缺德，活该他家绝后。薛灵燕这么一听，合着婶子是炸老王家呢？哈哈，这是不是老王家自己多行不义，报应到头了？燕呀，进屋说吧，看在灌一肚子风。对对，进屋说，进屋说。一进门，满桌子的杀猪菜都准备好，大家开始热热闹闹吃饭。小子，农村真有意思。你是没看到我们吃糠咽菜的时候，看到了你就哦。孙翠红眼睛盯着盘里的肉，嘴里嚼着块带筋头的肉，着急咽可嘴里的肉块大不好嚼咽不下去。听到顾婷婷说话，他还急着搭茬，结果那块肉呛进气管了。孙翠红，你咋地了？是不是呛到了？快喝点水，你慢点吃，没人跟你抢。这家伙好像几辈子没吃过肉似的。孙翠红憋得直翻白眼，脸色由红转紫眼，看着人就完了。怎么回事？是不是卡住了？吐，快吐啊！薛灵燕听师傅说过，如果是吃东西呛到了，可以从后面抱住被堵的人，用手顶着他的胃，一下一下勒着，使劲往怀里抱，把堵住的东西顶出去。几个颠簸，孙翠红吐出一块肉，孙翠红哎呀一声喘上气了，大伙松了口气，人算是就过来了。小燕，你没事吧？这么抱着人正好撞他肚子，刚刚踢猪，这又来抱人。小燕是真不把自己当孕妇啊，肚子里的孩子哪里受的了？妈，我没事，放心，我喝着干爹给开的安胎药呢，我儿子福大命大，不会有问题。灵泉的水能起死回生，保胎跟玩似的，上次三嫂有流产危险都见红了，只喝了一点灵泉的水就没事了。咱们回去吧，我得带你去医院看看。高红艳哪里还吃得下去，坚持回城。顾老爷子酒喝得没尽兴，但为了重孙子，也决定赶紧回城。哎，我咋就这么急性子呢？小燕，你是婶子的救命恩人，没有你我儿子就该有后妈了。婶子不用谢，谁也不能见死不救。小燕，快走吧。这事不走不行了，薛家人也不敢硬留，真出问题，谁担得起责任？亲家母，对不住啊，我们没照顾好小燕。是我们没照顾好小燕，和您没关系。放心吧，小燕她干爹师傅都是最有名的老国医，不会有事的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匆匆告别完，一行人赶紧赶了回去。牛棚大黄看到车要开走了，哞哞叫得厉害了，使劲挣脱牛缰绳，迈开蹄子就追。王菊吓得往后躲，老牛就冲到跟前，用牛角顶起来。王菊用力一甩，你们老王家人只配吃我们的屎！牛跑出来了。大黄迈着有力的四蹄奔跑过来，大大的牛眼珠看着薛灵燕，眼神那个急切啊，哞哞的一直叫。哈，大黄，快走，快走，太吓人了。妈，没事，大黄来和我告别的。牛还懂告别？啥时候畜生有这么高智商了？结果下一刻就让他长见识了。大牛头贴在薛灵燕伸出来的手上，温柔的摩擦，嘴里发出哞哞的低叫，听着特别委屈。对不起，忘了去看你了。大黄大眼睛都湿润了，哞哞叫得更委屈了。好了好了，回去吧，我下次回来一定去看你。薛长海过来拉住牛缰绳，大黄才恋恋不舍地往后退，不过一双眼睛一直盯着薛灵燕，哞哞的叫着和他告别。太神奇了，连牛都崇拜我二嫂。别看了，走吧。连牛都喜欢小燕，我咋觉得这么骄傲呢？顾明恒这边接到消息，也匆匆赶到医院和小燕一行人会合。出什么事？小燕咋地了？老齐，快给小燕把把脉，看孩子有没有事。啊！小燕，快躺床上，先稳稳心神。齐红星招呼薛灵燕躺到床上，然后凝神静气的给薛灵燕把脉。后悔，下次不能这么鲁莽了。没事，脉搏很稳，跳动有力，孩子啥事都没有。万幸万幸，祖宗保佑。太好了，小燕跟妈回家，这几天哪都不许去，在家静养妈给你做点营养品。对，开点保胎药。薛灵燕满脸苦涩啊，这就是他忽悠爷爷，不听顾明恒话的惩罚啊。开好药出了医院，顾老爷子和高红艳一起劝顾明恒和薛灵燕搬回去住，实在是不放心小燕。小燕，可不可以不让我担心？我以后不让你担心，复习功课，哪都不去了。这样吧，妈家、你师傅家，还有中医院，你想去哪提前和我说，早晨我送你去，晚上接你回来。好，明恒，明天我想去一趟公安局找邢大哥。找老邢干啥？李小红，我那个季节你还记得吧？
我得给原来的小燕报仇啊！李小红可是我季姐，我作为家属理应为她伸冤。好，明天我带你去。顾明恒听薛灵燕说过原来的小燕惨死的经过，对李小红、王国胜这种杂碎，有机会收拾了就绝不会手软。第二天一早，顾明恒就带着薛灵燕到公安局找邢国庆。我知道这件事，昨天红星村已经把人送到派出所了，因为涉及到人命，这案件已经交到刑警队了。邢大哥，你一定要给我姐姐做主啊！她死得太惨了。媳妇演戏的功夫见长啊！放心，我们一定会调查清楚，不放过一个坏人。好，邢大哥是包公在世，一定能帮我姐报仇。是，放心，已经派人去挖出你姐的尸体了，等尸体回来就让法医验尸。挖坟验尸，过去对坏人仇人都是挖坟鞭尸才能解恨，不过那还能给留个全尸呢。李小红这个连全尸都留不下，这也是他罪有应得。从公安局出来，顾明恒看到媳妇笑得和小狐狸一样，挺会演戏啊。你知我知，天知地知。送你去师傅家。行。接下来的2天，顾明恒每天都把他送到徐元九家。今天是公安局出验尸报告的日子，邢国庆拿到报告的第一时间就给顾明恒打电话。明恒，验尸报告证明李小红不是自杀，系被利器敲打后脑致命，死亡制造了上吊自杀的假象。我们已经正式立案了，告诉小燕放心吧，一定能还她姐姐一个公道。谢谢。顾明恒看时间还早，他准备去一趟徐元九家，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薛灵燕。师傅，我才想起来，之前有个朋友找我要管气管炎的药，我都给忘到脑后去了，我得出去给他送药。薛灵燕这是编的第 N 个借口了。徐元九看了徒弟一眼，小燕一双大眼睛真诚地看着他，倒是没看出撒谎来。行，你把地址写下来，师傅帮你送药。师傅不用了，这冰天雪地的，再把您摔倒了。那就等明恒来，让他去送。薛灵燕一听让顾明恒陪他去，顿时泄气了。本来就是编出来的谎话，明恒那么聪明，马上就得知道他撒谎。二娘们啊，不是老大不管你，是你姐夫看得太紧了。不然，有人从外面走进来，听脚步声人至少3个人。就是他把我男人手指头掰断了，还把我们打成重伤，抓他！同志，跟我们走一趟吧，你打伤人犯法了。上次没教训老实，又蹦跶出来了。同志，请您配合一下。同志，你们搞错了，是这几个不孝子来打我们，小燕打抱不平才出手教训他们。徐元九的姑爷幸灾乐祸地看着薛灵燕，这些日子他们都来刺探好几次了，他们3家轮流过来蹲点，就等着死丫头过来呢。爸，咱们才是一家人，我大哥被他打成重伤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，您不能里外不分啊！你放屁！爸，您干啥打我？我打死你这个畜生！这次他大姑爷可没有老老实实等他打，一把抓住老爷子手腕。爸，我们是办正事，您别胡搅蛮缠。你放手！看着这个情形，薛灵燕还能惯着吗？民警再也不行，打我师傅，我要是看着不管，就不配做人。说完也没等民警回答，揪住大姑爷的衣领，将人按在墙上，抡拳头就打。同志，你住手！别碰她，她怀孕了，把孩子碰伤了，你们负不起责。民警听到薛灵燕怀孕了，还真不敢硬拉拽她，只得在一旁劝阻拦着，但是根本就拦不住猛虎下山一样的薛灵燕。孕妇打架还这么凶猛。徐元九大儿媳妇见警察在这儿，也没挡住薛灵燕打人，吓得就想往外跑，被薛灵燕一把抓住头发扯回来，按在墙上一起。同志，快住手，不然我……开枪吧！打我都是我老头子造孽，生了这几个畜生都断绝关系了，还来打我们。我徒弟看不过眼，保护我们，被动还手有什么错？公安同志，您看我听话住手。民警看着他气得说不出话，人都快打死了才住手，还有脸说听话？跟我去公安局。同志，我这叫除暴安良，就不用您给我颁发见义勇为的红旗了。2个民警同志脸上的肌肉一阵抽动，这小丫头想啥呢？同志，请你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同志，请您明辨是非，不要给小人当打手。唯女子与小人难养。2个民警同时想到这句话，女人胡搅蛮缠起来真要命。明恒，他们要抓我。明恒，你来的正好，快和民警同志说情。呀，顾厂长，是这样，有受害者到公安局报案，说是这位女同志为了抢他们家的宝贝把人打伤了，我们也是来调查的。这位女同志不但不配合，还当着我们面把人打成这样。同志，我爱人怀孕了，受不得惊吓。这样吧，我带她去找你们局长，亲自把事情说清楚，您看可以吗？2个民警看了薛灵燕一眼，这是个烫手山芋，丢出去也好。同志，你们不能假公济私，不能包庇呀！他们先发制人，以为这么一说，警察就不敢骗着薛灵燕了。现在是调查阶段，又没有正式立案，你们咋呼什么？谁包庇了？刚刚我们亲眼看到你要打你老丈人，小姑娘为了保护你老丈人才打你的。不是说他们包庇吗？不是说他们假公济私吗？那不能让他白说，反正有这个老爷子作证。2人傻眼了，愣愣地看着警察，这顿打又白挨了。顾明恒带薛灵燕去警局处理好后，就赶着他回家。我错了，不该冲动，但是他们打我师傅，我下次见到还揍他。小燕，
我希望你冲动之前想想咱们的孩子。是，我一定想。第二天，顾明恒不敢再把媳妇送到他师傅家了，把她送到中医院干爹那，还特别嘱咐干爹千万别让小燕出去。干爹，我出去一趟。去吧，别走远了。齐红星忙着开药，根本没空管他。薛灵燕准备了一大堆货，终于可以去找二娘们了。你老大怎么回事啊？咱能说话不算话，我都跟兄弟们说好了，每月有50块钱给大伙分。你老大不给钱，我怎么和兄弟们交代？是，等我们老大来了，我就跟他说。兄弟，不是我逼你，兄弟们逼了紧，我快压不住了。行，我只要看到老大就对他说。李子健心里苦啊，老大再不来他就得跑路了。送走了江队长，李子健哆哆嗦嗦的左顾右盼，眼睛都不敢眨一下，生怕眨呀就错过他家老大了。你小子在这站好几天了，等谁呢？你管我等谁？这是我的地盘，你赶紧走，不然我拳头不认人。我不怕你，做事的有前来后到，我先来的。嘿，皮子紧找揍是不是？你想干什么？薛灵燕在空间里换完装出来找二娘们时，发现李国祥在欺负人，这一幕太眼熟了。前世三当家就总欺负二娘们。老大，你来了，他欺负我，你小子别走，我家老大来了。一边去！嘿，你瘦得像猴，你家老大瘦得像大蚂蚱子，就他这样的，老子一只手就能给撅断了。李国祥就没瞧得起从树林里出来的小子，瘦不拉几，还见不得人蒙着面，说起话来就特别狂。臭小子，敢说我是大蚂蚱？你瞅啥？不服咱就练练。好，你跟我进来。进去就进去，谁怕谁？老大，我也去。你给我老实待着。老大小心点，这小子力气大。薛灵燕头也不回的挥挥手，继续往树林深处走。还走啊？就这吧，老子打你也就2下的事，你要是怕了说一声，叫声老大，我就放你走。薛灵燕停下脚步，转过身，抬手摘下挡在脸上的面具。让我管你叫老大。老大，你咋穿男人衣服啊？李国祥刚想说就当你老大咋地，看清楚是薛灵燕后，吓得眼珠都快瞪冒了。李国祥，几天没见你长出息了，学会欺负人了是不是？还老子的，忘了老子2个字输给我了。老大，我错了，我就是怕他在这耽误咱们做生意，想把他吓唬走，没想真打他。这地方你花钱买下了，你能待人家，凭啥不能待？是老大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欺负人了。他也喊我老大，以后你们是兄弟，一起赚钱吧。老大，你又收了一个小弟呀？李国祥有点吃醋，他不希望有人来抢他家老大。是，外面那个叫二娘们，以后你不许欺负她，那些货你拿出去和二娘们一起卖，除了本钱给我之外，赚的钱你俩平分。哈哈，二娘们，哈哈，女人，哈哈，娘们。李国祥听到二娘们3个字，笑得肚子疼。那小子受的风一吹都得爆电线杆子，可不就像个女人吗？好，去吧，二娘们不知道我真实身份，不许说走嘴。还有，告诉二娘们给江队长50块钱，再给他一只老母鸡，让他说老大对江队长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很欣赏，这只老母鸡是感谢他的。好，我一定完成任务。现在看老大还是更信任我，二娘们都不知道老大是女人，只有我知道老大的真实身份。薛灵燕嘱咐完李国祥之后，这边的事就不管了，他得快点回医院，不然义父该担心。当你拥有一个空间，随意丢了2只小猪仔进去，竟然生出了70、80只老母猪。小燕，你可回来了，把我都急死了！你干啥去了？我刚给明恒打完电话。您给明恒打电话了？明恒走的时候让我照看你，我把你丢了不得告诉明恒一声。小燕，不是干爹说你这也太任性了，怀着孕呢，不为自己想也得为孩子想吧。我错了，下次不去了。看到干闺女认错，齐红星又舍不得了。明恒，我错了。你错什么？你工作这么忙，我还天天让你操心，我好像不是个好媳妇啊！你还知道？明恒，我要和你坦白。坦白？我之所以老往外跑，那是因为……还说坦白？怎么不说了？好，我说了，你不要激动。黑市的幕后老大是我。你说什么？顾明恒不敢相信的看着媳妇，黑市幕后老大是他。媳妇真是要把天捅个窟窿，咋啥事都敢干啊？你先别急，是这么回事。薛灵燕就把自己怎么遇到江队长和陈爷密谋要害自己，她怎么把事情反转，怎么把陈爷抓起来，怎么做了黑市老大，全告诉顾明恒了。我能指望土匪媳妇安分守己吗？不能够啊，这都快上天了，我的天啊！我呢，找到了前世为了替我挡子弹惨死的二娘们，李国祥也是我山寨的手下，所以他们俩现在帮我卖货。让我静一静。顾明恒还真就接受不了这么多的怪异事情，前世的手下也找回来了。那个，快过年了，买卖的做，咱空间里那么多东西，不卖也浪费不是？回家后，他也一直在想这件事，让小燕放弃黑市那块大蛋糕，他肯定舍不得。自己要是严令禁止，小燕明面上答应，架不住他那颗蠢蠢欲动的心。进空间，说吧。黑市现在很安全，我每个月给江队长50块钱，他答应不来捣乱。这么安全的赚钱买卖，你舍得放弃吗？
而且李国祥、二娘们都指着我生活呢，前世我这个做老大的没保护好他们，今生我得对得起兄弟。不行，你怀孕了。至于二娘们李国祥，以前没有你，不是也活得挺好？这么大的空间，这么多好东西，咱不光是赚钱，咱也是给 S 市的人民造福。我要是不卖货了，他们去哪里买这么好的东西？这样，你要是担心我，可以每天中午陪我一起去。再不，咱们买个房子吧，偏僻点的地方，每天我把东西放到房子里，让李国祥和二娘们自己去取。好吧，明恒，我就知道你最好了。顾明恒又被媳妇聊得浑身是火，只得跑到河水里打坐，让火焰撤下去。小燕，市里面的豆腐厂要倒闭了，工人面临下岗，国家允许个人承包，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我准备和几个战友一起承包，你先去豆腐厂做工人。太好了，明恒，我又干回我的老本行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顾明恒找关系买了一对猪仔放坑间，经过几个月的繁殖，现在已经有50-60头肥猪了。薛灵燕这边进豆腐厂当工人后，就满豆腐厂溜达，一天天挺着大肚子，满脸无害的笑容。豆腐厂的领导和工人都没有防备他。同志们，市里和局里保证不干涉豆腐厂的经营，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见条件一降再降，还是没有人站出来承包。原来豆腐厂的厂长叫鲁大海，他自己不愿意承包豆腐厂，也不希望别人承包，只要没人包，那他就能一直当豆腐厂的厂长。局长，这公家工厂承包给个人，不是和过去资本家一样吗？万一再来运动，那不得被打倒啊？国有资产还是国家说的算好。鲁大海，你别打搅乱，国家现在给的好政策，你没本事让厂子赚钱，就换有本事的来。豆腐厂积重难返，一个破风车还想赚起来，我看谁能承包，除非是傻子。大家别被鲁大海的话吓到，国家给的好政策要抓住了，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。我承包。小薛，这是讨论工厂的大事，不到人家胡闹什么？赶紧回家生孩子去。张主任，主席说过妇女能顶半边天，咋地？你还瞧不起女人？那行，你来承包。一群男爷们没一个有气魄有胆量的，还好意思说？薛灵燕嘲讽地看了眼顶着一圈地中海头发、死猪般肥胖的鲁大海，大脸盘子快和脸盆有一拼了，红光满面，肥得流油。我是为你好，这可不是逞强的事。这么大的厂子，你管得了吗？就算你能管，老师傅能服你吗？我不能眼看着厂子晃你手里吧？就是，小薛同志，你刚来豆腐厂不知道情况，咱们厂里的老师傅可是老观念人，不能允许女人骑在他头上，他是绝对不会听你的命令，到时候造成停产，那可关系到全市人民吃饭的大问题，你担不起这责任。不听话就开除，没道理拿着工资不听指挥。那都是厂里的老人，你承包就想把人开除了？咱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工人老大哥为国家做贡献，怎么可以说开除就开除呢？农村出来的人啥都不懂。我是农民出身，没你那么多花花肠子，我就知道在我们农村干活才给工分，不干活就没工分，劳动吃饱饭，不劳动就饿着。国家说的按劳取酬，可不是说让你当大爷还得养着你，啥也不干还给你开工资，那你就是地主老财吸国家的血。扣帽子，张志斌还想扣过薛灵燕，那是鲁班门前班门弄斧，装逼装错地方了。我是好心劝你，既然你不听劝，那就随便你吧。承包的事你说的不算，我说的也不算，得领导做决定。别说我没提醒你，承包费2000，可是不能拖欠的。一个女人还想抢我们的饭碗，没钱我看你怎么承包。谢谢张主任提醒，领导没有说女人不能承包这一条吧？没有规定女人不可以承包。那好，我承包，但是也有条件。哦，什么条件？这些天我在豆腐厂转了转，发现很多问题。豆腐厂之所以赔钱是人祸。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妇女好像懂得还挺多，咋这么难斗呢？说说看。市里领导和工业局领导都被薛灵燕挑起兴趣，薛灵燕公公现在是市里领导，所以对薛灵燕肯定是要照顾的。杨市长，他一个妇道，人家能说出来个啥？这是管理厂子，不是小孩子过家家，难处多着呢。他刚到厂里，啥都不知道，信口雌黄说大话呢。能人面前没有难事，啥都不是的人才喊难。你说谁啥也不是？说你管不好厂子，你让豆腐厂赔钱，那是你无能，我可不像你这个酒囊饭袋。你粗俗不堪。鲁大海被骂得脸都青了，浑身发抖，心脏病快气出来。梁市长，这种出言不逊的人怎么有资格承包豆腐厂？梁市长有点为难，老首长这个孙媳妇嘴咋像刀子一样锋利，看把鲁大海气的都快抽了。梁市长，我可以立军令状，1年内让豆腐厂盈利，给国家交税。梁市长，既然小薛要立军令状，那就让他承包吧。不过这是国有资产，不是给他小孩子过家家闹着玩的。如果他实现不了承诺，必须严惩。梁市长、局长，如果我不能实现盈利，那么亏损的钱我自己补上。梁市长，既然小薛同志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就让贤退位，把正厂长位置让给他，我做副厂长，小薛管理豆腐厂。哈，不用，我可用不起你大驾。好，那我就看你怎么把豆腐厂发扬光大的。那你可得多活1年，别早死了看不到。梁市长和局长扶额，顾明恒这媳妇嘴损了点。梁市长、局长，我还有条件没说呢。说说吧，我看看能不能答应。梁市长、局长，你们先看看这份材料，
这是我这几天在厂里发现的毛病，然后这上面我写了一个名单，凡是在名单里的人我都不要。你们是把他们调走，还是开除在我承包之前解决完？然后我要3个开除指标，不听话、不能产生价值的工人我有权开除。薛灵燕一番话说完，原本看热闹的工人们都毛了，咋地？还开除啊？小薛，如果你能保证1年内让豆腐厂盈利，你提出的条件我都答应。只要您答应我的条件，我这就立军令状。1年后我让您看到欣欣向荣的豆腐厂。哈哈，好，来人，立军令状。刘会计，你把厂里的账拿出来，我们要查账。这次查账一点准备都没有，很快就查出大问题。鲁大海大吃大喝铺张浪费是造成亏损的一大原因。梁市长和局长震怒，让保安把保管员贾玉梅抓起来。豆腐厂清理完蛀虫，消停了一段日子。红星村那边却出事了。三嫂怎么了？她摔了一跤，肚子疼出了很多血。小燕，你来的正好，快看看你三嫂去。薛灵燕顾不得多问，快步走进屋里。进屋看到杜月捂着肚子躺在炕上痛苦的呻吟，裤裆处是一片嫣红的鲜血。三嫂，所有人都出去，我给三嫂针灸保胎。7活8不活，现在三嫂正好是7个多月，有她的灵泉水保驾护航，三嫂和孩子都不会有事。小燕，我留下吧。三哥，你留下我会分神，出去等着吧。多烧点热水，把孩子的衣服包被都准备好。放心，我会把三嫂和侄子都平平安安的交给你。小燕，保孩子。薛灵燕眼圈红了，把人赶出去后，迅速进空间接了灵泉水出来，抱着三嫂为她喝。三嫂，把药喝进去，孩子就能活。你不喝，孩子就得死。一碗水喂进去，薛灵燕心里有底了，又拿着银针给三嫂针灸止血。经过她一系列的努力，杜月的血止住了，人也重新睁开眼睛。薛灵燕松了口气，但还有一个更严峻的问题，杜月肚里的孩子胎位不正。她稳了稳心神，两手像是打太极一样在杜月的肚子上转圈。开始的时候动作很轻，确定好孩子的头脚后，她加大了力度，顺着劲把孩子推回子宫转胎。要不还是送医院吧？还是等一等吧，现在小月的情况也不能颠簸，我相信小燕能救小月。屋外的人心急如焚，屋里经过薛灵燕和小月的共同努力，第一个宝宝生出来了。孩子头发黑黑的，攥着小拳头，哭声洪亮。婶子，热水、衣服、小被。来了。几人急忙拿着东西进屋帮忙。这也不像早产的孩子，真胖，大眼睛还挺精神。他能看到咱们。是啊，我记得我家孩子刚生下来就知道哭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满月才像这孩子一样四下看。婆媳几个在那讨论呢，薛灵燕已经帮杜月接产第2个孩子了。热，又生下来一个，还是大胖小子。小燕把脉可真准，说是双胞胎儿子，还真是2个大胖小子。三嫂，看看你的大儿子多好看。薛灵燕是稀罕的不得了，抱去给杜月看。长海，快出去！女人生孩子的血窝子，男人不能看的，不吉利。我不信这些。让小月躺下，你这么抱着会伤到她的腰的。小燕，是真的吗？三哥，三嫂大出血，身体虚弱，最好让她静躺，闭目养神。你这孩子还不信你妈了？妈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去给三嫂熬点红枣粥。小燕哪能用你呢？让你嫂子们去。那也行，我去取。顾明恒看到媳妇出来才放心，小燕也是孕妇呢，还给三嫂接生。听着屋里杜月一声高过一声的痛呼，他真是紧张死了。小燕，干啥去？去车里取大枣。我跟你去。明恒，我觉得有点奇怪，三嫂算这次已经摔倒2次了。第一次摔跤之后，依照三嫂的性格会很小心，怎么这次又摔了，还摔得这么重？农村的路不平，你三嫂肚子又那么大，可能是看不到脚底下，所以才摔倒的。不行，等三嫂醒了，我得详细问问她怎么摔倒的。薛灵燕既然怀疑了，这件事就放在心上，必须弄清楚查明白。进厕所，她就感觉肚子有点疼，顿时紧张起来，不敢再上学校的大厕所，跑去空间里解决。妈妈和你们商量一下，让我考完试再出来好不好？今天是个重要日子，小燕考大学去。姐姐，祝你考试顺利。一定顺利。嫂子，别紧张，就按平时考试一样考就行。小燕，我们今天都请假了，陪你们一起去考试。谢谢爷爷、爸妈。薛灵燕觉得心里热乎乎的，全家人陪她去考试。要知道这个年代谁家会同意儿媳妇去考大学，更不要说马上就要生了。小燕旗开得胜，2审高中。把薛灵燕稀罕的在她的小胖脸上使劲亲了一口。小燕一定要考上，给老薛家光宗耀祖。二爷公，您放心，我一定能考上。等我拿到录取通知书，就去给姥爷姥姥上坟。谢谢哥哥嫂子们，等我凯旋归来，咱们把酒言欢好好庆祝。等我和嫂子的好消息。进入考场，等考试卷发下来，薛灵燕就乐了。这题太简单了，还没有他们摸底考试的题难呢。拿着笔刷刷刷的打起来，非常流畅。老师辛苦了。你比较辛苦，有什么需要说一声，老师帮你。谢谢老师。薛灵燕做完交卷，走出教室，朝厕所走去。走进厕所，她就感觉肚子有点疼，顿时紧张起来，不敢再上学校的大厕所，跑去空间里解决。妈妈和你们商量一下，让我考完试再出来好不好？为了安全起见，她又喝了一碗灵泉水。
这才离开了空间。他刚走出厕所，下课铃就响了。考完试出来的同学有高兴的，有愁的，有心事重重的，总之几家欢喜几家愁。嫂子，考得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和儿子商量了，等我考完试再出来，他已经答应了。老大，李子健和李国祥满头大汗的挤进人群，他俩手里拿着各种各样的水果，还有烧鸡、酱猪蹄和汽水。老大，快补充点力量。薛灵燕就拿了3个苹果，烧鸡给小新、小婷他们分了。考试呢，不能吃太油腻了，万一坏肚子，那可就耽误事了。刚吃完，考试铃又响。薛灵燕跟着众人走进教室。这次考试的时候，肚子就一阵一阵的紧着疼，但她能忍，愣是忍到全部考完才和老师举手。老师，我好像要生了。那你家里人来了吗？来了，老师您别害怕，我还能坚持。不行，你坐这等着，我去帮你喊家人进来。老师，我到门外等，您不用担心，离生还早呢。顾明恒听到消息风一样的赶过来。我考完了。你呀？顾明恒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，过去抱起媳妇，就看到她肚子紧绷起来，把她紧张的手脚都凉了。不行，要生出来了，生下来了。薛灵燕脸有些红，疼得满头大汗。到那边树林里。齐红星赶忙喊顾明恒，学校有一处茂密的树林，眼下也没有别的地方遮挡。高红艳跑去车上拿下来给孩子们准备的接生物品。等她回到树林的时候，就听到婴儿的哭声，很响亮。给我孩子，给小燕扑到身底下。她是真佩服自己这个儿媳妇，别人生孩子都惊天动地，又哭又喊，小燕生孩子一声不吭还贼快，一会儿都不等，孩子自己就生出来了。嫂子又要生了。小燕，孩子已经冒头了，使劲使劲。薛灵燕跟着嫂子的指挥用力，第2个孩子又生下来了，还是儿子。哎呀，双胞胎，真是双胞胎。顾老爷子和齐红星他们在树林外等着，可把老爷子急坏了，光听到重孙子哭，没看到抱出来。爸，您看2个大胖小子，这2孩子可真好，听听这哭声多洪亮。还有一个不对呀，我把脉是双胞胎小子。哎呀，太好了，咱们顾家这下可出名了，3胞胎啊，太好了，别人得用3年生孩子，小燕1年就解决了。树林里传出婴儿的哭声，和孩子哭声一起响起来的是考试结束的下课铃声。嫂子，男孩还是女孩？你别动，别乱动，胎盘还没拿出来呢，快点躺下。薛灵燕的眼睛一直看着老三，但看到没有小鸟时笑了。闺女，闺女，哈哈，我小燕有继承人了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并非都很明白你的重要。这么久我就决定了，约定了你的手我不会放掉。我们绕了这么一圈才遇到，我答应自己不再庸人自扰。